上班时间偷偷带网恋女友打游戏，不料却被美女上司发现。本以为这冰山女总裁会直接把你炒了，没想到她却拉着你的衣领要你做她男朋友，你却不知好歹说你已经有女朋友了，谁知她竟然更兴奋了。没关系的，相公，那个也是我。今天你也像往常一样第一个来到公司，倒不是因为你是职场卷王，而是你们经理默许你做完工作就可以摸鱼。你今天的任务就是跟你的游戏道侣刷亲密度，然后拿下第一届情缘榜榜首的专属称号。你拿出手机给游戏女友发了个消息，帅到被人砍，我到公司了，现在上号带你挂副本吧。少羽小甜包，好呀，相公，我也快到公司了，我开好房间了，你进来吧。对于游戏女友能够秒回自己，你已经见怪不怪了。这么多年 CP 处下来，你已经知道这是个超级重度网瘾少女。看到她每天在线时间都超过12小时，氪起来也是每天好几个648。你也好奇过她现实里是干什么的，没想到她说自己是一个上市公司的总裁，还让你别努力了，跟着她吃香喝辣的。你当时就笑了，哪有总裁一天到晚泡在游戏里的？不过你也没有多问，毕竟是在虚拟世界，也不用那么真实。所以你虽然好奇少羽小甜包长什么样，但还是很好的克制住了。看到道侣进到房间，你就开启了挂机任务。一些日常是可以挂机做的，其他高难度任务则需要动手操作，所以你就趁着挂机的功夫将手头上的工作做完，这样接下来的一天都是摸鱼时间了。叮咚，这一道自动门铃响起，紧接着就是一阵有节奏的高跟鞋踩地的声音传来。你抬头看去，只看到一道惊艳绝美的背影。啧，不愧是总裁，每天第2个就来公司了，这也太敬业了。你不禁感叹，每天你来到公司几分钟后，这位绝美女总裁就会来到公司。据说她是无数魔都公子疯狂追求的对象，也是整个公司公认的冰山女神。不过你却对她毫无兴趣，明明长得挺漂亮的，却整天板着个脸给谁看？还是我家小甜包好，可柔可娇一推倒，声音还萌萌哒。立志要上班摸鱼的你，可不想跟什么冰山女总裁有什么交集，你只需要让部门领导认可你的能力，然后上班时候行个方便就好。要是让这位严格的总裁知道自己上班打游戏，那自己就可以卷铺盖滚蛋了。上次你就亲眼看到一位勤勤恳恳工作了5年的老师傅，因为上班时间玩原神被总裁看到，直接二话不说就给他开了，所以你心里还是有些怂的。不过这位总裁一般到了公司就不出来了，一直到很晚才会回家，所以你也不担心被抓到。几分钟后，你将今天的报表全数做完，然后就迫不及待的给你的游戏女友发了个消息过去，我今天的工作做完了，你有空不？一起刷副本吗？相公，等我一下，我刚到公司换了鞋，要不要看看本姑娘今天的黑丝呀？新鲜出炉的哟，不看，搞快点。你不屑的回道，虽然你听过小甜包的声音，确实很戳你的 XP， 但是网络上的东西你可不敢当真，万一他是个抠脚大汉，正用着变声器说话呢。哪怕小甜包每天晚上都会给你发各种私人写真，你也是一点不上当。少羽小甜包，哼，那就不给你看了。相公啊，我公司里有个新人，竟然每天都比我早到，而且业绩特别优秀，你说我要给他涨工资吗？你翻了个白眼。这小妞还挺喜欢角色扮演女总裁的，不过既然她想演，自己就陪她演呗。帅到被人砍，那必须得涨工资啊！这年头最缺的就是这种人才，必须狠狠的涨。总裁办公室里，沈红玲看着信息，然后透过单向玻璃看着外面工位上仅有的一个人，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相公果然是相公，说话都好有道理啊。少羽小甜包，好的，那我现在就叫他过来给他加薪，快去吧，还等着你下新副本呢，我先熟悉一次。沈红玲踩着刚换上的棉拖走了出来，为了对人才表达诚意，她决定当面表扬。而此时你正一脸认真的盯着屏幕，手指不停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操作着，因为现在还早，你完全不担心会有人过来，所以你将注意力全都放在了游戏上。boss 还有一丝，看我终结技，还好让老婆选了个奶妈，挂机也能苟住。正往这边走来的沈红玲看着你认真的表情，她那一丝丝欣赏也变得真实了起来。毕竟哪个老板不喜欢这么勤奋的打工人呢？看来奖金也可以翻一番。他打算悄悄走到你身后，等你忙完了，然后给你一个大惊喜。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你居然在打游戏。上一个敢上班摸鱼打游戏的人已经被清出了公司，他最痛恨上班打游戏的人。这个公司除了他自己，谁都不许在上班时候玩游戏。他本想着自己杀鸡儆猴之后，不可能再有人敢上班打游戏了，没想到眼前这个男人竟然还敢。他刚想发作，突然发现屏幕上的画面有些熟悉，这不是自己每天在玩的游戏吗？沈红玲又看了一眼正在认真操作的你，顿时发现这个新人长得还挺帅的，尤其是现在认真的样子，更是能惹得无数少女为之疯狂。凭这张脸完全就可以原地出道，碾压市面上99%的流量明星了。不过这也不是他用公司电脑玩游戏的理由。沈红玲一双好看的桃花眼眯起，显得寒气逼人。就算是人才又怎样，敢用公司电脑打游戏，就算是股东他也照辞不误。而此时的你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大难临头，看着 boss 血条，紧张的躲着技能，自言自语道：希望这次能爆出小甜包喜欢的广袖流仙裙。啊，小甜包，广袖流仙裙。听到你的喃喃自语，沈红玲原本阴郁的俏脸瞬间抬起，那不是自己的游戏名称吗？而且自己最近一直在跟相公一起刷广袖流仙裙，一个匪夷所思的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不会这个新人就是帅到被人砍吧？他张着小嘴，呆呆地朝着屏幕左下角看去。队长，帅到被人砍。队员，少羽小甜包，挂机。还真是他和他相公的ID。确认了身份后，沈红玲整个人瞬间就停机了。一向是个冰山女总裁的她，竟然直接失态的后退了一步。咕咚，随着沈红玲下意识一退，不小心碰到了身后的饮水机。谁？你听到声音猛地回了头。总裁。你回过头后，瞬间傻了眼，站在你身后的赫然是那个冰山女总裁。一时间，你有些不知所措。而沈红玲也没想到你会突然回头，心中也是慌的一米。怎么办？相公发现我偷看他了，可是我还没有做好奔现的准备啊，万一他不喜欢我怎么办啊？就在你回头的功夫，沈红玲脑海里乱成了一锅粥。不对。
对啊，他现在不知道我的身份呢。按照现实身份来说，他是你的上司，他慌个什么劲？想通的沈红玲瞬间化身表情管理大师。完了，一看到总裁这副冰冷的脸色，心中有1万只羊驼飞奔而过。你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大个人走起路来会没有声音。随即你低头看到那双穿着棉拖的黑丝，才明白了一切。这拖鞋真黑，不对，这黑丝真软，不过好像有点熟悉。见你不主动认错，反而盯着自己的腿看，沈红玲的耳尖微微泛红。他在干什么呀？好害羞啊！明明给他发了很多了，还没看够吗？尴尬的氛围让他回忆起了两人在夜深人静时开的那些车，真是无话不谈，无图不染。想着想着，沈红玲白皙的脖子上也染上了一层粉色。早会完了之后来我办公室一趟。强撑着丢下这句话后，沈红玲保持着冰冷的表情，逃也似的离开了你的工位。回到办公室后，他才松了口气。回想起刚才自己的态度，沈红玲心里开始患得患失，语气会不会太重了呀？相公会不会生气啊？万一他讨厌我以后不理我怎么办？可是人家只是下意识的语气表情嘛。叮咚，这时他电脑上弹出了一条消息，帅到被人砍，哎，我可能又要换工作了。一看内容，沈红玲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整个人又开始自责了起来。一定是我刚才的语气吓到了相公，不然他也不会有这个想法。我得想办法给弥补回来。知道你是他相公以后，他就一直迷迷糊糊的。原来相公的网名是真的呀，他真的好帅好帅。就在沈红玲胡思乱想的时候，你这边无奈的关上了游戏，然后就开始做离职前的汇总交接报表。在你看来，被总裁亲手抓到上班打游戏，无疑是直接判了死刑。收拾的差不多之后，你就开始跟小田包吐槽了。你说这总裁怎么跟鬼一样，走起路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少羽小田包问了然后呢？然后他就突然出现在我背后，差点没给我吓死。沈红玲抬起头白了你一眼，我也差点被你吓死好吧？所以你被现场抓包了呀？他有没有骂你啊？是他不是他，明明是个美女，却每天都板着个臭脸，跟谁都欠他钱似的，不知道给谁看。少羽小田包是吗？是吗？多好看呀，有我好看吗？沈红玲见你夸他，瞬间开心起来。至于后半句则是直接无视掉了，我又没见过你长什么样。再说了，人家可是赫赫有名的女总裁，有啥可比较的？我也是女总裁呀，怎么就不能比了？说不定我比她还漂亮呢。是，你最漂亮了，你就是虚空第一女总裁好吧？不说了，我得去看看离职还有什么要交接的啊。那个总裁把你给辞退了。沈红玲看着你的消息，怀疑自己是不是失忆了。他明明没有辞退你啊，你怎么就开始交接了？你回到这道没有？就是早会完了让我去找他，我情节这么严重，肯定要没了。而另一边的沈红玲顿时急了，自己刚才要你来办公室找他，只是他脱身的话术，这怎么行？必须得把你留在公司，你别辞职啊！不是说好不容易找到个好工作吗？再找一个不麻烦吗？而且你描述那总裁要想辞退你，当场就辞退了，还会让你去找他吗？这件事肯定还有回旋的余地，你先去看看他说什么。他要骂你转身就走就完事了。噼里啪啦打完一大段字后，沈红玲就抱紧自己紧张的盯着屏幕，生怕你真的打算辞职了。帅到被人砍，你说的有道理，我还是去看看吧。你思考了一下后，感觉确实不用这么着急，主要还是再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太麻烦了。见到你终于答应，沈红玲长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只要找一个合理的理由，让你能够在公司里安心摸鱼就行。又过了十几分钟，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到了公司。经理走了过来，将一袋早餐放到你面前，怎么收拾东西了？这里坐着不习惯。你接过早餐，没啥，就是可能要被辞退了。然后边吃边给他讲了一下早上发生的事情。经理听后叹了口气，这次你恐怕有99%的可能要被辞退了。你习惯性的杠了一下，还有1%呢？1%？经理左右看了看，拿了个镜子对着你的脸，剩下1%就是你这张脸了。时间很快来到9点10分，早会准时开始。各部门的人来到会议室，就看见了坐在首座上的沈红玲。还记得他上次参会还是因为那个上班玩游戏的事情，狠狠的杀鸡儆猴了一次。而总裁的参与也让这次早会严肃了起来。坐在角落的你听得昏昏欲睡，你很奇怪为什么每天都要汇报，这不纯浪费时间吗？好无聊的你不小心打了个哈欠，瞬间就引起了沈红玲的注意。不愧是我相公，打瞌睡都这么帅。而这一切看在别人眼里就是另一种画风了。这帅哥谁呀？胆子这么大，不管是谁，他肯定惨了。不少人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同情，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沈红玲只是看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一直到会议结束他才开口道：好了，早会结束，大家各司其职吧。销售一部的萧晨跟我来一趟。大家看着你离去的背影有些惋惜，这么帅的帅哥可能明天就见不到了。此时的你低着头跟在沈红玲身后，不小心就瞥到了沈红玲的小腿，怎么感觉这腿有些熟悉呢？就在你胡思乱想的时候，总裁办公室到了，将门窗关好后，你就乖乖的坐在了沈红玲对面，两人不小心对视了一下。沈红玲连忙把眼睛移开，你有些奇怪，怎么感觉总裁有些紧张呢？事实上沈红玲现在确实很紧张，一想到自己网恋了几年的对象就坐在自己面前，还长得这么帅，她的心跳就忍不住的加快了几分。不过现在不是紧张的时候，把你给留下才是最重要的。她压制住心中的激动说道：你知不知道公司里不允许打游戏？声音清冷，压迫感十足。我知道。你心中想着，这么开门见山的话估计是完蛋了。同时你也想好了主动离职的说辞，所以我还没等你说完，沈红玲直接打断了。不过你是新人，不知者无罪，而且你的业绩还挺好，所以下不为例啊！你直接懵了，万万没想到自己担心一早上的事情，竟然什么事都没有。这还是1个月前辞退原神老哥的那个暴躁女总裁吗？看着你懵懵的样子，沈红玲心里偷偷一乐，怎么不满意吗？满意，多谢沈总高抬贵手。你回过神连忙道谢，能留下最好，重新找工作太麻烦了。等你把门关好离开后，沈红玲才彻底放松了下来。太好了，终于打消相公离职的念头了。嘻嘻，这下就能慢慢攻略他了。一想到
到以后每天都能见到你。沈红玲就忍不住的笑了起来。回到座位上，你赶紧给你的小甜包发了条消息，你什么时候会预知未来的呀？真的被你说中了。过了一会，刚批完文件的沈红玲看到你的消息，急忙回复道：那当然，总裁最懂总裁了好吗？我手下要是有你这么优秀的员工，我肯定也舍不得他走。不就是上班摸鱼吗？只要业绩够好，上班打游戏都可以。你看这小妞飘起来了，忍不住调侃道：那我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投奔你的公司了？好啊好啊，你来了咱们坐在一起玩游戏。醒醒，大早上的还做起梦来了，哪有总裁一天到晚玩游戏的？还坐一起，办公室双排呀。少玉小甜包，那项目你下午有时间吗？一起打副本呀。帅到被人砍，我下午要去跟客户谈一下售后，等我谈完之后吧，不让我在公司玩，那我就在外面玩，到点了再回来打个卡下班。坐在办公室的沈红玲双眼一眯，迅速抓住重点。客户，以前不知道你现实里长什么样就算了，但是现在两人已经属于半奔现状态，那自己可就要管一管了。什么客户呀？男的女的？女的，大客户，我上个月销冠就是靠他拿下的。沈红玲快速总结，女的，很大。少玉小甜包，那好吧，你保护好自己哦，我先自己玩了。行，你刚回复完就有人过来叫你。萧晨，沈总叫你过去一趟。好的，谢谢。虽然很奇怪这女人怎么又找你，但你还是向总裁办公室走去。来到办公室，沈红玲直接问道：你下午有时间吗？你如实回答道：下午要去见一个客户。行，那我们一起去吧。说完，沈红玲就开始收拾东西。你顿时迷茫了，直接脱口而出：啊，你说什么？虽然这个客户对你来说挺大的，但是远远不到需要沈总出马的地步啊。沈红玲手里的动作一顿，假装镇定道：你的业绩这么好，我想看看你是怎么跟客户沟通的。你全程属于懵逼状态，甚至忘了去思考人家堂堂女总裁为什么要跟你一个小职员解释这么多。不一会，两人便一前一后离开了公司。来到停车场，你本打算去开自己的车，结果被沈红玲拦了下来，随即扔给你一把迈巴赫 S480的钥匙。两人坐在一辆车里更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这么好的机会他怎么会放过？你也没拒绝，直接扮演起司机的角色。沈红玲嘴角闪过一丝笑意，直接坐进了副驾驶。一路上你专心开着车，现在你只想赶紧见完客户，然后回公司摸鱼，而沈红玲则是很享受这种和你独处的感觉。话说，萧晨，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主动开口道，要是再闷下去，你们就到目的地了。我在你的公司做销售啊。你有些摸不清这女人。不是，我是想问你之前做什么工作的。沈红玲有些头疼，她只想着给你搭话，没想到问出了这么弱智的问题。我呀，之前什么都干过，不过都没有现在的工作干着舒服。你认真开着车，自然的回答道。其实你的生活状况他基本都知道，你们俩网上可没少唠这些东西。不过有些问题你们都很清楚，并不适合在网上说。但眼下他知道了你的身份，那有的问题就可以深入交流一下了。对了，你现在是不是一个人住啊？沈红玲挽了一下头发，开始问一些关于你家庭的问题。你专注开车，一时间没察觉到这女人的意图，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全被她套了出来。这么说来，你的父母很恩爱了？是啊，他们是绝对的真爱，我只是个意外。被问到父母的问题，你脑海中就闪过了两人恩爱的画面，忍不住开始吐槽。小时候他们就经常把我丢在亲戚家，然后两个人到处旅游度蜜月。有一次旅游回来竟然把我忘了，一直到学校开家长会，他们才想起来他们还有个儿子。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总感觉跟沈总聊天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有压力，感觉就像在网上和小甜包聊天一样。就这样在轻松的氛围中，你们聊了一路，不知不觉就到了一家装饰华美的咖啡店门口。你们刚刚走进去，店里为数不多几位客人的目光便不自觉地被你们吸引。好一对俊男靓女，不会是明星来这里拍照的吧？店员也主动迎了上来，请问两位是提前预约来拍摄的吗？他看着你们俩人，眼神止不住的发光。没办法，你们两人的颜值实在是太过惊艳，一个跟偶像剧男主照进现实一般，另一个虽然美艳，但气场却让人喘不过气。见沈红玲还一脸不自知，正扫视咖啡馆，好像在寻找什么，你只好开口道：不是，我们是来等人的。声音充满磁性，再配上那张脸，简直杀伤力十足。如果不是周围有人，沈红玲都觉得这姑娘恨不得扑到你身上。这也让她进一步感受到了你的魅力。她心里想着回去一定要让你注意安全，男孩子在外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也不知道你在网上说自己有8块腹肌是真的假的。她不着痕迹的瞥了你一眼，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带你去游泳一探虚实。终于，店员小姑娘压制住心中的悸动，带着你们来到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下。还没等你们点单，一阵悦耳的轰鸣声响起，一辆粉红色法拉利就停在了迈巴赫后面。紧接着车上就下来一个珠光宝气的女人。刚刚下车，女人就直奔咖啡馆而来，一进门便将目光锁定到你身上。嘿嘿，这次看你怎么逃出姐的手掌心。你是她上次买房时认识的，英俊的外表，幽默的谈吐，一下就让她看中了你，真是个宝藏男孩。所以哪怕他当时只是去看看，但还是看在你的面子上，直接全款买下一套房，并且成功要到了你的联系方式。为了拿下你，他不介意花些时间来攻略你。这次叫你出来什么售后问题只是借口而已，他甚至都没有去过新买的那套房，真正的原因是想来问问你还想努力吗？他径直走到你对面坐下，至于你旁边的身影则是被他直接无视了。他的眼里只有你，就算你有女朋友又如何？谁年轻的时候还没犯过错呢？哎呀，小晨晨，约你出来一次可真不容易啊。女人的声音幽怨又妩媚，充满了诱惑力。朱姐，您来了。这位是……你刚准备起身介绍一下身边的沈红玲，没想到刚刚看清沈红玲面容的朱姐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沈总，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就像是小迷妹见到了自己的偶像一样。而沈红玲依然保持着端坐的姿态，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面前的女人。在发现了这女人某个突出部位没有自己的大之后，就好像胜利者一般放松了下来，将女人划分在安全领域后，沈红玲才淡淡开口：你认识我？你也一脸意外。朱姐的样子有些激动过头了。朱姐换了一下情绪，重新坐了下来。沈总，您可是我的偶像啊！他现在的注意力已经从你的身上转移到了沈红玲身上。19年，沈总凭借远超时代的目光，一战便奠定了一家在魔都的霸主地位。当时我开了一家小美容院在您的地盘范围里，后来我就效仿您的做法，跟着您那年的项目一起发展，才有了今天。朱姐没想到沈红玲会跟着你一起来，还以为是她的成就被沈总注意到，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再买2套别墅。
墅，希望沈红玲能跟他加个联系方式。你在一旁安安咂舌，2套别墅换一个联系方式，朱姐这路子算是走宽了。然而沈红玲却皱了皱眉头，这女人的目的无非就是想搭上自己这条线而已，2套别墅就想换自己的联系方式，想屁吃呢？不过他又瞥了你一眼，一个计划便涌上心头。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你回头加一下就好。接着他就把秘书的联系方式留给了对方。谢谢沈总，谢谢沈总。朱姐感激完之后，直接就给你要起了合同。于是，在你一脸懵逼的情况下，对方又将2套别墅全款买下，一共5700万，并且在沈红玲的示意下，合同上写下了你的名字。也就是说，不到1个小时的功夫，你就赚了34万，甚至还不包括公司的奖金。这个月又可以大大方方的摸鱼了。你美滋滋的想着，浑身散发出咸鱼的香味。一旁的沈红玲看着你的样子，哪里还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心里一阵发笑。项目什么都好，就是懒了点。他想起你在游戏里跑图坐骑都要蹭他的，然后让他来操控人物跑动，可谓懒到了极点。不过我不懒，正好互补，我俩在一起简直完美。就在沈红玲幻想着以后跟你一起没羞没臊的时候，朱姐接到了一个电话，一脸歉意的说道：“抱歉啊，我临时有点急事得先走了，再见沈总。”在跟沈红玲郑重告别后，他也没忘记自己的主要目标，还有小晨晨，再见。说完朝着你抛了个媚眼，沈红玲连忙起身挡住了朱姐如狼似虎的视线。我们也该回公司了。刚回到公司，沈红玲并没着急进办公室，而是带着你来到销售部门。啪啪，他拍了2下手，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我宣布2件事，就在刚才，销售一部的萧晨成功拿下了城北2套别墅的单子，以后希望大家都能以他为榜样。说完便带头鼓起了掌。其他人虽然还处在懵逼状态，但还是跟着鼓起了掌。等他们反应了一会，脸上的懵逼就换成了震惊。卧槽，牛逼啊萧哥，又是2套别墅？不会吧，那这个月的销冠不又是萧哥了吗？销售一部的众人脸上写满了羡慕、崇拜、痴汉和嫉妒。沈红玲等众人安静下来，又开始宣布第2件事，从今天起，萧晨搬到我办公室办公，邢经理你待会帮忙搬一下。说完后，沈红玲也不管其他人什么反应，直接回到了办公室。当办公室的门关上的一瞬间，人们彻底炸开了锅。这臭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进入能被沈总看中？萧哥以后可不得了了。而此刻的你的心情却和众人截然相反，自己就因为上班偷偷玩个游戏，就被安排在了总裁的眼皮子底下。这总裁也太任性了吧！这要是搬进去，自己还怎么摸鱼？岂不是上厕所都要打个报告？难道是要报复我上午玩游戏的事情？知道我喜欢摸鱼，然后专门调到眼皮子底下，再慢慢的折磨我。而回到办公室的沈红玲则是第一时间给一个人发了一条消息：可儿，你不是回家相亲了吗？你再像1个月，好好挑挑，不着急回来。随即给林可儿赚了10万过去，这个月的花销我都包了。而林可儿就是他的秘书，2人虽然是总裁秘书关系，但私下里的关系非常好。林可儿也是沈红玲唯一的闺蜜。转账的瞬间，对方秒收加秒回，说吧小红红，发生什么事了？沈红玲回道：这你就别管了，反正你这个月别回来就成。另一边还在相亲的林可儿直接起身说了一句：抱歉我们不合适，然后径直离开了酒店。走出酒店后，林可儿连打了几个电话询问公司有没有什么变动，偏偏忘记了打销售部的电话，所以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林可儿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她想着自己作为红红的秘书兼闺蜜，一定要为总裁排忧解难，于是她直接订了5天后的机票，打算偷偷回去看看到底什么个事。另一边你正盯着邢经理疯狂吐槽：什么？你说沈总在提拔我？你确定不是要折磨我吗？不就是摸个鱼吗？至于把我按在眼皮底下摩擦吗？邢经理羡慕地看着我，叹了一口气。其实在你之前也有一个人搬到过沈总办公室，那个人就是沈总的秘书林可儿。林秘书刚入职也是个销售，后来业绩突出被沈总看中，就被安排到了总裁办公室手把手教导，直到现在成为了总裁的秘书。说他是公司2把手也不为过。这下知道我为什么说你小子要发达了吧？然而你此刻想的却是，不管沈红玲是想提拔自己还是恶趣味报复自己，你以后在总裁面前工作已经成了事实。这样一来你还怎么摸鱼？所以你决定搬完东西后就跟沈红玲表明自己的意愿，不能摸鱼的工作那还能叫工作吗？在邢经理的帮助下，不到几分钟你的东西就全部搬完了。那位置就在沈总的正对面，一抬头就能看到对面正在批改文件的沈红玲，你顿时感到头皮发麻。等邢经理走后，你直接站在沈红玲的办公桌前，不过并没有着急出声，而是在等待他批改完文件。有事？沈红玲头也没抬的问了一句。自从你搬进来以后，他就无心办公了，刚才只是装样子而已。你深吸了一口气，有，我就跟您坦白了吧，其实我来您的公司就是冲着这里家大业大，不缺我一个小销售没人注意才应聘这里的，所以您想提拔我或者监督我都大可不必，我只想做一条咸鱼。一番话说完，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会大发雷霆，然而沈红玲却没有抬头，而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说完了，你也做好了准备。说完了，您辞退我吧。沈红玲放下手中的材料，抬头道：我为什么要辞退你？你瞪大眼睛看着他，一时间竟无法推测这位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摸鱼吗？沈红玲语气淡然：我允许了。他当然懂你为什么来他公司，不让你摸鱼谁来带他打副本了啊？听清楚后，你感觉自己在做梦，自家老板竟然允许你上班摸鱼。看着你眼中的不信任，沈红玲也能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1个月前发火那是吧？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从抽屉里拿出了上个月的报表，翻了一下推到你手上，并且将事情大概来龙去脉解释了一番。原来上班打游戏只是个借口，主要原因是那人仗着自己资质老，明目张胆的吃了大量回扣，所以沈红玲才会发火，直接将那人踢出。你对这种行为也是极为厌恶，这种人该踢。见你跟他有了共感，沈红玲嘴角一翘，我本人是提倡劳逸结合的，尤其是销售方面，业绩才是一切，只要完成了业绩，上班摸鱼就摸鱼呗。说完他头一歪，带着一丝笑意看向你，你还是第一次见到沈红玲这副模样，好像还挺可爱。你轻咳一声，然后略带兴奋的说道：那用电脑打游戏是不是也可以啊？当然不行，上次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沈红玲直接拒绝道：其实电脑目标太大，毕竟
他还是个大总裁，被别人看到就不好了，所以只能忍痛拒绝。看着你失落的表情，他又小声嘀咕了一句：“最近出的华为 Mate 60打起游戏来手感好像特别好。”他怕你听不出他的暗示，又加了一句：“你只要能完成这个月的业绩，并且完成我安排给你的任务，你想怎样都可以。”我沈红玲说话算话，闻言你的眼睛都亮了起来。没问题，沈总，你真是我见过最开明的领导了，不愧是能当总裁的人。你现在已经完全相信了沈红玲，并且觉得这次是碰到了知己。好了，把今天的报表发给我，你今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沈红玲心里想着，今天项目忙活了一天，日常任务还没有做呢，得赶紧上线了。随即又想到了什么，对了，以后出去见客户记得提前跟我说一声。好的，沈总，没问题，沈总。此刻你已经完全沉浸在喜悦中了。回到座位上，发完了报表就赶紧拿出了手机，随即就给邵玉小甜包发了一条消息。哇，小甜包，你都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说出来你都不会相信。小玉小甜包，怎么他也喜欢偷懒？我说的是里面，你这个笨丫头。见小甜包说自己懒，你一阵牙痒痒，那叫懒吗？那叫节约体力以防发生意外情况。接着你就把自己跟沈红玲的对话说了一遍，并且字里行间各种夸赞沈红玲，这种女人活该开跑车住别墅。另一边的沈红玲躲在电脑屏幕后面一阵偷乐，自己这小男友的嘴巴也太甜了吧。她强忍着笑意回复，这也太爽了吧，搞得我也想跟这位沈总混了呢，帅到被人砍。你瞧瞧，暴露了不是小笨蛋，你不是说你也是总裁吗？还需要跟着他混吗？邵玉小甜包，哼，当总裁很累的好吧，要不是家里要求，谁愿意当这个总裁呀？切，说的跟真的似的，你这个网恋对象什么都好，就是爱做梦这点怎么都改不了。如果说小甜包家里有矿你还是相信的，毕竟这小妮子氪金可是从来不带眨眼的，但是说自己是个总裁你怎么都不相信，哪有总裁天天打游戏的？而且他这智商要是个总裁，公司都得倒闭个10家8家了好吧。另一边的沈红玲不乐意了，本来就是真的吗？对了，相公，你今天几点到家呀？如果放在平时，他怎么也得给你掰扯身份的问题，但是现在他就不敢继续深入探讨了。没办法，心虚啊，万一说漏嘴了，把你给吓跑了，他哭都没地方去，他得先慢慢把你给攻略了，再进行下一步。几点回家？你看了一眼正在认真看着电脑的沈红玲，这位总裁好像没有加班的习惯，一般还没下班就离开公司了，那自己也能心安理得的到点就润了。到家差不多6点半吧，做完饭应该要7点多。邵玉小甜包，哇哦，好想尝尝相公做的饭呢。沈红玲的喉咙不自觉地动了动，她知道你是会做饭的，而且做得很好。平时你经常半夜给她发美食照片，坏的不行，帅到被人砍。要不晚上你开个蓝牙，我给你传过去。邵玉小甜包，嘿，你以为本姑娘傻呀？同一个坑还能掉2次，见你还敢提蓝牙？沈红玲敲键盘的声音都重了1分，那是你们之间的小趣事。一天晚上，你给她发了自己做的菜的照片，香气一出屏幕的样子可把沈红玲给馋坏了。然后你一本正经的让她把蓝牙打开，你把菜给她传过去。没想到这大名鼎鼎的总裁不知为何竟然真的打开了蓝牙，可是过了一会并没有反应，就着急的问你菜呢？怎么还没传过来？而你在另一边嘴都要笑裂了，看着屏幕上的100多个哈哈哈，沈红玲才反应过来自己被耍了。从那时起，蓝牙就成了沈红玲的黑历史之一。此刻她恨不得直接拿起键盘给你一记重击。咕噜噜，这时你的肚子响了起来。今天一天你都过得很紧张，甚至都忘记了吃午饭，帅到被人砍。小甜包，我要饿昏了，先出去觅食了。对方并没有回复，看来还在生气。不过你并没有在意，反正过一会气就消了，完全不用你安慰。网恋就是这点好，省事。发完信息，你起身向沈红玲打了个报告，想出去买点吃了。结果沈红玲一摆手，不用，我订了外卖了。你有些疑惑地看着他，怎么了？我饿了点个外卖很过分吗？沈红玲撑着下巴反问道。而且我也给你点了1份，不用出去吃了。不过分不过分，多谢沈总。既然是沈总饿了，那你跟着蹭个饭还是没问题的。总裁都邀请自己了，自己哪还有拒绝的道理？等到你把外卖打开后，顿时一愣，好家伙，全是些辣口的，辣子鸡、酸辣粉、麻婆豆腐、毛血旺，这些全是自己喜欢吃的呀。难道老邢把自己爱吃的菜都告诉沈总了？但是人家一个大总裁怎么会特意点自己爱吃的菜呢？一定是巧了，你们俩的口味比较相似。可是那也不对啊。你又看了一眼鱼丸汤，吃完辣的你喜欢拿着汤来漱口这件事，你只跟小甜包说过呀。就在你疑惑的时候，沈红玲将筷子打开，奇怪的看了你一眼，这些都是我爱吃的呀，你吃不惯吗？说着还夹了一块辣子鸡，优雅的吃了起来。虽然太过巧合，但你还是没有多说什么。看着满桌子的火辣菜系，胃口大开，端着米饭就开始吃了起来。见你终于开始专心干饭，沈红玲赶紧猛扒了几口米饭，太辣了，相公怎么会喜欢吃这么辣的菜呀？他吃了几口米饭还不够，又喝了几口汤，嘴里没这么辣了才撑着下巴看着你吃饭，有这么好吃吗？见你吃的满面红光的样子，他就暗自撅了撅嘴。美食这个话题你们也不止聊过一次了，每次沈红玲都会问你辣椒有什么好吃的，而你却说他是没吃过自己做的菜，只要吃过一次就会爱上辣椒这个东西。但沈红玲却不敢苟同，她最怕吃辣了。好吃的不得了，你一边埋头干饭，一边满意的点头。沈红玲却不敢再吃了，她的视线一直在你的身上，嘴角渐渐勾了起来。她那镜花水月的相公现在就在她面前，这种触手可及的感觉太美妙了。而你也感受到了沈红玲赤裸裸的目光，但你却没有在意。这种小迷妹的眼神你感受的太多了。不对，小迷妹，你猛然反应过来不对劲，总裁怎么会用这种眼神看你？你不动声色的继续咀嚼着食物，同时用余光偷偷看向沈红玲，结果就看到了沈红玲正眺望窗外的样子，目光深邃平静。还好是错觉，总裁怎么可能露出小迷妹的表情呢？不过很快你就被沈红玲完美的侧脸给吸引了，确实当得上魔都最美女总裁的名号。此刻你才第一次认真的欣赏面前的女人，你不是没见过美女，恰恰相反，你见过太多美女了。而眼前的沈红玲却是跳脱了那个层次，独占一档。最重要的是凭借经验，你能确定此刻的沈红玲是素颜，
要是满分是100分的话，你愿意给他打个99分，不让你上班时间用公司电脑打游戏扣1分。你这么明显的打量，沈红玲当然能察觉到。她保持着现在的姿态，眼角的余光却集中在你身上。见你只顾着看她，甚至忘记了吃饭，沈红玲心中一阵骄傲。颜值这方面，她说第2整个魔都还没人敢称第1。小样，这下还不得把相公迷死？得意忘形间，沈红玲忍不住偷笑了一下。这转瞬即逝的一笑，在你的心房来了重重一击。你从没想过冷若冰山的女总裁笑起来竟然这么好看，这与跟外人面前的职业假笑不同。这发自内心的笑容感染力太强，直接就印在了你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恍惚间，你竟然想再看看那个笑容。不行，反应过来的你赶紧收回不礼貌的目光，在心中猛念清心诀。女人什么的，有小甜包一个就够了。念了2遍之后，你又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干饭上。充满辣子鸡味的微信充斥在空气中，沈红玲的鼻子不自觉地抽了抽。吃辣容易上火，得给相公来罐加多宝才行。趁着你还在埋头吃饭，沈红玲起身去买了罐加多宝。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吃完并且收拾得干干净净。她走过去，把加多宝递给了你。吃完饭漱漱口，不然都是味。你接过凉茶，不由有些感动。谢谢沈总，不用跟我客气，好好工作就行。你也没有矫情，接过来直接灌了一大口，这感觉透心良心飞扬。要不人家是总裁呢，太会体恤下属了。就凭这罐凉茶，你也得抽出点摸鱼的时间，多谈2单业绩来回报沈总。对了，沈总，心情美丽的你看了一眼沈红玲，她此刻已经恢复了平时面无表情的姿态。怎么了？你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其实您笑起来挺好看的，为什么平时不多笑笑呢？这么直接的话语倒是让她有些意外，以前从来没人敢这么直接的跟她说话，就算是林可儿也没有过。而你之所以这么直接，就是因为经过今天的接触，发现沈红玲其实没什么架子，你甚至觉得现在你们俩就像朋友一样，可能是因为习惯了吧。沈红玲顿了一下，平淡的解释道。不过见状，你还想再说什么？一阵敲门声响起，你也只好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等来汇报的经理走后，沈红玲保持着刚刚的假笑问道：你说的笑是不是这样的呀？你抬头一看，整个人直接抖了抖。这副姿态的沈红玲却是有些气势凌人，你赶紧摇摇头，直言不讳的说道：不是不是，你这个笑的也太假了。话说沈总，你每天保持这样的笑容不累吗？听到你的话，沈红玲慢慢的收回了笑容，有些落寞的走到了一旁，良久才些许自嘲道：如果不这样，怎么撑起这么大一个公司呢？如果什么情绪都摆在脸上，那么别人很容易就能猜到他在想什么，那还怎么去谈生意，怎么去安排工作？所以他会刻意的保持距离，做出一个冷漠的人设。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每个领导者都要具备的技能，职业假笑，基本操作罢了。说完后，沈红玲沉默了下来，样子有些累，也有些无助。你看着沈红玲萧瑟的背影，忽然有些心疼。说到底，她只是一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姑娘而已，却要自己扛下这么大一座商业帝国。这时候自己是不是该说一些安慰的话呢？可是自己该说些什么呢？你思来想去，还是拿出了手机，帅到被人砍。田总，一个总裁心情不好的话，我该怎么安慰他？在线等，挺急的。毕竟小田包幻想当了这么年的总裁，应该也会有一些个人理解吧。然而等了半天也没等到回复，这笨丫头关键时刻就拉胯。还在伤感的沈红玲则感受到手机在不停的震动。相公怎么这时候给我发消息？想着他背对着你拿出了手机，看到你发来的信息，不由得心中一暖。看来自己真情流露一下还挺有用的嘛。而你的下一句话就把他整破防了，帅到被人砍，求救求救！你相公能不能安稳摸鱼就看这一波了。原来相公安慰我只是想上班摸鱼啊！沈红玲眼前一黑，气得手机都按熄屏了。要不是现在不宜暴露身份，她都想转身掐着你的脸，问问你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沈红玲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少玉小甜包，来了来了，刚才在打一个可恶的 boss， 安慰总裁，总裁还需要你安慰吗？当总裁的人要是这么软弱，他怎么当总裁？你看着小甜包发来的消息若有所思，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再看向沈红玲，发现他正在手机上各种敲打，表情严肃，一看就是在忙工作。刚才那落寞的表情也消失了，完全不用安慰。帅到被人砍，我开始有点相信你是总裁了，竟然被你猜对了。少玉小甜包，切，语气操耐心，不如想想晚饭吃什么吧。我打副本去了，拜拜。一时间屋子里就重新安静了下来。日落西斜，很快就到了下班的时间。你眼中金光一闪，下班了沈总，明天见沈总。看着你急匆匆的背影，沈红玲咬了咬嘴唇，想跑没那么容易。你刚来到停车场就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哈哈，沈总你的车也在这呀，这不巧了吗？沈红玲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巧，他可是坐专属电梯特地提前来等你的。以前你在网络上欺负他就算了，现在他可是有101种方法收拾你。今天你送我回家吧，我有些累了不想开车。还不等你回应就把车钥匙丢给了你啊！你直接愣在原地啊什么？反正顺路。上午他已经把你家庭地址给套了出来，那我的车怎么办？还有我明天怎么上班啊？你满脸的不情愿，你把我送回去，车你开走就行，我家里还有别的车。你本想再找个理由推脱一下，不料这女人竟然直接坐进了副驾驶。别愣着了，再磨蹭可就要堵车了。没办法，你只能上了车，再等下去晚高峰就要来了。你和小甜包约定的7点就到不了家了，不就是当一回司机吗？为了以后更好的摸鱼，你还是妥协了。一路朝着你家的方向行驶，直到快到你家的时候，沈红玲才开始指路。果然顺路，原来你家和他家距离只有不到10分钟的路程。明天见。沈红玲下了车，径直向别墅走去。你看着沈红玲孤零零的背影，心中不由有些感慨，灯都没开，应该就只有他一个人住吧。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要是你肯定受不了。你从小就喜欢热闹，这种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的体验会非常孤独吧。你脑海中又闪过沈红玲那有些落寞的表情，这可能就是当女强人的代价吧。还是你这样好，无忧无虑，不要考虑这么多。每天还有小甜包隔着网线陪着自己。刚一到家，你破天荒的看到你爸妈正依偎在沙发上看电视。这两人从青梅竹马一直成长到了恩爱夫妻，从大学毕业开始就到处出国
度蜜月加学习，直到这份完美的恋爱出现了一个意外，他们才安定下来。而这个意外就是你，因为你的出生导致他们不得不开了一家服装店维持生活。直到你大学毕业有了自理能力后，他们又重新开始了中年蜜月之旅，一个月都见不到几次，就像是把你放养了一样。吃足了狗粮，你回到卧室，坐在电脑旁看着天花板。虽然自己是个受害者，但是你父母的爱情真的令人羡慕。自己和小甜包在网上也算是模范情侣了，只不过隔了一条网线。随即你又想到了沈红玲落寞的表情，她的生活一直都很辛苦吧？不知道她以后的婚姻能不能幸福。另一边，偌大的别墅里，一道倩影正孤零零地坐在餐厅里，除了餐厅以外，其他地方的灯也全部被沈红玲打开。只有这样，沈红玲才能感觉到一丝安全感。她喝了一口面汤，便开始撑着脑袋发呆。其实沈红玲并不能吃辣，她喜欢吃一些偏甜的食物。今天下午点的那些辣口菜，是因为她知道你爱吃，为了在食物方面达成一致，她强忍着辣意，假装自己也爱吃辣。这样的后果就是现在她只能吃一些清淡的面食来养胃。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响了起来，小甜包，该上号了。沈红玲不用看就知道是你发来的，她秒回一句后迅速开始打扫战场，并用超快的速度洗脸刷牙，然后一溜烟进了卧室，开电脑，上号，发消息，一气呵成。又到了每天最幸福的环节了，她带着幸福的笑容招呼着你跟自己组队。在没跟你在现实里接触之前，她只有在和你一起玩游戏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温暖。相公，晚上好呀，有没有想你的小宝宝啊？看着小甜包俏皮的话语，你忍不住轻笑一声，果然还是你的小甜包最可爱了。晚上好，今天还没想你呢，嘿嘿，就喜欢相公傲娇不承认的样子。挑花林中，小甜包跟你共骑着白狐自由翱翔，格外浪漫。沈红玲操控着视角，将镜头拉在了帅到被人砍脸上。原来相公没有骗我，他的捏脸真的是他本人。网恋了这么多年，两人自然对对方的长相会有些好奇。当时你对他说你角色捏脸就是你本人的模样，本来沈红玲根本不信，因为你的角色实在太帅了，再配上那一世独立的古装，更是如谪仙一般。但他现在相信了，自己真的很幸运。网恋老公温柔体贴就算了，还真的帅到被人砍。看着看着，沈红玲不禁有些入迷，直到你们飞到了一个副本入口，你给他发了条消息，他才反应过来。小甜包，这个副本消耗比较大，进去之后记得及时奶我。没问题的，我奶量超大的哟。说着，沈红玲操控着角色挺了挺平板的身材，并且用下了拍胸脯动作。经过10几分钟的征伐，一个10人团本就被你们俩生生打通了。同时，一抹七彩琉璃般的光柱冲天而起，全服系统通告，恭喜玩家帅到被人砍和少羽小甜包通关副本桃花镜灵，并成功获得仙级时装广袖流仙裙。全服第一件广袖流仙裙出世了，世界公屏直接就炸了锅。这对 CP 过分了吧？两人就能直通桃花镜灵，这就是天榜第一的第二的大佬吗？氪就算了，技术还牛批，技术牛批就算了，运气还这么好，当私服玩是吧？弹幕一片柠檬的气息。电脑前的沈红玲看着眼前五彩缤纷的时装，有些不敢相信。相公，快掐我一下，我是不是在做梦？这件时装当时出公告的时候，沈红玲就狠狠的爱住了，但是两人刷了3个月都没出，本来都打算放弃了，没想到今天竟然爆出来了。你也是有些意外，无心插柳柳成荫。随即你就催促小甜包穿上，让我看看这时装多好看。只见少羽小甜包的衣服瞬间一换，变成了一身轻盈的流仙裙，淡雅出尘的裙摆在风中漾出纤纤涟漪，再配上小甜包绝美的人物形象，让人望之心醉。此刻电脑前的你直接呆住了。不过并不是现在的少羽小甜包美若仙女，而是因为她的人物形象太像了。此时你放大着小甜包的人物脸部，作为技术控的你还是第一次仔细的看小甜包的人物长啥样。没想到这一看，这张脸就和沈红玲的脸对上了。这张脸居然和那冰山女总裁有90%的相似之处，特别是那嘴角微微翘起的样子，简直一模一样。相公，快看我好看不？沈红玲还不知道自己的脸正被你放大观察，她开心的操纵角色原地转了个圈，仙气飘飘的样子跟你的人物简直是绝配。你也被这么一转打断了欣赏，好看的皮囊真是千篇一律，这都能撞脸。此时已经有无数玩家跟着系统公告围了过来，见到如此场景，你配合的操控角色和小甜包一起跳起舞来，刚好可以积攒第一届情缘榜的人气值，而其他的人物角色也配合的露出了呆滞的表情。这一幕被沈红玲看在眼里，顿时就将你本人带入了进去，直接笑得前仰后合，在床上滚来滚去。果然跟相公在一起最幸福了，一曲舞毕，你们果然占据了情缘榜榜首。小甜包直接带着你传送到了游戏里最美的地图，在这里开始拍摄各种唯美的照片留作纪念。此刻你的角色被小甜包任意摆弄着，注意力却时不时的被对方的脸给吸引，回不去了怎么办？一些东西一旦有了奇怪的代入感，就再也回不去了。比如现在你一看小甜包的脸，就不自觉的带入了沈红玲。小甜包一对自己撒娇，你就以为那是沈红玲在撒娇，那画面你都不敢想，却切实的浮现在你面前。一直玩到深夜，沈红玲熬不住了，菜相继下线。第二天一大早，你顶着熊猫眼出了门，刚上车就收到了沈红玲发来的信息：你过来接我一下，我脚受伤了。你满脸问号，感情这女总裁真把你当司机了没？不过寄人篱下，你还是顺路将车开到了沈红玲家门口。刚见面你就看到了跟自己同款的熊猫眼，您这是通宵办公了吗？啊，对，昨晚确实挺忙的，还把脚磕到了，麻烦你了。沈红玲不自然的偏过头，耳尖微微泛红。通宵是差点通宵了，只不过不是办公，而是跟某人玩游戏玩的。至于脚受伤了倒是真的，因为昨晚太激动，在床上滚来滚去，真的磕到了桌角。闻言你不由得对沈总的敬业暗自钦佩，难怪人家跟自己一个年纪就当上了总裁，人家熬夜工作，你熬夜打游戏，所以人家成功也是应该的，背后不知付出了多少努力呢。对了，沈总，你的脚还疼吗？等红绿灯的时候，你瞥了一眼沈红玲的腿部，
依然是熟悉的黑丝，然而却没有得到回应。你转头看去，发现沈红玲已经睡着了，跟你待在一起，她莫名的有安全感。看着她朱唇微张，一副毫无防备的样子，你就忍不住想吐槽：就这么放心我吗？我要是个坏人，给你开到小树林，看你怎么办？不行，得找个时间跟沈总好好说道说道。一路安稳的到达了公司停车场，你看了眼时间，才8点半。于是你打算让沈红玲再睡一会再叫她。话说沈总睡觉的样子还挺恬静的，你还从没见过沈红玲这么温柔的表情，就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结果这一看就停不下来了，越看越像小甜包。想象着昨晚小甜包撒娇的样子，你忍不住往前凑了凑。就当你差点要把沈红玲当成小甜包的时候，沈红玲忽然睁开了眼睛，两人的眼睛就这么对上了，脸贴脸偷看被发现。你尴尬的想用脚趾把麦巴赫抠穿。那什么，到了沈总，我刚准备叫你了。沈红玲点了点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其实你刚凑上来的时候他就醒了，只不过一直眯着眼看看你到底想干什么。结果你越凑越近，他的心跳就越来越快，最后实在装不下去了，只好睁开了眼睛。沈红玲缓了一下通红的脸蛋，开门下了车。你见对方好像并不在意，急忙跟了上去。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公司，全然没注意到公司其他人怪异的眼神。沈总怎么跟肖哥一起来的？他们俩以前不是很早就到公司了吗？怎么今天这么晚？还有人说你们都是从沈总的车上下来的。回想起昨天沈总破天荒的把你调到了他办公室，众人都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回到办公室，你刚想说一说专属司机的问题，没想到沈红玲直接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了起来。你加钱的话都到嘴边了，又硬生生的吞了回去。算了，还是等他忙完再说吧。回到了座位上，今天沈总也没有给你布置任务，自己这个班上的都不好意思了。昨天还说要给沈总多开几单呢。想到这里，你将客服部给的资料汇总了一番，然后层层筛选，分辨出真正有意向买房的客户。你的业绩之所以这么好，除了那张人神共愤的帅脸，最主要的还是你的分析能力。不一会就谈成了一个客户。今天的任务搞定，你伸了一个懒腰，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沈红玲，这个工作狂竟然还在办公。这女人把你搬到她办公室，不会是想道德绑架吧？这个样子你还真不好意思开始摸鱼。等沈红玲也忙完后，她就看到了你的脑袋在那一点一点的，连忙心疼道：要不你睡会吧，要不是昨天她非要拉着你满世界拍照，你也不会这么累了。好嘞，你也不客气，直接趴下睡了起来。总裁都让你睡了，谁还敢说闲话？嘻嘻，相公这睡姿好可爱，得记录下来。咔嚓，沈红玲偷偷拍了张照片，才回身继续开始工作。整整一上午都没有人来总裁办公室，你也睡得格外香甜。不知过了多久，你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醒了，喝点水吧。就在你还迷糊的时候，沈红玲淡淡的说了一声，低头一看，桌子边上居然有一杯还在冒着热气的水，显然是沈红玲特意准备的。好，谢谢。急忙道谢后，你摸了摸下巴，上班让我睡觉就算了，还给我准备了热水，莫非沈总知道我想加钱的事了？一杯热水就想收买我吗？不屑一顾的哼了一声，你端起水杯一饮而尽。一旁的沈红玲看着你把热水喝完，心中偷偷一笑。睡醒了喝一杯热水也是你在网上告诉他的，看来还是挺有效果。就是这样，沈红玲，温水煮青蛙，慢慢让你依赖上他，到时候再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拿下你指日可待。就在沈红玲脑补的时候，你悄悄点了2份外卖，到午休时间外卖刚好送到。沈总，我点了外卖，一起吃吗？沈红玲有些意外啊，好的谢谢，随即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看来自己的攻略已经初步见效，相公已经开始关心我了。等你把菜品打开的时候，他更加意外了，菜竟然不是全辣，一半清淡一半辣味。他记得昨天他特地给你说了他喜欢吃辣呀，为什么还有清淡口味的？沈红玲看着你问道。你随口答道，最近辣吃多了，缓一缓。沈红玲信以为真，心中有些窃喜，这下不用吃辣了。这微妙的表情自然落到你眼中，心中的想法也越加确定。沈红玲撒谎了，她并不喜欢吃辣，甚至都不能吃辣。昨天吃饭的时候，你就注意到她吃一口菜就要猛扒几口米饭，这拙劣的演技让你心中一叹，认真的看着沈红玲开口道，其实沈总你不用这么迁就我的，虽然你让我搬进来我确实有些意外，但完全不用担心我会有什么不习惯，也不用刻意去点我喜欢吃的东西，其实我吃什么都无所谓的。你对沈红玲的行为非常感动，堂堂总裁竟然如此礼贤下士，这也让你放弃了下午开始摸鱼的打算。沈红玲当场被戳穿，顿时有些脸红。你看出来了，不过并不是因为被你看穿了，而是因为你切实的在关心她。其实她只是馋你的身子而已，至于不能吃辣这点，她是故意让你看出来的。能安稳坐在这个位置上，沈红玲在演技方面可是不输一线演员的。本来这波你在第2层，沈红玲在第3层，她就想看看你能不能看出她不能吃辣。果然相公还是这么会体贴人，她一时间竟忘了身份，一脸幸福的看着你。好吧，我摊牌了，我确实不能吃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放心了，你能安心工作就行。萧晨的解释虽然不是沈红玲真正的目的，却比他想要看到的结果更加有效，所以他就毫无心理负担的应了下来。萧晨见状也松了口气，明明自己只是想摸个鱼而已，没想到竟然被总裁这么看重，他心里还挺不好意思的，决定今天下午拿出99的状态来应对客户。吃完后，萧晨边收拾边跟沈红玲提了一嘴，对了，沈总，我下午要去见客户。男的女的？沈红玲擦嘴的动作顿了一下，男的。哦，那你路上小心点。听到了想听的答案，沈红玲继续擦嘴，既然是男的，那自己就不用跟着去了。他现在的心情异常开心，这顿饭可能是他这几年来吃的最开心的一顿饭了。坐在沙发上，沈红玲也彻底的放松下来，面部柔和，嘴角也微微勾起，完美的侧颜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恬静绝美。萧晨不小心瞥到了这一幕，顿时就呆在了那里。太美了，美女他自问见过不少，但像沈红玲这么美的他还是第一次见。
尤其是沈红玲现在这副从来没在外人面前展露的温柔，刚是让她的魅力更上一层楼。而且除了她本身美丽外，那张跟小红娘太过相似的脸也是让萧晨有些发愣的原因。太不真实了，那种仿佛从游戏中出现在现实的错位感，在这份美丽上更添了几分神秘。萧晨自问剑谱已经练到了第8层，但还是有些抵挡不住沈红玲全力散发出来的魅力。怎么样，好看吗？沈红玲忽然扭头开口问道。萧晨一慌，随即老实地点点头，好看，要是沈总你一直这样就好了，想必这样大家就不会那么怕你了，是吗？闻言，沈红玲直接眯眼笑了起来。萧晨这话算是变相夸自己漂亮了吧？死！看到这个笑容，萧晨忍不住轻轻吸了口气。沈红玲这一笑让他有些口干舌燥的，丢下一句是的之后，就借由丢垃圾走了出去，然后顺便还在洗手间好好洗了，把脸清醒清醒。刚才有一瞬间，他竟然把沈红玲当成小红娘，罪过罪过！对萧晨来说，游戏就是游戏，现实就是现实，将两者混淆不分是任何游戏人的大忌。看来以后得少盯着沈红玲看了，再看他估计就要破防了。恢复冷静之后的萧晨这才回到了办公室，而此时的沈红玲也恢复了往日的淡定，但那股凌厉的气质却不见踪影，整个人看起来柔和无比。卧槽！跟着萧晨进到办公室的邢经理顿时惊讶地眨了眨眼，他能感觉得到沈总今天心情很好，往日的那种压迫感也弱了许多，让邢经理也不禁放松了些许。沈总，这是今天的报表。他将工作报告递了上去，沈红玲接过来仔细看了看，然后很满意地点点头，很不错。然后还特意鼓励了邢经理几句，并且将这个月销售一部的团建金额也提了一番，这让邢经理受宠若惊，自己竟然被沈总夸了。团建金额倒是其次，在给员工福利这方面，沈红玲从来没小气过，但这番鼓励却让邢经理有些意外，也确定了沈红玲今天的心情确实很好。道谢之后，邢经理就走了出去，而萧晨这时候也已经收拾完毕，跟沈红玲说了一声后，就准备出发去见客户。等等，接着临出门前，沈红玲将车的钥匙扔给了萧晨，开我的车去，下班的时候记得回来接我，这是怕我在外面摸鱼不回来啊。不过沈红玲并没有要求他几点回来，所以萧晨还是应了下来。谈客户大概也就要个2-3小时，那剩下的时间就全由萧晨自己支配了。等萧晨走后，沈红玲打开电脑查看起昨天游戏里投稿的情况。第一期情侣档晒照活动，他跟萧晨昨天拍了不少的照片，他从中选了几张最好看的进行了投稿。下午1点正好是活动截止的时间，点开活动页面，第1名的主角赫然就是轻狂书生跟狐妖小红娘。内容是桃花雨中，他穿着广袖流仙裙舞姿婀娜，而轻狂书生在一旁一脸呆滞，既温馨又浪漫。票数1279万，而第2名只有300来万。两人的照片以碾压式的夺得了魁首。要知道这可是涵盖全游戏的活动，参与人数堪称恐怖，这个第1名的含金量可想而知，奖励也异常的丰厚。狐妖小红娘，相公快看活动，我们第一啊 ！V 沈红玲激动地给萧晨发了条消息过去，并且附上了夺冠的截图。萧晨刚坐上车，就收到了小红娘发来的图片。对这些游戏活动，他并没有什么参与的欲望。这次的活动也一样，他并没有投稿，无他，麻烦而已。但小红娘却不厌其烦地参加各种活动，又干又氪的。不过这次能夺冠，萧晨确实没有想到。轻狂书生哟，那我岂不是又能一饱眼福了？他看过这个活动的奖励，很是丰厚。第1名奖励全游戏独一无二的情侣头衔以及情侣时装，时装是2枚阴阳配的戒指，作用就是能随时随地传送到情侣身边，每日可使用3次。这对萧晨来说是一个福音，以后只需要小红娘跑图就行了，到时候他可以直接传送过去，省事。还有一个奖励就是一段仙级舞曲，剑舞，女方执剑弃而舞，舞蹈结束后会为情侣双方上一层 buff， 效果虽然不会影响平衡，但特效非常华丽。而萧晨之所以会说要一饱眼福，就是因为这个舞曲。永劫游戏里的舞曲都是100%还原真实舞蹈动作，剑舞是，霓裳羽衣舞也是。也就是说，萧晨已经独揽了华国历史上2大名舞，其他人想看也只能去官方的宣传视频里看。至于让狐妖小红娘现场跳一段，不好意思，上一个这么说的人已经被萧晨追着砍了10条街。狐妖小红娘，快夸我快夸我，夸的本姑娘高兴了就给你舞一段 Omega。第22，沈总有喜事。轻狂书生，呵呵，你好棒棒哦。萧晨咧嘴一笑，想让他夸那也得看完舞曲再说。狐妖小红娘，哼，不理你了。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沈红林还是开心地摇晃着座椅。谈成一个9位数的合同，他都不会这么开心。一想到自己能给萧晨跳这段舞，他就忍不住的激动，然后又给萧晨发了条消息：狐妖小红娘，相公你几点下班呀？好想立马跳给你看啊！全然忘记了自己刚才还说不理萧晨的话，而这一点也正是他跟萧晨能成为 CP 的原因，完全不用萧晨哄，不会真的生气，生气也只是在撒娇，然后还偶尔给你磕个648这样的，简直是完美 CP。萧晨也早就习惯了自家小红娘这样出尔反尔的行为，他想了一下后，直接回了一句跟昨天一样：狐妖小红娘，好大只，那我就先去玩游戏了，拜拜。这笨丫头网瘾还真是大呢。萧晨看到后摇头一笑，然后便放下手机，开着车往紫菱院驶去。另一边跟萧晨道别后，沈红林就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了另外一把车钥匙，有件事他需要出去处理一下。路上心情极好的他破天荒的主动跟别人打起了招呼，让看到这一幕的人心里卧槽卧槽的。邢经理说的是真的哎，沈总看起来心情好好。对啊，我还是第一次见沈总这么放松呢。实不相瞒，我进公司也有些年头了，真的没见过沈总这么平和过。有位老员工推了推眼镜，沉声说道：自打他进了公司，沈红林便一直都是一副超强势的姿态，哪怕跟别的公司谈合作都是非常强势，而且就算谈成了一笔9位数的合同，他都没见过沈红林的情绪有任何波动。随着沈红林走出公司，议论声也渐渐大了起来。你们说沈总这么高兴会不会是因为萧哥啊？萧晨吗？难道他又谈成了单子？那沈总也不至于会这么高兴吧？萧哥谈的单子那点钱沈总会放在眼里。也是，该不会是西城区那块商业地皮终于被公司拿下的原因？不会吧？那确实是得好好高兴一下了。确实，都这么多年了，终于拿下了。提出这个猜想后，老员工们一个个的都有些兴奋，而新进员工却一脸懵逼。西城区？西城区不都是一些店铺吗？难道公司有收购那些店铺的计划？一时间，知道内情的人开始议论纷纷。邢经理作为老员工，自然也是知道这件事的。他若有所思的摸了摸下巴。西城区？我记得萧晨父母开的店就在西城区吧？也不知道萧晨知不知道这件事。邢经理的眼中闪过一丝担忧。算了，等他回来问问他吧。好的，您在这里签字就好。再见。萧晨挥了挥手跟客户道别。2个小时，他就凭借着3寸不烂之舌谈下了这单，并且让客户当场签了合同。就这种效率，要是传出去，恐怕不少猎头就要出动挖人了。哈！萧晨回到了车上，然后懒洋洋的打了个哈欠。有时候效率太快也是有坏处的。剩下的时间，萧晨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了。要不去爸妈的店里看看？想到就做。萧晨一打方向盘，迈巴赫就朝西城区开去。夫妻俩的服装店里，1-2名客户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衣橱间，时不时发出赞叹的声音。这家店属实不错，清静优雅的气氛 get 到了我的点，而且这些服装也好好看，不愧是西城区的宝藏服装店。而萧红和苏小小则待在木刻而成的收银台处，说着悄悄话。他们店里是没有店员的，只有老板和老板娘。有人过来询问的时候，萧红才会解释一番。苏小小在一旁辅助，专业的知识和温文尔雅的谈吐让人如沐春风。苏小小的及时补充也彰显专业和默契，让客户听得心甘情愿下，就掏出了自己的腰包。老板，你们这里有没有广袖流仙裙啊？忽然一声不着调的询问传来，正在给苏小小按摩肩膀的萧红抬头，直接笑骂道：你这臭小子，又上班摸鱼是不是？嗨，这不刚谈了个客户，然后顺道来看看你们吗？萧晨嘿嘿一笑。对于萧晨的出现，萧红和苏小小倒是毫不意外，毕竟萧晨不是1次2次在上班的时候来店里看他们了，他们也知道自己儿子是个什么性格，说了几次没用后就没再管他。反正萧晨就算不工作，也能回来继承他们的店，后半生已然无忧了。老板，这件衣服怎么卖？这时，一个正在看衣服的人出声询问。萧红扬了扬头，示意让萧晨去。来都来了，不得为我们分担一下？萧晨无奈地耸了耸肩，他就知道自己来了以后，父母就得偷懒。来了，应了一声后，萧晨便走到客户身边为他开始介绍。不到几分钟就让对方成功当场下单。看着儿子业务能力这么强，萧红和苏小小齐齐摇了摇头，明明这么优秀，却过分咸鱼。是啊是啊。萧晨谈完后，就摊开手，一脸嘚瑟地朝父母走来。这不给我提点分成？苏小小眼睛一亮，可以啊，店都分给你。告辞。见状，萧晨哪还敢要提成，立马扭头就要走。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回去的话正好可以打卡下班。等等，萧红却叫住了他，然后从柜台下面拿出了一件外套。天冷了，添件衣服再走。遵命，我的父亲大人。萧晨拿起外套就套了上去，然后才转身挥了挥手，推门而出。别墅内，沈红玲却遇上了一个难题，该穿哪件衣服比较好呢？这件会不会太小家碧玉了？第23，进击得沈红玲。等萧晨回到公司后，并没有在办公室看到沈红玲的身影，于是打完卡之后就往停车场走去。果然，沈红玲正在车旁边等他，不过却跟他离开公司前的穿着不一样了。原本压迫感十足的职业套装换成了一身日常休闲装，黑长直的头发也自然散了下来，慵懒的耷拉在精致的肩头，修长的裤腿极显身材。看到沈红玲这副穿着，让萧晨不免的眼前一亮，气质内敛再加上柔和的面部表情，让沈红玲看起来跟那种乖乖的邻家少女一样，一点都没有女强人的影子。总裁跟邻家少女之间的差距原来只是一身制服吗？不过萧晨也没有多问，他走过去跟沈红玲打了声招呼：沈总，久等了。没有，我也刚下来。走吧。萧晨点了点头，主动坐到了驾驶位，毕竟自己答应过对方要送他回家了。而沈红玲也自然地坐在了副驾驶，就连萧晨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当司机当得越来越娴熟了。一路无话，萧晨是惦记着早点回去，然后一睹剑舞曲的魅力。沈红玲也没有说话，她右手轻轻按在心口处，感受着这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这就是要见家长的紧张吗？她好奇地眨了眨眼。之前可儿说她谈恋爱的时候见家长特别紧张，但沈红玲却觉得自己并没有林可儿说的那么紧张，只是有些期待和心跳加快而已。最后沈红玲将原因归结于自己现在的身份是萧晨的上司，等下一次见面的时候身份变换应该会不一样了吧。沈红玲看着窗外，然后悄悄编辑了一条信息。叮，萧晨的手机响了起来。正在开车的萧晨趁等红绿灯的时间看了一眼，是小红娘发来的。狐妖小红娘，不好意思啊相公，我今天有个急事，所以可能没办法及时上线了。轻狂书生，没事，你忙完再说，等你。狐妖小红娘，萧晨放下手机，人也放松了一些。既然小红娘没空的话，那他也就不用那么着急了。见他这副样子，旁边的沈红玲在心中默默比了个耶，这样计划的最后一步也就完成了。如果他不上线的话，萧晨也就不会急着上线，因为萧晨说过，没人陪他玩游戏的话，那他也不会玩，所以自己要去家访也就更容易一些。不然萧晨忙着玩游戏，肯定就不会同意他去了。很快，车就开到了沈红玲家这条街上。等萧晨将车停在他家门口后，就等待着沈红玲下车。那明天见，沈总。萧晨松了松安全带，抬头却看到沈红玲并没有动弹，于是就奇怪地问道：沈总还有什么事吗？没事。沈红玲淡淡地挽了挽秀发，我就是今天想去你家看看，去看望一下你的父母，毕竟了解员工的家庭情况，也是一名合格的领导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样才能更好地让员工在公司发光发热。说完后，沈红玲用一副这很合理的眼神看了萧晨一眼，萧晨却有些发懵，什么意思啊？沈总这是要家访啊？这合理吗？这不合理。堂堂一家的一把手，总裁，去手底下一个小小的销售员工家里看望员工父母的，而且要是他把沈红玲带回去，他爸妈万一误会了什么，那岂不是很尴尬？正在萧晨迟疑的时候，沈红玲却一下靠在车背上，很明显在等待萧晨开车。萧晨看着沈红玲，想要在对方脸上看出一丝猫腻，然而对方却一脸淡定的等待着，没有任何其他的情绪外露而出，好像真的是为了体恤员工所以做的家访。行吧，萧晨想不通沈红玲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于是干脆就不想了，误会就误会吧，人家沈总都不介意，他在这矫情个什么事，就当他是真的去家访了。萧晨没有再多想，手刹一松就往家里驶去。沈红玲的表情依旧没有太多变化，但她的内心已经开始蹦蹦跳跳。沈红玲，你简直太聪明了，计划已经初步成功，剩下的就是到萧晨家里了解到他父母的喜好，然后内外兼修，争取早日拿下萧晨。不到10分钟，两人便来到了萧晨家楼下。沈红玲一路上已经记住了路线，距离自己住的地方还挺近的。萧晨停好车后，就打算带沈红玲上楼，但沈红玲又叫住了他：等等，后备箱有一些东西，你帮我拿一下。东西？什么东西？萧晨疑惑地打开了后备箱，然后就被后备箱的各种包装袋给震惊了，其中大部分都是酒，看包装就知道很贵，有的就连萧晨都叫不出名字。除了酒之外，还有一些零食什么的。沈总你要干嘛？
看着这些东西，萧晨脑子里的问号也越来越多。什么干嘛？来看望伯父伯母，总得带点东西吧？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所以就买多了点。沈红林没管他，伸手提了2件出来，然后催促萧晨快拿上。说完后就当前往前走去。萧晨无奈，只好将东西给全带上了。也得亏他臂力惊人，不然还得再跑一趟。回到家后，萧红和苏小小并没有回来，应该是有客户吧。所以萧晨让沈红林将东西放下后，就招待他先坐一会，自己则回房间换了身睡衣出来。这里就是相公的家吗？沈红林坐在客厅里，好奇地打量着萧晨家里，简单且温馨，而且收拾地非常干净，让人顿生好感。看着看着，他就被墙上的全家福给吸引了目光。萧红在左，苏小小在右，萧晨则被2人夹在中间，被苏小小的一双小手揉着头发。一家3口笑得都很灿烂，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感情非常好。真好啊！沈红林看着照片，眼里的羡慕之情快要溢出来了。等萧晨穿着睡衣出来之后，就见到了沈红林看着照片发呆的样子。左边是我爸，萧红右边那个是我妈，苏小小。他走过去，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沈红林轻轻点了点头，收敛了一下情绪，然后就转过身盯着萧晨：不带我去你卧室看一看吗？第24往后余生就由我来照顾相公吧。来都来了，不得带我看一看。于是萧晨就带着沈红林来到了自己的卧室。房间很整洁，桌子上没有可乐罐和卫生纸，除了一台电脑以外，就剩下各种各样的手办人物。看到这些手办的时候，沈红林眼睛就是一亮。这不就是他每次跟萧晨在各种游戏里完成活动后，官方奖励给2人的手办吗？原来萧晨一直都把他们摆在桌子上啊，是不是这样一来就像小红娘陪在他身边呢？看着这些手办，沈红林美滋滋地想着。由于他们参加的都是情侣活动，所以手办基本都是一对，而另一对正摆在沈红林的桌子上。曾几何时，这些手办就是2人美好的回忆，他们陪伴着沈红林和萧晨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可以拿起来看看吗？沈红林看了一眼萧晨，萧晨犹豫了一下，最后点点头。反正沈总也不是那些熊孩子，不会毛手毛脚的弄坏吧。而且这些手办能得到别人的认可，萧晨心里还是挺高兴的，毕竟都是他跟小红娘一起努力得来的。见萧晨同意，沈红林微微一笑，然后也不客气的在众多手办中直接拿起了一个涂山苏苏。看到这一幕，萧晨的心忍不住颤了一下。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手办，也是小红娘最喜欢的手办，因为2人就是在一款叫做狐妖小红娘的游戏中相遇，然后结下了这不解之缘。从此以后，小红娘的网名就叫做狐妖小红娘，而萧晨也成了小红娘的轻狂书生。至于为什么不直接叫涂山苏苏，那是因为完全抢不到。见自家总裁从种类繁多的手办中一眼就认中了涂山苏苏，萧晨心中不免一叹，看来沈总和小红娘不仅长得像，就连爱好都一样。2人如果认识的话，想必也能成为好朋友吧。这一刻，萧晨心中忽然升起了让2人结交的念头，随即又将其打消了。我连小红娘长啥样都不知道，还给人家介绍朋友？算了算了。而沈红林还不知道萧晨要把他介绍给自己认识，他正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小狐妖，对方也正笑语嫣然地回看着他，仿佛在跟沈红林诉说着那无数个陪伴着萧晨的夜晚。我知道的，我都知道的，一直以来辛苦你了，往后就由我来照顾相公吧。在这一刻，沈红林的眼神无比认真，既然上天赐给了他一个机会，那他一定会将其牢牢把握住的。跟自己的本命告别后，沈红林又一一跟别的手办打了声招呼。这些小家伙可都是承载着他与萧晨美好的回忆，虽然另一半都在他家里，但快了，你们很快就能见面了。看完后，沈红林就明知故问地问道，这些手办怎么看起来好像缺一半似的？哦，另一半在我 CP 那里。萧晨挠挠头，也没多想就回答了，只是在看了一眼沈红林的脸之后，又略微不自然地撇过了头。自从那个沈总版小红娘的念头出现，他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一看到沈红林就感觉自己在看小红娘一样，非常的别扭。我就说嘛，这一看就是一对的。听到萧晨的回答，沈红林表面上不动声色地点点头，实际上内心却有些窃喜，看来相公并不介意别人知道他有 CP 啊。咔嚓，这时关门声传来，应该是我爸妈回来了。沈总看完了吗？看完咱就出去吧。等等，沈红林叫住萧晨，然后嗔怪地看了他一眼，你就打算一直叫我沈总吗？要是让萧晨父母这么早知道自己的身份，那接下来对方肯定会难免有些不自然，等他走了以后就无所谓了，所以
他想让萧晨换个叫法。那不然呢？萧晨奇怪地反问。他感觉下班之后的沈红林越来越不像他在公司看的那位霸道沈总了。难道对方也有一下班就放飞自我的性格？叫我红林就行。说完之后，沈红林便一甩秀发，当先走了出去。红林，怎么感觉有些怪怪的？萧晨闻着空气中好闻的洗发水味，眼神疑惑地跟了上去。正在门口的萧红和苏小小见家里灯开着，就知道是儿子回来了。儿子今晚吃什么？你妈我早就想好了。厉不厉害啊？苏小小唤了一声萧晨，并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下午的时候他就确定了晚上吃什么。这对每天都发愁该吃什么的一家三口，属实是一个福音。萧红看着自己妻子孩子气的样子，也跟着温柔地笑了起来。许你半生韶华，回眸仍是少女。然后他俩就看到了从萧晨卧室里走出的沈红林，笑容当时就僵在了脸上。家里怎么多出一个女的了？沈红林本来想主动打招呼的，但是因为对面两人的模样属实有些年轻，所以一时间也愣在了那里。没有确认对方身份的时候，贸然称呼是一种很失礼的行为。于是空气顿时安静了下来，气氛有些尴尬。儿子，你又女装了？最终还是苏小小率先打破宁静，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这一问也让沈红林确认了对方的身份，确实是萧晨的母亲。哇，萧晨的父母这么年轻吗？心中小小的惊叹了一下后，沈红林莞尔一笑，声音清脆地介绍：叔叔阿姨好，我叫沈红林，是萧晨的朋友，这次是来看望他的，冒昧打扰了。说完便双手放在身前，微微鞠了一躬。这时萧晨也从沈红林身后冒出了头，见爸妈愣在门口不动弹，连忙招呼两人进来。在门口干嘛呢？快进来啊！然后就走过去将两人的情侣拖鞋递了过去。啊嘞，那这个不是儿子啊？苏小小看了看萧晨，又看了看沈红林，才反应过来儿子并没有女装，而是他的朋友来看他了，而且还是女性朋友。这让苏小小一时间有些惊讶。萧晨的朋友虽多，但是这还是第一次来家里做客的女性朋友。沈小姐是吧？来来来，快坐，阿姨叫我红林就好了。第25，这孩子身上有故事。众人来到客厅里坐下，苏小小挨着沈红林，好奇的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发现对方漂亮的有些过分了，跟电视里演的一样，跟个大明星似的，甚至还有些眼熟。红林是吧？你是萧晨的朋友？是的，阿姨。沈红林笑眯眯地回答着，温和的表情加上一身休闲装，显得格外具有亲和力，也给萧红和苏小小留下了极好的第一印象。接着苏小小就拉着沈红林开始交流，时不时还发出一些笑声。话说阿姨，你平时是怎么保养的呀？皮肤这么好，我刚差点以为您是萧晨的姐姐了呢，所以没敢先说话。哦吼吼，哪里，你才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子嘞！女人嘛，对自己的容颜看得很重，所以沈红林这一波精准打击，直接让苏小小好感大增。如果这是游戏，萧晨觉得自己母亲头上会冒出16的好感度加1词条，而且看起来沈红林跟母亲很合得来，有说有笑的，光看外表还以为这是一对好闺蜜在聊天呢。萧红对沈红林的出现也挺意外，不过见对方跟自己老婆聊得这么开心，也没有去打扰，而是坐在了萧晨旁边随口问道：怎么样，公司那边没事吧？他还是挺担心儿子又会因为摸鱼被辞退。萧晨点点头，没事，安全得很，毕竟让自己摸鱼的大老板就在您对面坐着呢。他看了一眼沈红林，心中还有些好笑。萧红嗯了一声，然后起身泡了一杯枸杞茶。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就这样，萧红有一搭没一搭的跟萧晨唠着。过了一会后，萧晨抬头看了眼时间，已经要到饭点了。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聊了有1个小时的时间。于是萧晨就起身问道：沈红林，这么晚了，要不吃个饭再走吧？他这是在客气一下，潜台词是想告诉沈红林他该回家吃饭了。没想到苏小小挽着沈红林的胳膊，也出言挽留：对啊，红林晚上就在这吃吧。我跟你说，萧晨他手艺可好了。跟萧晨的客套不同，苏小小很明显是真心想让沈红林留下吃饭的。通过刚才的谈话，他对落落大方的沈红林非常有好感，对方不管聊什么都能侃侃而谈，就算是在服装领域也了解甚多，让苏小小都不禁有些佩服，觉得萧晨这个朋友属实不错。而沈红林正好在苦恼自己怎么才能留下蹭一顿饭，闻言便直接笑着答应了下来。好的阿姨，我也听萧晨说过他手艺好，这次终于能够尝到了呢。这下萧晨傻眼了，自己明明只是客气一下而已，沈总应该能听明白才对。而且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手艺好了？还有你这丝毫不客气的样子，怎么这么像我摸鱼的样子？萧晨的内心顿时有无数槽点
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最关键的还是自己先提出的建议，现在想反悔已经来不及了，好麻烦，要多做一人份的饭了。萧晨无奈地瞥了一眼沈红玲，正好跟对方一双清冷的眸子对上，淡褐色的瞳孔中充满笑意，有一种异样的魅力混在其中，让萧晨不自然地移开了视线。嗨嗨，说吧，你们想吃什么？既然无法拒绝，那就默默承受吧。受苦了，我的小左小右。我想吃鱼。苏小小当先举起手抱菜，随后萧红吹了口袅袅茶雾，也跟着晃悠悠举起了手。俺也一样。当萧晨将目光移到沈红玲身上时，对方同样抿着嘴点了点头。他不介意吃什么，只是喜欢这种大家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很温馨。尤其是跟萧晨，见大家意见一致，萧晨就开始考虑做什么鱼比较好。这时，两道声音不约而同的响起：“不要辣！”沈红玲和苏小小没想到对方跟自己一样也不能吃辣，一大一小两个美少女相视一眼，笑得更加灿烂了一些。见状，萧晨也确定了今晚的口味是什么，于是便转身走进了厨房，而他身后则跟着萧红。做鱼麻烦，我来搭把手。好嘞。萧晨也没客气的递上了另一条厨裙，有父亲帮忙的话，无疑会节省很多时间。过了一会后，萧红的声音从厨房传来：“老婆，你把盐放哪了？怎么找不到了？那不就在橱柜里吗？”苏小小回了一句，结果父子俩还是没有找到。于是苏小小跟沈红玲说了一声后，便气势汹汹地走进了厨房。今天要是让我找到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俩！你找到我和儿子，今晚单吃1勺盐，谢父亲厚爱。等苏小小在柜子里找到盐后，这是啥？这是啥？你俩就等着吃盐吧，我可没说啊，我爸说的。一阵鸡飞狗跳之后，苏小小便如凯旋的将军般回到了客厅里，然后看到沈红玲，又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嘿嘿，让你见笑了。没有，我很羡慕阿姨你们的感情呢。沈红玲摇摇头，笑着摆了摆手，她是真的很羡慕这样一家人能开开心心打闹的感情。可惜自从她的父母离异后，她就再也没体验过这种温馨的感觉了。一时间，沈红玲的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几分落寞。这孩子身上有故事啊。苏小小看着沈红玲这副样子，心里莫名有些心疼，于是心思细腻的她便拉着沈红玲的手，温柔地说道：“以后啊，如果你想来就来吧，阿姨随时欢迎你。”沈红玲看着对方认真的神色，心里顿时被暖洋洋的感觉包裹着。她从苏小小的身上体会到了久违的母爱，于是沈红玲也不再犹豫，抿着嘴重重点头：“谢谢阿姨。”同时，沈红玲心里也下了一个决定，这样一来，攻略萧晨的原因就又多了一个。上菜了。厨房里传来萧晨的呼唤：“来啦！”这一次，沈红玲也跟了上去。第26项宫的厨艺，我打100分。帮忙将饭菜全部端到饭桌上后，4个人坐到了餐桌旁，热气升腾中，清蒸鱼浓郁的香味逐渐扩散开来。哇，好香的样子！苏小小耸了耸鼻子，眼睛亮闪闪地盯着今晚的主菜。清蒸鱼是处理鱼最有营养的一种方式，加一些姜丝、葱丝，上面再放些火腿片，简直都能馋坏隔壁家孩子了。更不用说这道菜还经过萧晨的特别处理，闻起来更加美味。咕噜，沈红玲也被香味勾得偷偷咽了咽口水，这种感觉她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可从来没体会过。那我就不客气了。早就有些饿的苏小小当即就想拿起筷子尝一尝，啪，结果被萧红拍了下手：“洗手去。”哦，于是苏小小就撅着嘴去洗手了。沈红玲也跟在她身后乖乖地将手洗了洗。威严起来的萧红还是挺威严的。见状，萧晨捂着嘴偷笑了2声。等二女洗完手回来后，众人才开始正式用餐。啊呜！沈红玲夹了一口鱼肉放进嘴里，瞬间就被清蒸鱼的味道给俘获了心神。这也太好吃了吧！她给萧晨做的这道清蒸鱼打出了100分的满分。此情此景，此菜此人之下，沈红玲觉得自己吃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鱼，于是她夹鱼肉的速度就逐渐快了起来，一块更比一块快，但动作却丝毫不乱，依旧优雅十足。而坐在她旁边的苏小小早就达到了巅峰手速，想吃什么就吃到什么的幸福感，让这道鱼吃起来格外的好吃。这一幕让对面的萧红和萧晨嘴角一抽一抽的。老婆也真是的，客人面前也不说收敛一些，又要保持优雅，又要跟我老妈抢鱼吃，真是辛苦你了，沈总。两人对视一眼，均有些好笑和无奈，随后也加入了抢鱼大军。再不吃就没了。哥，吃饭后，苏小小捂着嘴打了个异常满足的饱嗝，可能是因为沈红玲的原因，让本来晚上饭量很小的她
今天竟然吃撑了。不得不说，吃饭还是抢着吃才有味啊。今天洗碗的任务就交给我了，谁也不许抢哦。然后苏小小便嚷嚷着要去洗碗。同样吃撑的沈红玲也不会错过这个消化的机会，直接跟上去帮忙。萧红和萧晨对此自然没有什么意见啊，两人动作齐刷的仰躺在沙发上，又同时叹了一口气，满足的气息。果然吃完饭后往沙发上一躺最舒服了。今晚小红娘有事，萧晨也不急着玩游戏，于是便和父亲在沙发上聊起了天。听说最近联盟出手游了，好像是吧？怎么要开黑吗？萧红没事的时候会跟萧晨一起玩游戏，算是父子俩促进感情的一种方式。萧红摇摇头，算了，年轻人的东西我玩不来，我还是去看看《仙剑七》怎么样吧。等苏小小和沈红玲洗碗出来后，就看到了在沙发上瘫都瘫的一模一样的父子俩，一看就是亲生的。滑稽的一幕属实让沈红玲有些忍俊不禁。哈哈，又待了一会后，沈红玲便主动提出了告辞。虽然她恨不得直接住在萧晨家里，但那样未免有些太突兀了。更何况萧晨的母亲都答应了自己可以随时来做客，那沈红玲也完全不用着急。来日方长吗？我送你吧。听沈红玲要走，萧晨一咕噜从沙发上爬起了身。这时天色也晚了，苏小小就没有多挽留，而是叮嘱儿子一定要将沈红玲送到家门口再走。女孩子一个人在外很不安全，尤其是像这么漂亮的女孩子。红玲改天再来玩啊。好的，阿姨。一直坐到车上，沈红玲的脸还有些潮红。今晚不仅知道了萧晨父母的爱好，并且还吃到了萧晨亲手做的饭，这可是他心心念念了好久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可谓是收获满满。而且萧晨与家人之间的那种温馨感让沈红玲着实有些沉醉其中，她也想要融入进去。沈红玲看了一眼正在系安全带的萧晨，带着一丝期待的开口：萧晨，怎么了沈总？在两人独处的时候，萧晨还是忍不住用上了尊称。沈红玲丝毫没有意外，昏暗的车厢里，她的眼睛格外明亮。你以后就叫我红玲吧，在公司理论公司的，在私底下你叫我红玲就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算是朋友了吧？这一番话倒是让萧晨有些意外。总裁要跟我交朋友？他歪头想了想，多个总裁当朋友貌似也不赖，这样一来他以后摸鱼岂不是就更加方便了？萧晨也没有往别的地方想，毕竟以沈红玲的身份也不会图自己什么，可能就是单纯的看好自己，想要结个善缘吧。于是他就点点头，好啊，红玲。这身份一换，称呼的转变也就自然而然了。见萧晨答应，沈红玲脸上的笑容也越发开心。繁星闪耀的夜空下，她那双如水的眸子里倒映着萧晨的面容，那是她全部的念想。很快，车子便停到了沈红玲的家门口。萧晨望着黑洞洞的别墅，终究将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他每次来都没见灯亮过。明天见，萧晨。沈红玲下车后，朝萧晨笑着摆了摆手。明天见，红玲。目送着沈红玲打开门走进去，萧晨才开车回了家。就是停下车之后又一阵牙疼，他现在开的车还是沈红玲的迈巴赫，这也就意味着明早还要去接她。不知不觉间，萧晨竟然有些习惯当司机了。不过想起沈红玲的话，他也没有再计较，毕竟两个人现在应该也算朋友，对朋友萧晨还是挺大方的。在揽这一方面，等萧晨上了楼之后，就看到父母正整齐地坐在沙发上喝着茶。苏小小想尝一口萧红的枸杞茶，于是萧红便分了一半给他。见萧晨回来了，夫妻二人便一齐放下了杯子。苏小小伸手招了招，儿子快过来，快跟妈说一下你这个朋友到底是干啥的。第27，我真的有女朋友。通过刚才的谈话和观察，苏小小明显能感觉到沈红玲不是一般人，尤其是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气质。哪怕沈红玲隐藏得很好，但一些下意识的小动作还是暴露了她极好的修养。而萧红在看到沈红玲的第一眼，就确认了对方的身份不简单。于是等萧晨回来后，苏小小才会问他：哦，他是我公司的总裁。沈红玲并没有说不能暴露身份，所以萧晨直接说了出来：你公司的总裁？那不就是绿洲集团的总裁吗？我说怎么感觉沈红玲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原来不是重名啊。苏小小和萧红对视一眼，均能从对方眼中看到一丝惊讶，自己儿子竟然跟这位女强人成为朋友了，而且对方还专门上门来拜访，有猫腻。想着沈红玲那张极为精致的脸蛋，苏小小的眼睛忽然一亮，要不儿子你去追红玲吧。沈红玲给他的印象很好，并不是传闻中所说的那样高傲无比，相反非常亲和，而且对方还是自己儿子的上司。那这样一来，如果儿子将对方追到手的话，岂不是就能更好的摸鱼了？
而且还解决了儿媳妇的问题，一举无数得。苏小小觉得自己简直太机智了。萧晨无语地看了母亲一眼，这才见了一眼就能想到这么远。该说不说，不愧是他妈妈，就这脑回路，恐怕只有他爸能跟得上吧。果然，萧红也跟着点了点头。你妈说的好像有那么一丝道理，儿子你要不真的试试？我看小姑娘对你有点意思呢。跟苏小小临时兴起不同，萧红是真的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见自己老爸也开始不着调，萧晨只能头疼地捋了把头发，坚决拒绝了父母的好心建议。我不是都说我有女朋友了吗？再说追别人太麻烦了，他追我还差不多。回想起沈红玲绝美的容颜，他又在心里加了一句，就算我追人家，人家也看不上我呀。外面可是一直流传着追沈红玲的人能从魔都一直排到法国的传言，自己只是个什么都略懂一些的咸鱼而已，还是算了吧。见儿子一脸拒绝，苏小小也没多说什么，他耸了耸肩，无所谓的说道，我就是随便说说而已啦。随后他又一脸鄙视的看着萧晨，每次让你找对象你都说你有，那你倒是带回来啊。懒就是懒，还编个女友出来干嘛？我还不知道你吗？一旁的萧红虽然觉得有些可惜，不过也没有太在意，毕竟自己儿子什么性格他最清楚不过了，让他追别人确实有些难。听到苏小小的话后，萧红跟着点头，你妈说的对啊，是，我妈说什么都对，我先上楼了。萧晨摆了摆手，并不想在女朋友这个话题上继续下去。等萧晨回到卧室后，正犹豫要不要开电脑时，小红娘就发来了消息，狐妖小红娘，我好啦，相公随时在哟。沈红玲此时刚洗完澡，头发还没干就迫不及待地联系到了萧晨。轻狂书生，我也刚好忙完，上号。而上号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见识见识剑舞的风采。为了搭配舞台背景，沈红玲上次下线之前特意选取了一片枫叶林场地。狐妖小红娘，相公你直接传送我吧。轻狂书生，好。萧晨看着手上名为爱神的祝福难得绚丽戒指，直接使用了上面的比翼双飞技能，游戏画面瞬间加载并切换完毕。等萧晨再次出现时，面前便伫立着一道倩影。狐妖小红娘，哇哦，这个技能真方便啊，还真得不管多远都能瞬移到情侣身旁。轻狂书生，确实方便，可惜不能在副本里用。萧晨感叹地点点头，又摇了摇头。如果能在副本里用的话，这个技能绝对称得上神技，就是太破坏平衡了。但沈红玲没想那么多，她此刻已经换上了广袖流仙裙，并将时装整体配色调整成了红色，在这枫叶如火的场景里，像一只火精灵一般舞动了起来。随着佩剑的刺出，周围的落叶也随小红娘而动，将剑舞的核心刚柔并济体现得淋漓尽致。舞转回红袖，剑影动人心，一曲剑舞让萧晨看得如痴如醉，一时间他也分不清到底是舞好看，还是那跳舞的人好看，或许都好看吧。舞曲刚一落幕，沈红玲便兴奋地跑向萧晨，狐妖小红娘，怎么样啊相公，好不好看啊？轻狂书生，好看，我没有见过比这更美的舞蹈了。这次萧晨没有卖关子，把小红娘好好的夸了一顿。在他看来，剑舞比霓裳羽衣舞更好看一些，尤其是换上红装的小红娘来跳，简直绝了。狐妖小红娘，嘻嘻，相公喜欢就好。沈红玲得到了萧晨的赞美，开心的在椅子上左右摇晃。她作为第三人称观看了舞曲，也觉得跳得非常好看，无愧于华国舞曲排行榜上的舞蹈。她感觉这首曲子跟自己的性格极为契合，于是沈红玲便动了亲自去学一学这个舞蹈的念头，到时候就能在现实里给相公跳一曲，那会不会很刺激呢？一想到萧晨目瞪口呆的看自己跳这个舞的表情，沈红玲就忍不住笑了起来。轻狂书生，对了，你这个衣服还能换色呢。狐妖小红娘，我也是今天点开的时候看见的呢，怎么样，适不适合我？轻狂书生，我感觉再适合不过了。萧晨看着红衣的小红娘，忍不住截了一张图，然后顺手将其设置成了屏保。接着沈红玲就带着萧晨开始满主城转悠站街，同时将情侣头衔的特效拉满，极为骚包，活脱脱一对非主流街溜子，惹得公屏上又开始对两人一阵口诛笔伐，酸得不得了。萧晨陪着沈红玲胡闹了一会后，两人便互道晚安下了线。狐妖小红娘，啊，后天见啦相公，我会想你的，你也会想我的对不对？轻狂书生，我也会想你的，去吧，晚安。每周五小红娘都会有事，萧晨对此倒也见怪不怪了。他简单的洗漱了一下后就躺在了床上，翻来覆去的却怎么都睡不着，脑海里竟是一个人的影子。第28回不去的印象，沈红玲的影子。自从上次仔细观察过小红娘的游戏人物后，
那张跟沈红玲极为相似的脸直接就印在了萧晨的脑海里，以至于他只要一看到沈红玲，就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网恋对象小红娘。已经出现过好几次这样的状态了，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潜意识的思想作祟，让萧晨在面对沈红玲的一些请求时总是说不出拒绝的话。在听到对方清冷的声音后，才反应过来，自己面对的不是那个在网上热情如火的小红娘，而是现实里自己的顶头上司沈红玲。但毕竟都答应对方了，萧晨也不好反悔，所以他才会带着沈红玲回家，带她参观卧室。在对方笑眼盈盈的跟自己母亲说话时，眼前更是出现了小红娘的身影，两者在不经意间竟然合二为一了。他当时有些出神的想着，小红娘现实里大概也是如此吧。而关于萧晨跟小红娘的网恋关系，两人都非常的默契，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打算奔现，哪怕关系非常之好，那种奔现后惨不忍睹的车祸现场，现在的人只要上网都会知道一些。所以为了维持这段奇妙的感情，萧晨跟沈红玲在网上都会下意识的避开关于暴露自身信息的话题，就算对方不小心说了，也会下意识的忽略。当然，类似小红娘说自己是总裁的话语，萧晨一向是当个梗来看待的。两人的关系就一直维持在网上，丝毫没有越界。如果就这么一直保持下去，可能在未来的某天就会因为对方的一次失联而产生连锁反应，渐渐的便开始疏远，到最后走向网恋的最好结局。熟悉的陌生人，但现在萧晨的生活中忽然闯进了一个沈红玲，一个跟小红娘现在的形象极为相似的女人，这就让他有些魂不守舍了。而且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自己还会跟对方在一个屋檐下共同办公，一直到对方受不了他上班摸鱼，将他辞退后才会结束。不过按照今晚沈红玲对自己说的话，恐怕他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辞退自己的，毕竟两人现在应该算是朋友了。应该算朋友吧。萧晨盯着天花板，口中喃喃自语，脑海中又回想起关于沈红玲的一切，对待工作很认真，生活里却独来独往的一位女强人，现在更是主动跟自己成为了朋友。最重要的是，对方明明是霸道高冷的女总裁，却对自己过分温柔。这样一来的话，除非他自己作死，恐怕跟沈红玲一起共事的时间还会很久，则有点难办啊。沈红玲、小红娘都带着一个红字，自己还偏偏最喜欢红色，这也太巧了吧。算了算了，思想活跃了一会后，萧晨把被子一盖就进入了梦乡。纠结这些问题从来不是他的性格。而另一边，沈红玲却待在灯火通明的卧室里辗转反侧，面前摆放的赫然就是萧晨家里手办的另一半。今晚见了萧晨的父母，对方并不是那种很难相处的人，相反性格极为温和，而且萧晨母亲对自己的印象也很好。这样一来，最难的婆媳关系就很好处理了。再加上萧晨父母之间不加掩饰的恩爱关系，自己既然过了母亲那一关，父亲那一关也应该差不多没问题。接下来就是全力以赴将相公拿下了。沈红玲朝着天花板攥了攥粉拳，眼里闪过胜券在握的光芒。萧晨家里的那种和睦的气氛，一直是沈红玲最向往的生活。一想到自己也有机会融入进去，她就开心地夹住了抱枕。看来得多去相公家蹭蹭饭。话说相公做的鱼好好吃哦，下次有机会我还要吃。想着想着，沈红玲的嘴角就忍不住有些湿润，那清蒸鱼的香味，哪怕她已经洗完澡了，还缠绕在她的味觉里不散去。还有相公以前给我发的白灼虾，一定也很好吃吧。一提到吃的，沈红玲便想起了以前萧晨在深夜给她撒的毒，以后都有机会可以尝一尝了。清蒸鱼都吃了，白灼虾还远吗？可惜明天不能陪相公了。好不容易将自己从美食的边缘拉回来，沈红玲就想起了明天就是星期五，也是她答应那个人回家吃饭的日子，就很烦。明明跟家人吃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为什么她就体会不到呢？啪！沈红玲将灯关上，然后带着这个问题沉沉睡去。这一晚上她睡得并不好，老是梦到自己父母吵架的画面。人小言轻的她只能在一旁手足无措地看着，到后来更是连吵架都懒得吵了。第二天，萧晨来接沈红玲的时候，顿时就被对方的样子给惊呆了。嚯，沈总你昨晚又加班了吗？沈红玲憔悴的样子让萧晨以为对方昨晚回家以后又通宵加班了，心中的敬佩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沈总你需要注意休息啊。看沈红玲一上车就仰面躺在了车座上，萧晨没忍住关心了一下，毕竟这位可关系着自己上班能否快乐的人，万一病倒了就不好了。你叫我什么？沈红玲将眼睛微微睁开，看了萧晨一眼。真是的，昨晚明明答应人家叫人家小田，呸，红玲的。红玲，其实工作倒是其次，你得把身体保护好，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被沈红玲眯眼盯着，萧晨立马从心的改口，
我没事，就是昨晚没睡好。见萧晨如此识趣，沈红林这才闭上眼睛，那一丝杀气也悄然消散。没等萧晨再皮，他已经微微打起了鼾。呼，秒睡！沈红林竟然秒睡！萧晨嘴巴微微张开，有些发愣。看来昨晚沈总确实忙到很晚呢，说睡就睡了。怀揣着又汹涌而起的敬佩之情，萧晨没有再去打扰他，小小的欣赏了一下对方绝美睡容后，萧晨这才将汽车发动，一路上平稳且安静。为了不打扰到睡觉的沈红林，萧晨将自己的车技发挥到了极致，每一次刹车、减速、启动都悄无声息。开快车好开，但这种时候需要的就是微操了。呼，将车停稳后，萧晨双手掌心都有些出汗。他看着丝毫没有被打扰到的沈红林，嘴角微微一翘，就冲我这车技，不给我涨工资都说不过去了。心里想着，萧晨决定待会沈红林醒来就提一下。第29，涨工资？好啊，1倍够不够？伴随着一声轻微的嘤嘤嘤，沈红林便睁开了双眼，眼里还带着些许的茫然。萧晨见状，眼中金光一闪，好机会！听说人刚睡醒以后，别人叫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于是萧晨连忙开口：“沈总，你看我车开得这么好，能不能给我涨工资啊？”沈红林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刚睡得有些沉，听到萧晨要涨工资，想也不想的直接点了点头：“好啊，你想涨多少？1万够不够？”他在知道萧晨就是轻狂书生后，就想给他涨工资来着，这样才能让他死心塌地的留在公司。现在对方主动提出，正好可以给他涨一波。卧槽，1万！萧晨没想到自己随便提一下，对方竟然直接给他把底薪翻倍了。他现在的底薪也只有1万而已，这还是因为他业绩优秀，邢经理专门给他申请的。怎么了？不够吗？不够那2万。沈红林见萧晨没回复，以为他嫌少，于是又翻了个倍。要知道这可是底薪，提成是另算。够了够了，老板大气。萧晨没想到沈红林这么大方，一言不合又要加钱。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心，他只能含泪同意了沈红林的意见。那就这么定了。说完后，沈红林就下了车，跟萧晨说了会话，他清醒多了。反倒是萧晨现在有些迷糊，这法子还真好使，要不要下次再有机会跟沈总提一下在办公室玩游戏的事呢？萧晨田不 let him 不要之 by 齿 li in 的想着，然后跟了上去。跟昨天一样，两人还是一前一后的踩点走进了办公室。看到这一幕，众人的眼神均有些怪异。我用老邢的私房钱发誓，沈总和萧哥绝对有问题。销售一部的几人低声讨论着。连续2天了，萧晨和沈红林都是一起来的公司，说没问题他们都不信。去，再在背后议论沈总，我可扣你们工资了呀。还有阿红，你个臭小子，怎么知道我有私房钱的？邢经理走过来，一脸黑线的阻止了众人的讨论。哈哈，老邢你那点私房钱谁不知道啊？哈哈，阿红嬉笑着跟邢经理打了声招呼，其他人也跟着笑了起来。邢经理待人温和，对员工也好，所以整个公司就属他们部门的氛围融洽，相互之间也会开一些玩笑。呸，酒后戏言不知道吗？快点干活去！老邢笑骂了一声，然后将众人赶去工作，然后才略带忧虑的看了一眼总裁办公室。昨天他想赌一下萧晨，然后跟萧晨说说西城区的事情来着，结果对方一回公司就打卡走人，连办公室都没回，所以老邢并没有见到萧晨。没办法，他只能在萧晨的公司微信上留了言。私人微信老邢还没来得及加，但见萧晨刚刚的表情，很显然并没有看到他留的言，不然就会过来询问他了。这让老邢忍不住咬了咬牙，这臭小子一下班就不看公司微信了。不过他并没有着急，他估计萧晨待会就会看到消息，主动跟他联系了。老邢，文件发你了，你抽空看看。行，我现在看一下。又看了一眼办公室后，邢经理起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开始办公。而另一边，销售一部的经理王志刚却将萧晨和沈红林又一起到公司的事情编辑了一下，然后给一个人发了过去。没过几分钟，对方就回复了一句：知道了，辛苦不辛苦不辛苦，为公司服务。汇报完毕后，王志刚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这是老董事长临退休前私底下给他安排的一个小任务，将沈红林在公司的变动汇报过去。唉，老董事长太辛苦了，都退休了还要操心公司的事。默默敬佩了一番后，王志刚也回到了自己的部门，开始安排今天的工作。至于老董事长怎么处理这件事，
那就不是他能知道的事情了。另一边，沈凌将手机放下，指尖轻点了2下桌面，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红玲可能又发现什么好苗子了吧？他知道沈红玲很惜才，之前那个叫什么可儿的小姑娘，他还有些印象，挺优秀，所以对于萧晨的出现，他没有意外。一个员工而已，业绩再好也只是员工罢了。反倒是今晚跟女儿吃点什么，让这位曾经叱咤魔都商界的大佬皱起了眉头。吃点什么好呢？萧晨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存在被沈红玲的父亲知道了。他刚坐到工位，登录上公司微信，就看到了邢经理给他发来的消息。西城区的商铺即将要被公司收购。萧晨皱了皱眉头，自己父母的服装店就开在西城区，但自己从来没听父母说过自家店要被收购的消息。不行，我得问清楚，如果公司真的要收购自家的店，那他就得提前做好准备了。萧晨抬头看了一眼沈红玲，对方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不好再打扰，于是就起身走出门，找到了邢经理。老邢，你说的真的假的？他来到邢经理身边，低声询问着。老邢左右看了看，也低声回答，应该是真的。你是不知道昨天沈总心情有多好，竟然跟我主动打招呼了。这么多年来，我也就见过一次沈总心情这么好的时候。你说除了公司的这个10年计划成功以外，还有什么事值得他这么开心？老邢的表情很笃定，仿佛知道了什么天大秘密一样。然而萧晨听完后却露出了怪异的表情。沈总昨天心情好，本来他的心情还是有些慌的，但听到原来只是老邢的猜测，再加上昨晚沈红玲在他家的表现，让萧晨莫名的感觉沈红玲心情好不是因为什么10年计划，而是因为要去他家拜访的原因。谢了，回头请你吃鸡蛋灌饼。但不管事实如何，老邢也是好心一片。萧晨道了声谢后就回到了办公室。第30年收购计划被沈总掐了，靠，就鸡蛋灌饼，记得多加2个蛋。老邢愤懑地冲着萧晨的背影喊了一声，对方比了个 OK 的手势。见状，老邢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倒也没有过多的去担心萧晨的家庭问题。他相信萧晨只要提前知道了，就能处理好这种事，这是萧晨一直以来给他的感觉。谋而后动，动必成功。萧晨回到办公室后，也没有打扰沈红玲，这种事情还是先问问自己父母比较好，毕竟他们也不会骗自己。妈，豫州集团要收购咱家的店铺了。哦，你说这事啊？之前好像有过一次来着。苏小小秒回，看来店里不是很忙，听说是要规划什么新的娱乐广场，要把这边盘下来，3天2头就会派人过来跟我跟你爸谈合作。后来好像整体超出预算了，就没再过来了。怎么了儿子？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苏小小很奇怪萧晨会问这事儿，他很清楚记得自己并没有告诉他。难道是老公？苏小小看向一旁围观的萧红，老公你跟儿子说了？萧红摇头，没有啊，当时咱不是都拉钩了吗？我怎么可能会说？就像在外的儿女对家里都是报喜不报忧一样，其实在家的父母也都是对儿女报喜不报忧的。当时绿洲集团来收购店铺的时候，萧晨正在上学，所以2人就决定不跟他提这件事，怕影响到萧晨的学业。现在就无所谓了，知道就知道吧。我公司的一个领导跟我提了一下这件事，我是刚知道的。这时萧晨的回复到了，又简单的跟父母问了2句后，就坐实了他的猜测。沈总昨天高兴果然跟拿下西城区没有关系，那就这样吧，我去工作喽。好的，最近气候干燥，记得多喝水。放心吧老妈，我就在饮水机旁坐着呢。萧晨将手机关上，然后抬头看向了沈红玲，对方正在纸上写写画画的，看起来很忙，待会还得跟红玲确认一下这件事才行。如果真有什么事情的话，没有什么比直接问沈红玲更方便的了。做了决定后，萧晨低头开始整理报表。昨天谈的那个客户还需要他去跟进一下，完事之后物色一下新的客户。而沈红玲此时在纸上写下了几个娟秀的字：业务拓展。他有一个想法，不过现在他还拿不定主意，所以想先做一个计划出来，分析一下其中的利与弊，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实施。也不知道相公能不能接受呢？沈红玲在纸上点了点，抬头正好看到了萧晨认真做报表的样子。算了，回头在网上问一问相公吧。将拓展计划书放到一边，他开始忙起了其他的事情。今天是周五，有很多需要交代和收尾的工作，只要忙完 Q3 的最后这段时间，那他基本就没什么事情了。到时候就算跟相公在公司打游戏也未尝不可。于是办公室里的2人便开始各忙各的，一时间只剩下了敲击键盘的声音。很快时间就来到了中午，终于搞定了。沈红玲长长的伸了个懒腰，曼妙的曲线完美的展露了出来。
正巧这时候萧晨也忙完了，将这一美景尽收眼底。虽然跟总裁在一个办公室办公是严肃了一些，但就冲着养眼的程度，血赚！暗自赞叹了一声沈红林的身材之后，萧晨便移开了目光，欣赏一下可以，看多了就有些不礼貌了。沈红林当然也察觉到了萧晨的视线，不过并没有在意，而是起身招呼萧晨：“走吧，今天去公司餐厅吃。”由于两人沉迷工作不可自拔，所以时间有些晚，现在订外卖的话有些迟，正好萧晨也打算去食堂吃，于是两人便一起走向了餐厅。沈总好。你好。一路上许多认识沈总的人都纷纷向他打招呼，然后便看向了跟在沈红林身边的萧晨，眼里充满了好奇。这个帅哥是谁啊？好帅哦！许多大胆的女生更是对萧晨的背影露出了花痴的表情，但碍于沈红林的气场压制，没有一个赶上去要联系方式的。这些目光沈红林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出门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烦恼，但他丝毫不担心会有什么人把自家相公拐跑，能拿下萧晨的也只有他。这是来自魔都绿洲集团总裁的自信。怎么感觉红林忽然自信了？萧晨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沈红林，不知道对方为什么走路都开始带风了。到了餐厅之后，已经开始有人吃完饭往回走了。作为魔都数一数二的公司，绿洲集团的餐厅装修的极为华丽，听说还是沈红林专门请人来设计样式搭配色调的，为的就是员工在就餐时能更加的舒心，会对公司产生归属感，而且做的饭菜种类很多，价格也很实惠。反正萧晨倒是挺喜欢来餐厅吃的，要不是因为懒，他估计每天都会来这里吃。打完饭之后，萧晨和沈红林便面对面坐了下来，两人都没有说话，而是安静的吃着饭，配上餐厅暖色的色调，气氛看起来很是融洽。见吃的差不多了，萧晨就开口问道：“沈总，我听说公司有做收购西城区商业街的计划，餐厅也是公司的，所以符合在公司称呼沈红林为沈总的约定。”沈红林嗯了一声，然后拿纸巾擦了擦嘴。今天吃的有点饱，每次跟萧晨吃饭他的胃口都会好很多。然后他才不紧不慢地跟萧晨说起了这件事，是做过一个10年计划，而且最近重启了，已经成功了80%，那岂不是很快就能全部收购完工了？萧晨有些诧异，那为什么他父母没有收到收购的通知呢？然后呢？然后被我掐了。沈红林说的轻描淡写，语气就好像丢了2块钱一样的平淡。第31，你分明就是想我了。哈，萧晨更懵了，计划都已经实施到80%了，说掐就掐了，这又不是订外卖，已经下单了，然后不想要了，就取消了订单这么简单。为什么要掐呢？因为我觉得不合适，所以就掐了。看沈红林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萧晨顿时无语了。其他人没有意见吗？像这种计划一般都会有很多人参与进来，沈红林说掐就掐了，难免会有人有意见。没有，就算有也不会说出来。再说我沈红林行事，何须向他人理解？沈红林双手交叉撑住下巴，嘴角微微勾起，一股强大的自信感扑面而来，让萧晨看得一时间竟愣住了。这样的沈红林未免有些太惊艳了吧？不过既然对方已经将计划掐掉了，那这件事应该算过去了，所以萧晨也就没有太过操心这件事。嗨，沈总牛逼！他咳嗽了2声，掩饰一下自己的失态，然后见沈红林也吃完了，便站起身说道：“走吧，沈总，该回去上班了。”好。看萧晨没再追问，沈红林心底也悄悄松了一口气。其实这件事哪有他说的那么轻松，只不过为了不打扰萧晨父母的生活，这点麻烦完全不叫事。他不主动说，萧晨也自然不会知道是因为他的原因才导致了这个计划的搁浅。回到办公室后，萧晨简单收拾了一番，既然父母的店铺没事，那他就能安心工作了。沈总，我下午要去见一个客户。萧晨没有休息，跟沈红林说了一声之后就准备出门。男的女的？男的。去吧。行如流水般的对话了一番后，沈红林便放人了。对了，今天下班之后不用送我了，我要去另一个地方，记起今晚要去跟父亲吃饭。于是沈红林又补了一句，他怕到时候萧晨会回公司等他。好的，您注意安全。萧晨没有多问，不用送沈红林的话，那他下班之后就不用回公司了，到时候直接在钉钉上远程打卡之后就能直接回家，简直不要太爽。来到车库后，萧晨下意识地掏出了迈巴赫的钥匙，忘记还沈总钥匙了，但上楼又有些麻烦，于是他就跟沈红林说了一声：“沈总，你的车没事，你开走就行。”
旁边那些车也是我的。还有，叫我红菱。好的，红菱。再见，红菱。萧晨看了一眼旁边的各色跑车，然后就开着迈巴赫就出了门。他就不应该操这个心。至于他自己的车，已经快被他遗忘了。没办法，不能给公司丢脸，不是吗？主要是为了公司的牌面。很快，萧晨就抵达了跟客户见面的地方。看房、讲解、吃饭、忽悠，一番天花乱坠的话术之后，这一单也被萧晨成功拿下。虽然金额不是很大，但也算一笔业绩。将单子报上去之后，萧晨才松了松领口，喝了口水。奇怪了，为什么最近的客户都是男客户呢？这几天上头分给他的客户资料基本都是男性，这让萧晨有些纳闷。要知道以前分给他的客户有 80% 是女性。没办法，萧晨的颜值太能打了，一般的姑娘根本忍不住，所以萧晨只要出手，基本都是100%的成功率。当然，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小小的烦恼。陈宝有空出来喝茶吗？正好我最近又想买房子了呢，你来给我介绍介绍。你那是要买房子吗？你分明就是查我的身子。不好意思啊，红姐，我这边正在见客户呢。下次吧，下次一定。坚定地拒绝了一个富富的大自己20岁的姐姐之后，萧晨直接将公司的手机关机，决定回去以后跟信息部门的人好好说说，让他们下次分客户的时候均匀一些，要雨露均沾。每次都是男的，这谁受得了？虽然男客户也不是不行，但这里面需要的技术成分有点高，让萧晨觉得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还是攻略女客户来的更快一些。不过这件事等下周一再说吧，现在我已经下班了。萧晨吹着口哨，朝着西城区驶去。难得下班这么早，他打算去父母店里帮帮忙，顺便讨论一下今晚吃什么。唉，这真是个世纪性难题啊。下午6点，沈红林下班之后，他便直接开着车来到了自己父亲沈林所在的住所。小姐来了，快进来吧，老爷已经在等你了。好的，谢谢福伯。沈红林跟管家打了声招呼后，就继续往前走去，而他的父亲也的确已经坐在了长桌旁。等沈若秋看到沈林的表情之后，忍不住皱了皱眉。哪怕看到他来了，自己父亲仍然保持着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这让他脑海里不自觉地想起萧晨的母亲苏小小看到萧晨时热情的模样，那才应该是正常父母见到儿女的表情才对。来了，坐吧。这语气也依旧是毫无感情。沈红林强忍着情绪坐在了离沈林很远的对面，对此沈林也已经习惯。啪啪，他拍了拍手，丰盛的晚餐就被端了上来，都是沈林按照以往女儿喜欢的口味来安排的菜系。然而沈红林却一点胃口都没有，冷清的餐桌上只有父女2个人，哪怕食物升腾的热气都没有驱散这凝固的气氛。沈红林象征性的夹了几口，然后就将筷子摆到了碗后面的桌子上，预示着我吃饱了。对面的沈林则默默记下了他刚才吃的那些菜后，继续吃了起来。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沈林从小要求沈红林要做到的礼数，一直到现在他都严格要求着，认为礼不可废。沈红林则安静地坐在原地，默默等待着沈林用餐完毕。也不知道相公现在在干嘛，有没有想我呢？实在无聊了，沈红林便想起了萧晨，嘴角也跟着微微勾起。而沈林专门用餐，并没有看到这一幕，不然他那古井无波的心境绝对会泛起涟漪。他的女儿有多少年没这么笑过了？等他吃完后，沈红林也恢复了原样。走吧。沈林擦了擦嘴，带着沈红林来到庭院。庭院中心的喷泉呲呲运作着，散了一会步后，两人在一处亭子里坐下，开始了第2环节。林家的公子，你们还联系吗？第32古板的沈府，聊了2句就互删了。沈红林挽了挽秀发，眼神飘忽地看着喷泉起起落落。最近每次跟父亲吃完饭之后，对方都会问他感情方面的问题，更是会介绍一些跟他家背景差不多的公子哥给他，想让他在感情这方面发展发展。对于沈林来说，现在公司已经趋于稳定，沈红林也已经步入了正轨，是时候该找另一半了。在他的观念里，沈红林终究是一个女儿身，很多商业上的东西还是交由男人会更好负责和处理，他也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女婿来继承家业。哦，听到女儿对那位川省林家的公子不感兴趣，沈林淡淡的哦了一下，倒也没有多说什么。虽然自己想找一个女婿，但一切的前提是女儿能够接受，如果女儿不接受，那确实没必要继续了。在感情问题上，沈林的观念倒是没那么死板，他不想让女儿在家庭方面走了他的老路，只要女儿觉得可以，那他自然就没什么意见。当然，要想进他家的门，没有一些能力也是不行的，起码要让他觉得可以将女儿托付给对方。那我再帮你问问看吧。
你也老大不小了，是时候该考虑一下感情方面的问题了。说到感情，沈凌的话也多了起来。沈红林没有说话，而是默默听着，因为他知道，就算他不想聊这方面的话题，自己父亲也只会继续说。从小到大就是如此，他父亲总是对他说，这是为了他好，这让已经有了独立思考能力的沈红林很是厌烦。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而且就以他的条件，还用得着父亲催婚吗？以前没有合适的，只是因为他看不上而已。再加上现在有了萧晨，他就更对那些所谓的公子哥没有兴趣了。不过沈凌的话也提醒了沈红林，他如果要跟萧晨结婚，那萧晨就得过了他爸这关，毕竟是从小把自己养大的父亲，终究绕不过他的意见。而沈凌的目光，作为女儿的沈红林非常清楚，等闲之辈完全不会被他放在眼里。哪怕沈红林知道萧晨很优秀，只要给他一个舞台，他就能绽放无穷的光芒。但以萧晨现在的佛系情况来看，恐怕很难过得了自己父亲这关。自己父亲最讨厌的就是混吃等死的那类人，还得推相公一把呀。沈红林眼神一凝，为了跟萧晨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他脑海中的那个计划被他重新提上日程。哪怕相公躺着，自己都能把他送上人生巅峰的计划。作为绿洲集团的总裁，沈红林有自信完成这个计划。对了，明天国宾那边有个宴会，你看你要不要去参加一下？就在沈红林默默完善计划细节的时候，沈凌突然问了一句。沈红林原本想随口拒绝，这些宴会在公司稳定下来后，他基本都是能不去就不去的。相公说的没错，贾校确实很累，但沈红林转念一想，自己可以带萧晨去啊。对于萧晨来说，这完全是一次拓展交际圈的机会。要知道，能邀请沈红林去的宴会，基本都是混迹在商界的大佬才会参加的。如果相公能在宴会上认识几个朋友，那对他未来的发展很有帮助。于是沈红林便轻轻点了点头，好，我明天会去的。听到女儿同意，沈凌也没有意外。自从将公司交给沈红林之后，这些方面的事就不用他操心了，毕竟是自己手把手带出来的女儿，他很放心。说完了宴会的事情，空气便重新安静了下来，好像也没什么可以说的了。看着渐渐沉落的夕阳，沈红林稍微放松了一些。那我就先告辞了。路上小心点。虽然想跟女儿多聊聊，但沈凌也没有出言挽留。对方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能每周五回来陪他吃吃饭，他就已经很满足了。沈红林临走前，看着父亲的背影，还是忍不住轻声说道：“那你也注意身体。”唉，好。一句话，让沈凌一直板着的脸也微微融化了一些。这就够了，不是吗？等沈红林回到家后，先是完善了一下计划，然后就用小红娘的身份联系上了萧晨。狐妖小红娘，相公，我回来了。轻狂书生，没什么事情吧？狐妖小红娘，没有呢，就是我明天还要出去一趟，所以可能没办法陪相公玩游戏了。轻狂书生，没事，正好我明天睡个懒觉。狐妖小红娘，嘻嘻，那相公早点睡吧，晚安么么哒。轻狂书生3，晚安。跟小红娘聊完后，萧晨就将手机放到了一边。他倒是没那么大的网瘾，一般只有在小红娘在的情况下，他才会玩游戏。听到明天小红娘没空，那他也不打算上游戏了。明天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然后看看是去父母店里帮忙，还是出去溜达溜达。听说魔都的枫叶公园快开放了，自己倒是能提前去采点。枫叶如火，连绵不绝，想来是很漂亮的吧。一想到那个画面，萧晨就忍不住想到了在永劫中小红娘一身红装翩翩起舞的身影，那一曲剑舞属实让他有些欲罢不能，尤其是搭配上红色的广袖流仙裙，简直人间一绝。不行，等小红娘有空的时候，得拜托她多跳2次。萧晨枕着手臂，轻轻哼起了剑舞的旋律，然后就想到了小红娘的人物角色，以及那张酷似沈红林的脸，也不知道红林现在在干什么。旋律戛然而止，萧晨又想到了那漆黑的别墅，不免对这位总裁下班之后的事情产生了一丝好奇。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正想着，萧晨的手机便响了起来，拿起一看，正是沈红林的手机号码。两人在确认朋友关系的时候，就已经交换了私人的联系方式。咦，这大半夜的，找我有什么事吗？没有犹豫，萧晨将电话接了起来。萧晨，你明天有没有空？第33，我也想低调，可实力不允许啊。有啊，怎么了？陪我去参加一个宴会吧。那啥，我妈忽然叫我明天去店里帮忙，所以我明天应该没空了。不好意思啊，红玲。听到是宴会，
萧晨直接撇了撇嘴，果断拒绝了，跟着沈红林去宴会。他是嫌麻烦不够多吗？他可不想被那些从这里排到巴黎的人盯上。另一边，见萧晨拒绝的这么干脆，沈红林愤愤地咬了咬牙，臭相公，都不考虑一下就拒绝了吗？为了让萧晨陪自己去，他只好继续说道，如果你陪我去的话，我可以做主，将你参加宴会的时间算在工作时长内，你可以随时调休。萧晨一听，耳朵立马支棱了起来。这么一来的话，那他也不是不能去，反正自己明天没事干，大不了去了吃吃喝，离沈红林远一些，然后吃完了找个角落一猫打游戏不就成了？再说宴会起码也会举办半天，自己去的话既能白嫖一顿饭，还能调休半天，简直写赚啊！越想，萧晨越觉得可以，于是便咳嗽了一声，嗨，其实吧，调不调休的无所谓，主要是为了帮红林你。这么说你答应了？唉，没办法，谁让咱俩是朋友呢？萧晨说的大义凛然，好像刚才干脆拒绝的是别人一样。这厚脸皮的竟让沈红林偷偷一乐，嘻嘻，他很清楚萧晨的软肋是什么，换做其他人还真不容易请动他。然后沈红林就跟萧晨约定了一下时间，行，那我明天下午过去接你。好嘞。聊完后，两人便挂断了电话。第二天，沈红林起了个大早，将自己的计划好好完善了一番，然后通知了一下各部门经理，下周一早上开会之后，就开始为晚上的宴会做准备。虽然他本身已经够美了，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跟萧晨一起去，他不介意再美一些。很快，装扮精致的沈红林便开车出了门，不一会就到了萧晨家楼下。我到了，你下来吧。马上。萧晨给父母留了言之后，就直接下了楼。不过跟沈红林的精致不同，他虽然也正经穿搭了一下，但很明显在配色上选择了低调，毕竟他是去混吃混喝的，抢了沈红林的风头那就不好了。但是沈红林看到后却直摇头，不行，你这太低调了。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虽然已经够帅了，但是太中规中矩了。这次他去宴会的主要目的，可是为了让萧晨多交几个朋友去的，这么低调可不行。当然，沈红林也知道萧晨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无非就是想在宴会上低调一些，吃饱喝足之后回家，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不过这就跟他的目的相悖了。于是他一打方向盘，朝最近的一家知名服装店赶去。趁现在还有些时间，我带你去配一身衣服吧。啊？为吗？我觉得我这身很好啊。萧晨疑惑地问道。他不信沈红林预判到了自己是想去混吃混喝的。沈红林随口回答，太低调了，不够帅。理由很直白，也很强大，让萧晨一时间竟无语反驳。总不能说他是故意这么穿的吧？其实论帅的话，我觉得我带张脸过去就够了。萧晨发挥不要脸的劲，极力想要挽留自己的穿搭权，最终却以失败告终。走吧，这家店的衣服还是很不错的。来到一家名为 Relax 的服装店后，沈红林就带着萧晨走了进去。看着琳琅满目的高档服饰，萧晨撇撇嘴，还不如我家的呢。以他的眼光，这家店的设计水平只能说还不错，但还比不上他父母设计的。不过来都来了，他也只能在沈红林的要求下开始各种试装。来，试试这些。事实证明，网恋了这么久，沈红林已然成为了最了解萧晨的人，再加上他本身眼光就不错，很快就在众多衣物中挑选了2套出来，都非常适合萧晨，将他沉稳的气质和挺拔的身姿体现得淋漓尽致，让旁边等待的女店员都看直了眼。我们都经过严格的训练，一般不会这样，除非特别帅。就连沈红林也忍不住的惊叹，看来相公说的没错，他简直太低调了，简直就是个行走的衣架子。人靠衣装这句话是一点都没错。萧晨理了理领口，对周围的目光已经有些麻木了。没办法，长得帅的人都有这点烦恼。最后，沈红林还专门给萧晨量身定制了一套衣服才罢休。回到停车处，沈红林又上下打量了一下萧晨，这才满意地点点头。这样子还差不多。就算在他的那个圈子里，萧晨的帅气也是独一份的。光凭外表，沈红林就相信萧晨今晚必将是那个最靓的仔。走吧。很快，两人就来到了魔都最顶级的国宾大酒店。宴会在酒店顶楼举办，能上顶楼的，没有点身份，就算再有钱也进不来。在服务生的带领下，沈红林直接推门而入。时间刚刚好，会场内人来人往，平常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各个集团负责人随处可见，他们聚在一起谈笑风生，聊人生聊合作，气氛很是热闹。然而
在沈红林出现的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她身着红色晚礼服，踩着高跟鞋，面带微笑地走了进来。精致的容颜，强大的气场，让会场中心的金银吊灯都黯然失色。看到她的时候，几乎在场所有人的眼神里都浮现出一层火热。这便是魔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绿洲集团总裁沈红林的盛大登场。没有 BGM， 没有聚光灯，他就往那里一站，就已经成为了全场目光的焦点。沈总怎么来了？稀客呀！能见到沈总，真是三生有幸。看着艳压全场的沈红林，人们对这位传说中的大佬印象更加深刻，但他们也很意外，沈红林会出现在这次的宴会上。第34我才是 boss。 类似这种宴会，一般1个月或几个月就会有一次，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公司之间、家族之间的联系，几乎对所有人都是很有好处的那种。而且宴会是他们自发组织的，知道宴会的人基本上都是默认来参加，但沈红林却因为不习惯这种氛围，参加了几次后就基本没怎么来过了。那些抱着在宴会上偶遇沈红林的人，每次都见不到他人。这次沈红林的忽然出现，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机会啊！而会场里很多打扮帅气的公子哥在看到沈红林后，精神瞬间一振，觉得自己这次来参加宴会简直是中了头奖。这位可是魔都最出名的女强人，集美丽、智慧、财富于一身的女人。最重要的是，她还单身，这就成了许多单身男士的终极目标。抛开沈红林本人倾国倾城的容貌不谈，就说只要跟沈红林搭上关系，那对他自己亦或是背后的势力都是极大的助力。但平常他们连见沈红林一面都做不到，更别谈进一步发展了。现在竟然能在宴会上碰到，简直是天赐良机。此时不动，更待何时？结果这些人刚走了2步，就又停了下来。他们发现沈红林竟然不是一个人来的。沈总旁边的那个男人是谁啊？这时人们也注意到了沈红林身边的萧晨，哪怕站在沈红林旁边，这个男人也依旧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光芒，面相很陌生，却格外帅气，尤其是那种内敛的气质和深邃的目光，有一种让人想要探索一番的冲动。关键是他们2人站在一起，完全称得上郎才女貌，简直不能再般配的那种。这就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也让更多的目光逐渐从沈红林转移到了萧晨的身上。众人心底都有同样的疑问，这个男人是谁？他凭什么站在沈红林的身边？无形的压力悄然间降临到了萧晨的身上。面对众多气质不凡的人物凝视，萧晨却丝毫不怯场，保持着礼貌却又不失风度的微笑，陪着沈红林慢慢向前走去。你们都是第一次做人，而我却是第2次。谁才是 boss？ 我才是 boss。 所以萧晨虽然是第一次参加这类的宴会，但在心态上已经完胜了在场的所有人。一旁的沈红林见萧晨这副自信的姿态，不免在心中给相公点了个赞。不是谁都能在这种场合下表现得如此自如，看一下那些角落里手足无措的年轻人就知道了。沈红林不用猜都能知道，这些人是家族里派出来见见世面的。对比之下，就更能体现出萧晨身上的可贵之处。沈红林暗自开心，不愧是你呀，沈红林，眼光就是好。很快宴会便开始了，许多早已经按耐不住的人就朝萧晨这边走了过来，他们迫切地想要知道萧晨的身份，这个看起来就不一般的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而此时的萧晨却无暇顾及其他，他带着沈红林穿梭在各项美食之间，像极了跟女朋友在美食街逛街一样，这里吃吃，那里尝尝，偶尔还品头论足一番。该说不说，这种顶级的宴会就是不一样，许多食材我在外面都买不到呢。萧晨有些感叹。是吗？沈红林却不以为然地皱了皱穷鼻。我觉得还是你做的鱼最好吃了。一想到上次吃到萧晨做的鱼，他就觉得眼前这些食物索然无味。萧晨被沈红林这么一夸，心里难免有些得意。那必须的，我只是在感叹他们的食材好而已，又没说他们做得好。那你下次再做给我吃了。那得看我想不想做了。2人在这边有说有笑的，看起来关系十分密切。很快就有人走了过来。好久不见啊，沈总。沈红林和萧晨回头一看，一个打扮得一丝不苟的男人正带着浅笑站在他们身后。看到来人，沈红林还有些意外能在这里碰上他。这位就是他父亲给他介绍的那位林家公子，林真，是一个跟他家集团差不多量级的公司继承人，也是见过沈红林之后就成为了他的追求者之一的人。可惜完全不是沈红林的菜，聊了2句就没有后续了。好久不见，林先生。伸手不打笑脸人。沈红林回了林真一个职业微笑，然后跟他客套了2句。
就反过身继续品尝美食。刚跟萧晨聊鱼聊得他有些饿了，林真倒也没有在意。他这次过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萧晨。这位先生，请问您贵姓？免贵姓萧。萧晨的萧。萧晨带着沈红林同款的微笑，跟林真握手示意。姓萧？江省的萧家吗？不对。林真听到萧晨的姓氏，脑海中迅速闪过熟悉的几个萧家继承人，却没有找到一个叫萧晨的，这让林真又打量了萧晨一番。外表就不说了，帅得连他这个男性都有些嫉妒，而且内在的气度不凡，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大家风范。这种人要不就是家庭背景极好，要不就是个人修养极高。毫无疑问，这两类都是值得结交的人。虽然还不确定萧晨的身份，但就冲萧晨这个人，就值得林真去交好一番了。打定主意后，林真就开始跟萧晨攀谈起来。正好萧晨吃的有些撑，两人便聊起了天，从国家大事聊到个人小事。凭借着两世为人的丰富经验，萧晨不管聊到什么都能侃侃而谈，并且还拥有自己的见地理解，让林真听得不住点头认同。要知道，就算他这种出生便在罗马的人，都没有这般丰富的见识。大家明明都是同龄人，甚至萧晨还比自己小几岁，凭什么？这让林真越发觉得萧晨这个人的不凡之处。到后来，沈红林也加入了倾听的行列。哇哦，相公原来懂得东西这么多吗？太厉害了！渐渐的，沈红林和林真看萧晨的眼神就有一些崇拜的意味，这是只会在同龄人当中出现的一种情绪。萧晨，咱们加个联系方式吧。第35，这香水都腌入味了吧？到后来，林真主动提出了想要加萧晨为好友。没问题，萧晨爽快地答应了。林真给他的感官并不坏，相反让他觉得很舒服。毕竟现实不是小说，没有那么多脑残上门求打脸。实际上，类似这种顶级的富二代，在礼仪和修养方面都做得非常优秀，并不是小说里说的那样全是纨绔子弟。看着两人交换联系方式，沈红林并没有阻止，因为这就是他带萧晨来这里的主要目的。至于林真这个人，他倒也不讨厌，只是单纯属于话不投机半句多的类型。谈工作可以，谈感情就算了，而且以对方的身份，对萧晨未来还是有很大帮助的。那行，我这边还有些事，那我就先走了。沈总，回见。说完后，林真便离开了会场。他这次来宴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沈红林，虽然没能跟沈红林再次建立联系，但他也没有强求。感情这种事，对林真来说并不重要。如果不是自己父亲跟沈红林父亲关系好，劝自己多走动走动，自己也没必要热脸贴冷屁股。不过这次的宴会倒也没白参加，因为他认识了一个很有趣的人。萧晨，这个跟沈红林结伴来的男性，理性而又神秘，恰好戳中了林真交友的点。他交朋友向来只看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这种好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他不缺钱，在萧晨身上，他感觉自己能学到很多东西，这一点就有些匪夷所思了。于是林真便主动加了萧晨好友，以后方便联系一些。而且他看得出来，沈红林是对萧晨有点意思的，只是萧晨当局者迷，不知道罢了。至于是不是沈红林刻意表现给自己的，那完全没有必要。林真摇头一笑，他更愿意相信那位女强人是真的看上了萧晨。如果真如他所想，到最后萧晨跟沈红林成了，那么萧晨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有趣。随着林真的铩羽而归，一直关注这边的人也看出了端倪。沈红林身边的这个男人肯定不一般，不然不会连林少都跟对方谈笑风生。这一幕让一些人的脚步停了下来，一时间都有些犹豫，要不要继续过去攀谈。而就在众人犹豫的时候，沈红林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刚才光顾着喝饮料了，忽然有些内急，于是他就跟萧晨说：“你在此处不要走动，我去一下卫生间。”去吧。等沈红林走后，周围的人眼睛一亮，机会。刚才碍于沈红林的强大气场，除了类似林真这种量级的人物，其他人是真的不敢过来。而那些对沈红林有想法的，见到林真都没得手，更是不敢上前，生怕一个说错，自家的股票就得遭殃了。但现在沈红林离开了，那些对萧晨非常好奇的人便蠢蠢欲动起来。光萧晨一个人的话，他们还是赶上去探探底的。于是刚还踌躇不前的几名女性迅速朝这边靠了过来。抛开身份不谈，光萧晨的长相就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靓仔，我很中意你啊。尤其是萧晨隐隐散发出的那种气质，超凡脱俗，仿佛置身事外一样的感觉，更是引发了这些女人心底的好奇心。嘻嘻，什么味啊，这么浓？
正在吃饭后甜点的萧晨皱了皱鼻子，忽然闻到了一阵极浓的香水味，紧接着他的身后便传来一道妩媚的声音：“这位帅哥，可以认识一下吗？”萧晨扭头，就看到了一个打扮得极为精致的女人，对方正在用一双勾魂的桃花眼上下打量着萧晨，随后满意的舔了舔嘴唇，可以，是他的菜。然而萧晨只看了女人一眼，就能判断出对方的美丽有70%是靠化妆品堆上去的，而且那浓浓的香水味直接填满了萧晨的味觉，让他忍不住摸了摸鼻子，脱口而出：“这香水都腌入味了吧？”什么？女人一愣，没有听清萧晨说什么。萧晨猛然反应过来，连忙摆手：“没什么，我是说这个食物腌入味了。”他拖了拖手里的盘子，上面放着一块提拉米苏。女人看了一眼，不免更加有些疑惑了：什么时候提拉米苏也要腌了？难道我以前吃的都是假的？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萧晨这个人。女人重新将目光转移到了萧晨身上，然后挂着甜美的微笑，介绍自己：“我叫 Lisa， 是凯文设计集团的现任代理人。”帅哥你呢？萧晨无视了对方假到不能再假的笑容，想了一下才缓缓答道：“你好，我叫萧晨。”然后便没有了下文。完了，如此简短的介绍让丽莎差点破防。难道不得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吗？光有个名字有吗用？萧晨则理所当然的点头。不然呢？没事，挺好。丽莎嘴角抽搐了一下，只能放弃追问。然后她重整旗鼓，开始问萧晨一些其他的问题。萧晨，你是第一次来参加宴会的吗？第一次。跟沈总一起来的？一起来的。聊了一会后，丽莎实在聊不下去了，笑容都变得有些牵强。她感觉自己再跟一个没得感情的机器人聊天，太折磨人了。于是她打算去吃点东西缓一缓。不过临走前还是跟萧晨要了一下微信：“我能跟你加个好友吗？这样以后在设计方面，你有什么事情就可以来找我。”丽莎当然看得出来萧晨并不想搭理她，不过猎人的耐心可是很充足的，她有的是时间跟萧晨拉近关系，只要能加上好友，那可就来日方长了。可以啊，萧晨想了想，然后把自己公司的微信号给了丽莎。公事当然得公办了，那咱们下次再聊了。萧晨帅哥。丽莎加上后，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只是那优雅的背影略微有些狼狈，但其他人不知道啊，他们只看到萧晨很健谈，而且也并不介意跟别人交换联系方式。于是另外几个等候多时的小姐姐立马围了上来：“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啊？”第36吃醋的沈总。当沈红玲从卫生间回来后，刚好就看到了萧晨身边的莺莺燕燕，他们将萧晨围在中间，笑得那叫一个灿烂，更有甚者还想攀上萧晨的肩膀，只不过都被萧晨躲开了，并且始终跟这些人都保持着很安全的距离。聊天归聊天，动手动脚可就不好了。男孩子在外，可得学会保护自己。但这也让沈红玲原本有些高兴的神色瞬间就冷了下来。这些女人怎么就不知道矜持呢？噔噔噔，沈红玲踩着高跟鞋，一步步向萧晨走去。而围在萧晨身边的那些女人，忽然感觉到背后一阵发凉，抬头看去时，正好看到了气场全开的沈红玲，正在向这边走来。晶莹的钻石耳坠在灯光下刺眼无比，让他们的心也跟着有些慌乱起来。虽然他们的身份也不一般，非富即贵的，但跟沈红玲这位魔都第一女强人的背景比起来，简直不在一个层次上。而且对方眼眸里那不加掩饰的冷意直勾勾地盯在自己身上，几个顶不住压力的女人直接就告辞了。那萧晨，咱们下次聊，我忽然有些事要先走了，反正联系方式都加上了，来日方长，没必要这时候去触沈红玲的眉头。就这样，等沈红玲回到萧晨身边之后，他的身边已经没人了。闻着空气中掺杂的各种香水味，沈红玲面色冷淡：“去那边吧。”他直接拉住萧晨的胳膊，往另一边走去。哦，萧晨任由他拉着，然后低头看了一眼沈红玲的脸色。他怎么感觉沈红玲有些生气呢？难道是对方刚才去卫生间出了问题？来到酒水区后，沈红玲的脸色才稍稍缓和了一些。萧晨来参加宴会是他自己要求的，而且像刚才那种场景，沈红玲已经预料到了，这都是为了给萧晨扩展人际圈不可避免的。但他低估了萧晨的魅力，也低估了那些女人的下限。看着自己相公被别的女人围在中间，沈红玲心中就有一股闷气，就像自己心爱的东西被夺走一样难受。我刚才这是吃醋了？沈红玲有些出神的想着，浑然忘记了自己还挽着萧晨。晚礼服很薄，奇妙的触感不断刺激着萧晨的感官，让他的心跳不免快了些许。跟刚才那些胭脂俗粉不同，现在挽着他的可是沈红玲。
无论相貌、身材还是背景，都能秒杀在场所有女性的美人，更不用说对方那张脸，太像小红娘了。挽着她，萧晨就跟挽着小红娘一样，虚拟和现实结合的强烈情感，让萧晨的道心在这一刻猛然颤动了起来。嗨嗨，沈总，那么多人看着呢，你先放开我呗。这样不好，萧晨低声说着，这要是让别人误会了就不好了。啊，哦好。萧晨一提醒，沈红玲也来不及思考吃醋的问题了，她松开了萧晨的臂膀，然后拿起一杯果汁掩饰尴尬。回想起刚才手臂上的触感，沈红玲的耳尖就有些泛红，这还是她第一次跟异性有这么亲密的接触呢。此时沈红玲有些不敢看萧晨，生怕对方发现自己眼神中的慌乱，但会场里的其他人却看到了两人挽在一起的样子，这很明显是沈红玲在告诉在场所有人，这个人是我的。主权一宣布，其他人看萧晨的眼光中就多了一丝意味深长，看来这两位的关系不仅仅是朋友那么简单啊。不过这些目光没有影响萧晨，等沈红玲放开后，他就专心地挑选起了饮品。这个不错，沈总要试试这个吗？他将一杯饮料递给了沈红玲。沈红玲看着萧晨自然的神色，对方好像并没有在意刚才的事情，于是他的心绪也渐渐平静下来，恢复了优雅的姿态。是吗？我尝尝。然后顺手接了过来，抿了一小口，饮料酸酸甜甜的，让他的心情也好了许多。你跟我来。稍微润了润喉后，沈红玲便主动带着萧晨去认识一些人，他可不敢再让萧晨自由发挥了，吸引来的都是些图谋不轨的女人。刚才那一幕已经让沈红玲有些吃味了，所以还是他来介绍吧。好。于是萧晨就跟着沈红玲一边饭后消食，一边认识一些人，而这些人都是沈红玲精挑细选出来的，对萧晨以后的发展都很有帮助，而且不会像别人一样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所以萧晨跟这些人说起话来倒也非常舒服。而跟萧晨谈过之后，他们都对萧晨这个人很满意，谈吐幽默风趣，见多识广，就算没有沈红玲，他们也愿意去结交萧晨。一圈下来，萧晨公司微信里就多了不少联系人。晚上9点，宴会正式结束。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次的宴会没有白来。一直以来都处于单身状态的沈红玲身边竟然多了一个男人，这种能上魔都头条的新闻，他们还是很乐意看到的，只不过不会闲得蛋疼去宣传罢了。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这种事情不足为外人道也。对于萧晨来说，这次的宴会也让他收获颇丰，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人际上的。回到车上，萧晨就认真地看向沈红玲。谢谢你啊，红玲。因为沈红玲，他认识了许多人，这些人的身份都不简单，认识他们对萧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更不用说其中有人对他父母的店都有帮助。而且到现在，萧晨也看出来了，沈红玲是为了自己才来参加的宴会。虽然他本来的打算是默默干完饭就走，但沈红玲的这份心思，萧晨还是很感激的。谢谢什么的就不用了吧。萧晨这么正式的道谢，反而让沈红玲有些不自在。在他的角度看来，自己只是帮自己相公铺路而已，是他的分内之事，用不着说谢谢。但萧晨的目光告诉他，自己很认真。于是沈红玲只好撇过头，看向窗外，不敢跟萧晨对视，接着嘴唇轻启，谢谢就算了，咱们不是朋友吗？你下次再做鱼给我吃就好了。第37，我怕你手机里有奸细。好，一定，做鱼而已。萧晨连忙拍胸脯承诺，这个一定，是真的一定。话说，你还会做什么口味的鱼呢？说到鱼，沈红玲才重新转过头来问道。其他的菜她没尝过，只知道萧晨做的鱼特别好吃，她可一直惦记着呢。口味，你想要什么味的，我都能做。萧晨自信的环胸说着，在做菜这方面，基本就没有他不会做的。是吗？糖醋的会不会？当然，拔丝的我都会做。是吗？那我想要吃这个。没问题。沈红玲没有急着开车，而是跟萧晨在车内聊起了鱼的做法。一时间，两人忘记了彼此的身份，就像真正的朋友那样，聊得很是开心。对了，我不在的那段时间，你是不是加了很多人的微信啊？聊着聊着，沈红玲想起了刚才的宴会，于是就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萧晨一愣，不是说鱼吗？怎么忽然说这个了？但他没必要骗沈红玲，于是点了点头。挺多的，主要是那些女人太热情了。萧晨是跟着沈红玲来的，也不好拒绝，于是便都交换了联系方式。听到萧晨果然加了，沈红玲的眼睛一眯，然后伸出手放到萧晨面前，摊开手。
我可以看看吗？我怕你家的人里面有公司的竞争对手，我得帮你筛选一下，不然他们要是用什么阴谋把你挖去就不好了。我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沈红林直视萧晨的眼睛，说的跟真的一样。萧晨信了，然后就将手机打开，放到了沈红林手中。反正是公司的微信，也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基本都是他认识的一些客户或者同事。你等一下哈。沈红林接过手机后，开始很认真地翻看联系人，然后从中挑选出一些公司的竞争对手，将其拉黑掉了。正如他刚才说的，总有人对萧晨图谋不轨，接近萧晨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是跟自己来的。这些人留着，只会给萧晨带来麻烦，比如利用萧晨来打听公司的信息。所以沈红林便直接帮萧晨杜绝掉了，并且将这些人记了下来，打算回去就警告一番。我的人你们也敢动？萧晨则在一旁看着沈红林全神贯注的侧脸，很美，美的动人心魄。他想起沈红林刚才说担心自己被挖走，心里就嘀咕，就算别人挖我，我也不可能去。在绿洲集团，他有沈红林罩着，上班奉旨摸鱼，换了其他的公司，怎么可能有这待遇？而且沈红林对自己很好，或者说太好了，将心比心，萧晨自然也不会做出这种见利忘义的行为。所以沈红林担心的问题完全不存在。而且他又看了一眼沈红林的脸，绝美的侧颜跟某个人的样貌渐渐重合到了一起。沈红林跟小红娘长得太像了，就冲这点，萧晨就舍不得从绿洲离开。好了，剩下的基本没什么问题了。5分钟之后，沈红林将手机还给了萧晨，也得亏萧晨都有备注，不然还真不好筛选。至于其他的，沈红林倒也没急着看，毕竟来日方长。那咱们就回去吧，时间也不早了。回去吧。对了，今天算你半天调休，你想休息就随时跟我说。沈红林没忘记自己的承诺，一想到自己能休半天，萧晨就高呼沈总大气，白蹭一顿饭就算了，还能白嫖半天调休，血赚啊！没过多久，沈红林便将萧晨送到了家门口。那今天辛苦你了，明天就好好休息吧，周一见。好嘞，你回去开慢点，周一见。沈红林挥手，然后开着车绝尘而去。等萧晨回到家，苏小小和萧红正依偎在沙发上看《武林外传》。要知道现在已经快12点了，而自己父母一般11点左右就会睡觉，现在没睡，很显然是在等自己回来。这种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他所留的感觉，让萧晨心里暖暖的。爸妈，你们怎么还没睡啊？他换上拖鞋，坐到了父母的身旁。苏小小见儿子回来了，拍着老公的小肚子回道：还不是你爸，非要看什么《武林外传》，结果就一直看到了现在。萧红笑了笑，也没反驳。他看向萧晨，通过萧晨的留言，他知道萧晨是去参加宴会了，但现在萧晨眼神清明，很明显没有喝酒，于是萧红也就没有多说什么。这方面他儿子还是很有分寸的。他指了指厨房，厨房有你妈给你留的鸡汤，你喝了以后早点休息吧。好嘞，感谢母亲大人。萧晨正好有些渴了，宴会上的饮料并不能解渴，听到有鸡汤喝，他就屁颠屁颠地走向厨房。自己母亲虽然做其他的做不好，但熬的鸡汤可是一绝。盛了一碗后，萧晨就端着鸡汤回了自己卧室。那爸妈，我先去睡了，你们也早点睡啊，晚安。等萧晨端着鸡汤回了自己卧室后，苏小小才长长的打了个哈欠。儿子回来了，他也就能放心了。啊，老公，咱们也去睡觉吧。见老婆困成这样，萧红心疼的拍了拍他的头，然后将其抱起，往卧室走去。走吧。苏小小顺势把头往萧红怀里一埋，然后就闭上了眼睛。他确实太困了。而萧晨端着鸡汤回到卧室后，把门关上，先给沈红林发了条信息：回去了吗？对方秒回，看来确实回去了。那好，那你早点休息吧，我先去睡了，晚安。晚安。萧晨这边刚跟沈红林说了句晚安，然后扭头就给小红娘发了张图片过去，是苏小小做的鸡汤的图片。怎么样，喝点？这种深夜放毒的行为，他已经不是1次2次干了，每天睡觉前都会调侃一下小红娘。而另一边，沈红林本来都打算睡觉了，结果他的手机就又响了起来。第38，你不是去睡觉了吗？听提示声，很明显还是萧晨。咦，相公不是去睡觉了吗？他打开另一个微信，一下就看到了萧晨发来的照片，热气腾腾的鸡汤，看起来颇为诱人，也让沈红林脸色一下就黑了下来。你管这叫睡觉去了？这不就跟一边说着晚安，一边打开了游戏一样吗？
要不是现在不宜暴露身份，沈红林真想直接开视频质问萧晨：你不是睡觉去了吗？深夜放毒，这叫睡觉吗？但他不能这么做，只能忍了下来，回复了萧晨一个气鼓鼓的表情后，便直接将手机扔在了一边，睡觉去了。今天的酒会让他有些累。而萧晨收到小红娘的表情后，默然一笑，每日逗一逗小红娘的成就完成。然后他也没有继续发消息，而是专心喝起了鸡汤。因为萧晨知道小红娘只发个表情的意思，就是说要睡觉的意思，这是两人这么多年以来养成的默契。喝完鸡汤之后，萧晨就简单的洗漱了一下，也上床睡觉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被小红娘给叫起来：小红娘，上号上号。萧晨：啊，这么早的吗？小红娘：对啊，相公你不会还在睡懒觉吧？难得周末，不多玩一会怎么行呢？小心你的第一被别人抢走哦。他才不会告诉萧晨，是为了报复昨天深夜放毒的仇。好吧好吧，没办法，萧晨只能起床洗漱，然后跟小红娘玩起了游戏。最近没时间上号，第3名竟然快赶上他们，这哪行？于是沈红林便发动了超能力，将最近的活动道具都秒了一遍，然后还送了萧晨一组，让萧晨又体验了一把被包养的感觉。对于这种幸福的烦恼，萧晨只能含着泪收了下来。接下来的时间，两人便开始扫荡副本，把落下的活动都给做了一遍，得来的经验和道具也把他们第1、第2的位置给稳住了。刷完次数之后，沈红林就提议去看看风景。京城外的枫叶林好像红了，相公咱们一起去看看吧。是吗？带路。在永劫这款游戏中，京城是一张特殊地图，因为这里的季节不像其他场景一样常年固定，而是会跟着现实里的季节变化而变化。再加上京城周围有许许多多相应季节的美景，所以每个季节都能在京城看到各色美景，一城四季，这都是官方特意安排的。初衷是想让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美景在游戏中出现，并且为了宣传，永劫官方还特意给京城设置了一个预告专栏，如此贴心，让玩家大呼良心。刚才沈红林就是通过专栏看到的消息，枫叶林红了。于是两人便共骑白色九尾狐，踏空而行，踩着点点涟漪，在天边划过一抹七彩琉璃。这是沈红林时装的特效。等赶到京城后，已经有很多玩家赶到了此处，于是两人就将场景设置成了观景模式。这一下，整个天地间就剩下了轻狂书生和狐妖小红娘。这种观景模式下，其他人是看不到两人的。他们坐于云端，将底下的枫叶林尽收眼底。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2月花，连绵的火红枫叶如同将整片大地点燃一般灿烂。狐妖小红娘好美，星号星号。轻狂书生是啊。萧晨看着屏幕里的景色，喃喃道：确实美，这也是他喜欢玩这款游戏的原因。在风景方面，永劫这款游戏从来没让萧晨失望过，而这一片枫叶林也让萧晨想到了现实中魔都郊外的枫叶公园。没想到昨天没去成，今天反倒是在游戏里看到了。现实里的枫叶应该会更美吧？游戏里哪怕再美，萧晨还是会觉得缺乏一种真实感，所以枫叶公园还是有必要去一趟的。萧晨决定看下周工作日有没有空，如果没事的话，他想带着父母去看一看。什么？工作日要工作？萧晨表示，我有调休啊，美滋滋。至于父母的店，简直是无限调休。做好决定后，萧晨注意力又重新回到了游戏上。沈红林带着他穿梭在枫叶林中，火红的枫叶散落一地，两人经过后还会卷起一阵风，带着枫叶飘向空中。狐妖小红娘，相公，此情此景之下，我有些忍不住了。轻狂书生，友情提示，这里禁止随地大小便哦。狐妖小红娘，啊呀，人家说的是跳舞了，不想看就算了。轻狂书生，嘿嘿，开个玩笑，开个玩笑。轻狂书生，我怎么可能不想看呢？小板凳都搬好了。萧晨操控着人物席地而坐，他期待这一幕已经许久了。这种场景中来上一曲剑舞，简直不要太美好吧？狐妖小红娘，哼，便宜你了。沈红林傲娇了一下，然后选了一处场地，调出互动，选取舞曲剑舞。瞬间，动人的 BGM 响起，小红娘的游戏人物缓缓舞动了起来，身随音动，看得萧晨是如痴如醉。再加上周围环境的 buff 加成，一时间美得让萧晨都找不到词语来形容了。美如画，画中景，画中人，都是他最中意的样子。
而电脑另一端的沈红玲则看得有些感动，她跟萧晨的感情再也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了，奇妙的命运让两人在现实中邂逅。沈红玲坚信，她跟萧晨以后的路还会很长很长。一曲舞毕，萧晨看的还有些不够过瘾，刚想让沈红玲再来一段，系统的提示声却响了起来。萧晨打开一看，竟然是官方联系上了自己。客服1号，亲爱的轻狂书生玩家，您好，客服1号，我们最近正在策划一项新的活动，您作为本游戏最强玩家，我代表永劫官方特向您发出最真挚的邀请。客服1号，活动的具体内容已经发送到了您的私人邮箱，请您注意查收。第39开着迈巴赫送外卖，官方找我有什么事？萧晨有些奇怪，于是就跟小红娘说了一声，接着就将游戏画面切换，然后登上了自己的邮箱。最新的一条正是永劫官方尖峰科技集团发来的邀请函。尊敬的轻狂书生，您好，本公司最近正在策划一场关于永劫游戏的宣传，鉴于您对本游戏做出的贡献，特向您发出诚挚的邀请，希望您能参与到这次宣传当中。如果您同意，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届时我们将会有丰厚的游戏道具以及实物奖品奖励给您。负责人联系方式 xxxx 微信同号，我们很期待与您的合作。尖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logo 合作，什么莫名其妙的？萧晨看完邀请函，随手就擦掉了。他一向对这种活动不感冒，懒得参加，而且活动道具什么的他也不缺，实物奖励也估计就是一些手办啊啥的，除非是那种特别1:1比例的手办，否则他是不感兴趣的。但这种手办怎么想都不会作为奖励的吧？所以萧晨将游戏切了回来，继续撺掇小红娘跳一曲。狐妖小红娘，那你先告诉我，官方跟你说什么了？轻狂书生，邀请函的截图 JGP。 狐妖小红娘，就这？沈红玲扫了一眼后，同样没有丝毫兴趣。游戏里的活动可以参加，这种类似于商业合作的就算了吧，任何东西掺杂上利益就会变了质。他给萧晨买游戏道具不算在内。轻狂书生，估计官方是馋我身子了，直接无视就好。狐妖小红娘，呸，臭相公不要脸。既然没事，沈红玲就又将另一首名曲《霓裳羽衣舞》也给萧晨表演了一下。虽然依旧美轮美奂，但相比剑舞对小红娘的契合度来说，还是差上一些。这也更坚定了沈红玲在现实学剑舞的心思。等相公的事情搞定之后，就去学吧。沈红玲看着萧晨的游戏人物，仿佛在看着萧晨本人。学一曲剑舞什么的，对沈红玲来说很简单。从小在父亲严厉的要求下，沈红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基本上都达到了登堂入室的水准，让普通人看了就卧槽的那种。舞蹈这方面也是如此，就算是继承了公司后有些忙，但沈红玲还是保持着练瑜伽的习惯，为的就是让身体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身材这么好的原因。轻狂书生，嚯，都到中午了。玩着玩着，萧晨一看时间，竟已是中午12点多。不知不觉间，他已经跟小红娘玩了整整一上午，完全没察觉到时间的流逝。这可能就是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永远只会嫌时间太短的原因吧。狐妖小红娘，阿嘞，这么快的吗？沈红玲跟萧晨的反应一样，虽然还想继续跟萧晨在游戏中浪漫，但为了能把这种浪漫转为现实，沈红玲只好打字说道：狐妖小红娘，那相公你去吃饭吧，我下午有点事情，不能继续陪你了。轻狂书生，难得你有这么忙的时候，好事，去吧去吧，不过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哦。狐妖小红娘，好的，那相公再见了。说完，沈红玲便依依不舍地下了线，然后来到书房，点了份外卖后，就拿起电话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安排几个人把公司空闲的楼层收拾一下。是的，第13层我要用。另一边，萧晨也关了游戏，长长的伸了个懒腰。时间过得好快啊！见自己的父母还没回来，于是萧晨就拿出手机问了一声：萧晨，爸，你们今天中午不回来吃饭吗？萧红，店里刚来个了老客户，我们在商量事情，就不回去了。周末店里人是挺多的。萧晨想了想，又问道：那你们吃饭了没？没有的话，我做点带过去，正好我下午没事。他准备下午就在店里陪一下父母，他家的店没有招店员，人多的话可能会有些忙不过来。这次萧晨足足等了5分钟对面才回复：萧红，儿子啊，我想吃宫保鸡丁，要是能再加个土豆丝就更好了。萧红，就这样吧。前一句话一看就是苏小小说的，
萧晨估摸着是自己母亲手机看剧看没电了，所以只能用父亲的手机来说。不过萧晨没有在意，既然父母已经决定好了，他便应了一声：“行，那你们先忙，我做完就过去。”然后萧晨就将手机关上，前往厨房开始着手准备。宫保鸡丁好做，但是土豆丝就极为考验刀工了，得把土豆切得不长不短，不细不粗，吃的时候才会口感更好一些。这对萧晨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见他手起刀落之间，一整个土豆便被切开，再用刀这么一抹，一排整齐的土豆丝就出现在案板上，仿佛用机器切割出来的一样，甚至用肉眼都看不出来每一根土豆丝之间的差别。完美的。萧晨满意的看了一眼自己的杰作，然后将其全部扔进了锅里翻炒，期间还加入一些佐料，这样做出来的土豆丝会有一种甘甜味，很适合自己父母的口味。很快，午餐便成功收尾。萧晨将其装在便当盒里，换了身衣服后，就开着车前往店里。这种感觉颇像送外卖的一样。萧晨嘿然一笑，开着迈巴赫送外卖，也太顶了吧。不过也就这么一次了。萧晨打算这次过后，就把自己的车开回来。总开着沈红林的车也不是个事儿。虽然两人现在是朋友了，但这种事情上还是得分清的。您好，您的外卖到了。与此同时，沈红林订的外卖也到了门口。来了。等沈红林打开门后，映入眼帘的就是对方那双身着热裤的大白腿。现在的外卖员都穿得这么性感了吗？沈红林疑惑地抬头看去，然后就看见了外卖员头顶一撮翘起的呆毛正左右摇摆着。您好，您的外卖。第40，一步登天的林可儿。可儿，你怎么回来了？标志性的特征，娇小的身材，以及引人侧目的飞机场，一下就让沈红林认出来此人是谁，正是他的秘书林可儿。但对方现在不正在相亲游玩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当啷，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啊？林可儿歪着头，俏皮的跟沈红林打招呼。他是今天中午回来的，然后便马不停蹄的赶往了公司。沈红林的刻意举动让他难免有些担心是公司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着急回来了。但等林可儿来到公司后，才发现今天是周末，公司根本没多少人，所以他只好驱车来到了沈红林的住处，打算当面问清楚。要是沈红林真的有什么困难，那他林可儿自当上刀山下火海。当他来到沈红林家门口时，正好看到了沈红林点的外卖到了，于是便打算给沈红林一个惊喜。确认是沈红林的外卖后，林可儿便拦住了外卖员敲门的动作。外卖小哥哥，这是我朋友的外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可不可以让我来送呀？他用大大的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外卖员。外卖小哥还是第一次面对如此可爱的妹子，一时间眼神有些迷离。好啊，不过我得确认一下才行。但平台的惩罚制度很快就让他清醒过来，忙可以帮，可必须确认身份才行。这让林可儿嘟起嘴，白了他一眼，无趣。好了，等外卖小哥确认完后，这才将外卖递给了林可儿，自己则站在一边，他还得确认外卖送到本人手里才行。见状，林可儿也没有再说什么，直接就无视了他，然后敲了敲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惊喜没有，惊吓倒是有。见林可儿还敢皮，沈红林冷着脸，直接揪住了对方的耳朵。我不是跟你说，让你再玩1个月吗？怎么现在就回来了？林可儿的突然袭击，让他的计划出现了一丝偏颇，所以他现在有些生气。啊呀呀，疼疼疼！红林你快放手，有什么事让我进去再说吗？林可儿立马双手合十，眼泪汪汪的求饶着。进来吧。沈红林看了一眼旁边的外卖员，只好让林可儿进来说话。祝您用餐愉快，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而外卖小哥确认送到地方后，也直接离开了，见到了2位平常根本不可能见到的美女。这一单值了。说吧，你怎么忽然回来了？沈红林揪着林可儿的耳朵，来到了客厅。等林可儿再次求饶后，才放开了手。林可儿可怜兮兮的揉着耳朵，并没有回复，而是先观察了一下沈红林的脸色，精神饱满，脸色红润，不像是有什么难题发生的样子，这让林可儿悄悄松了一口气。没事就好。然后他才抱住沈红林的胳膊摇了摇，讨好的说道：人家这不是担心你吗？忽然让我多休1个月，我肯定会乱想的啦。要是真出了什么事，身为你的左膀右臂，我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林可儿说的真情流露，让沈红林的心也软了下来。他知道林可儿说的是真话，不然2人的关系也不会这么好。沈红林刚认识林可儿的时候，对方还是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实习生，性格非常活泼，
在工作方面也很拼命，不管工作有多辛苦，他都能笑着坚持下来。领导安排这个任务是信任我，我有什么理由去辜负这份信任呢？要知道，机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呀。凭借着这种乐观的精神，林可儿每天都笑得很灿烂，而这份真诚的笑容，在某天被沈红林看到了，他一眼就相中了这个乐观阳光的女孩，他想要守护这个笑容。你叫林可儿吧，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吧。是。那一天，林可儿满眼星光地看着这位总裁，从此一步登天。事实证明，沈红林将林可儿收入麾下的决策是正确的。短短1个月的时间，林可儿就凭借着自己的能力熟悉了所有业务，帮助沈红林将日常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并且沈红林安排给他的任务，他都能超额完成，这让沈红林也更加器重林可儿，两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好。而公司上下也知道了总裁身边多了一个能干的小助手，其优秀之程度让老董事长知道之后都夸赞了一番，是个好苗子。对于林可儿来说，沈红林就是他生命中的贵人，如果不是沈红林，他现在还可能在底层默默打拼，然后被现实击溃，低下那颗骄傲的头颅。这种知遇之恩、提携之恩，让林可儿打算用一生来报答沈红林。从此以后，我会一直跟在沈总身边辅佐您，哪怕您赶我走，我也不会走的。林可儿眼神坚定，立下了誓言，哪怕后来有人年薪1000万来挖他，他都直接回绝，没有一丝余地。到后来，沈红林和林可儿的关系也愈加密切，在公司，两人是最好的上下级关系；在私下，两人情同姐妹。所以一听到沈红林让自己多休1个月，林可儿就放心不下的直接飞了回来。沈红林的家里，林可儿乖乖的坐在沙发上，等着沈红林的批判。沙发有些高，让他2条小短腿不住的前后晃悠着。要是平时，他可能卖个萌就过关了，但这次林可儿看得出来，沈红林确实有些生气，所以他还是乖乖待着就好了。唉，看林可儿这副姿态，沈红林头疼的摆弄了一下他头顶的呆毛，这下自己攻略萧晨的计划可能就要被打乱了。要知道，现在萧晨在公司坐的还是林可儿原来的位置，这要是被林可儿知道了，这死丫头不得吃醋吃得飞起。不过林可儿回来也是一件好事。沈红林冷静下来一想，觉得事情还有挽救的余地。可儿啊，我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想要交给你。第41网恋可不兴谈啊，总裁，不知道你愿不愿？我愿意。没等沈红林说完，林可儿便唰地抬起了头，然后满眼坚定地答应了。不管沈红林交给他什么任务，他都愿意去做。咚！沈红林见林可儿到现在了，还这么冒失，忍无可忍地敲了一下他的头。你能不能等我说完？你再答应啊？那您说嘛。林可儿捂着头，撅嘴嘀咕着，反正您说什么我都答应。这可是他早就做好的觉悟。你呀，什么时候能长大呢？起码为自己考虑一下吧。见林可儿这么不知悔改，沈红林虽然嘴上说教着，心里却涌出一股暖流。这种无条件信任的感觉，让饱受尔虞我诈的沈红林很是珍惜。你先听我说说是什么任务吧。温柔地将林可儿头顶的呆毛按了下去，然后沈红林便开始讲起了最近发生的事情。你还记得我让你帮我玩的那个游戏吗？永劫对吧？林可儿立马回答。他对沈红林交给他的所有任务都记忆深刻。沈红林有网瘾，他也知道。身为沈红林的秘书，一般沈红林有事的时候，就会让林可儿去代练他的账号，所以林可儿对永劫也挺熟悉的。对，就那个游戏。那你还记得我的那个好友吗？沈红林游戏里就一个好友，林可儿怎么可能会忘记？轻狂书生对吧？记得，当时他就觉得沈总和轻狂书生不对劲，哪有玩游戏只有一个好友的？不过沈红林没说，他也不会去问。而沈红林接下来的话，则证实了林可儿的猜测。其实那个人是我的网恋对象。听到网恋，林可儿的眼睛不可思议地盯着沈红林，然后越睁越大。网恋对象，这个消息震得林可儿当即就从沙发上蹦了起来。他家的总裁竟然网恋了，网恋可不兴谈啊！总裁，林可儿着急的想要劝说沈红林，网恋奔现的后果他已经体验过了，所以怎么可能让沈红林也入这个坑？您听我说，网恋这个东西99%都是骗人的，您相信我。林可儿激动地按住了沈红林的肩膀。见状，沈红林忽然有些后悔，告诉林可儿这件事了。他就知道林可儿的反应会很大，但没办法，自己后续的计划需要一个重要的角色来辅助，这个角色林可儿是最合适的，所以沈红林一把将其按下。
你先听我说完。可是，没等林可儿继续开口，沈红林就拿起桌上的饼干，塞到了他嘴里。林可儿只好像仓鼠一样，吭哧地啃着饼干，等待沈红林继续讲述。瞬间，空气安静了下来。呼，沈红林吐出一口气，摸了摸自己的耳朵。他这个秘书哪里都好，就是私下里太能闹挺了，叽叽喳喳个不停。幸亏他知道对方是个吃货，一个饼干就堵住了林可儿的嘴，不然让林可儿絮叨下去，他的计划也不用实施了。嗨，我跟我的网恋对象吧，其实很早就认识了。一句话又让林可儿瞪大了双眼。很早就认识了？喂，大卫，要不是嘴里塞满了食物，他必须得说道。一般网恋进行到这一步，不是奔现就是黄了。那现在没有黄，很明显就是要奔现了。难道沈总给我的任务就是让我先代替他去探底？林可儿鼓着腮帮子，开始猜想，如果真是这样，那他愿意去，哪怕对方是什么妖魔鬼怪，他也义不容辞。然而沈红林接下来的话彻底把林可儿炸傻了。而且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他现在就在我的办公室，只不过我知道他的身份，但他还不知道我的身份。接着沈红林就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林可儿交代了一遍，避免这小妮子后续吃醋，所以他还特意强调了他跟萧晨的关系很好，这样林可儿就不会追究。他把萧晨安排在办公室了，而正如沈红林所想，林可儿在听到萧晨竟然坐在他的位置，原本被按下去的呆毛立马丢了起来。我不信，天底下有如此巧合之事，而且还把我的位置给占了，是不是想抢本秘书的位置？想到这里，林可儿的眼神瞬间就变得有些幽怨。所以爱不会消失，是会转移的，对不对？但听到后来，沈红林提起萧晨，说两人的关系很好，而且在描述萧晨时，他眼神中掩盖不住的向往，让林可儿知道自己总裁这次真的动了凡心，他是真的喜欢上了这个萧晨。一瞬间，林可儿就冷静了下来。既然如此，那他就没必要担心了，对方不可能抢自己的位置的，毕竟两人要是成了，对方岂不是直接就成总裁老公了？那他还担心个锤子哟。冷静下来后，智商重新占领林可儿思绪的高峰。他结合上下文分析，您交给我的这个任务是跟这位叫萧晨的先生有关吧？没错。沈红林满意地点点头，他就中意林可儿这点，靠谱的时候是真的靠谱，当然不靠谱的时候也是真的让人头疼。接着沈红林就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没问题的，您就放心交给我吧。林可儿听完后直接拍了拍自己的胸脯，保证完成任务，就是动作有些大，让沈红林看得有些心疼，再拍可就真没了。而林可儿没有注意到沈红林冒犯的眼神，他此时想的是正好借这个计划好好给沈红林把把关。他相信自家总裁的目光，既然沈红林已经决定好跟萧晨继续发展，那林可儿自然也不会阻止，也没有理由去阻止。但是他可以替沈红林多观察一下，这位萧晨先生到底有没有总裁说的那么优秀。要是让他抓住什么把柄，那以后要是成家了，吵个架什么的，自家总裁也不至于吃亏。第42，我就稀罕红林这样的女孩子。那我现在就回去准备一下。接取了沈红林的任务之后，林可儿便风风火火的起身，想要立刻回去安排。咕噜噜噜，就在这时，她的肚子却先一步响了起来。听这声音，很明显还没吃饭，饿了。沈红林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是不是还没吃饭就过来了？嘻嘻，这不是担心您吗？林可儿吐了吐舌头，脸色有些微红。她一下飞机就马不停蹄的赶到公司，然后又赶到这里，确实没来得及吃饭。行了行了，你就先跟我吃饭完再回去吧。都说了多少次了，不管再忙，饭还是要吃的呀。沈红林招了招手，让林可儿坐下，而且其他的事我基本已经安排好了，你只需要明天跟我一起去就行。随后沈红林就打开外卖，递给林可儿一双筷子，示意她跟自己一起吃。而林可儿看了一眼桌上的食物，馋得舔了舔嘴角，不过她没有先动筷，而是拿起手机开始在上面点来点去。你在干嘛？嘿嘿，不够吃，我再多点一份。你呀，真是个小吃货。听林可儿又点了一份外卖，沈红林有些哭笑不得。他知道林可儿很能吃，但是她的肚子就像无底洞一样，吃多少也不见骨。虽然林可儿自己说是在长身体，都给消化了，可沈红林瞥了一眼她的胸前，这么些年了也没见长啊，还是那样平平无奇。不过这就轮不到我操心了，还是留给她未来老公吧。看了一眼后，沈红林连忙收回了目光，要是让这妮子发现了，
非得跟他闹一回才行。好啦，这些应该就够了。很快，林可儿便点好了外卖，然后先跟沈红林吃了一些，垫了垫肚子。等他的外卖来了以后，才开始放开了吃。哥，好饱哦。红林，我今晚不想回去了，可不可以在你这里睡一晚？林可儿趴在沈红林背后，像一只小奶猫一样蹭了蹭他，头顶的呆毛也慵懒地耷拉了下来，左右摇摆着。好啊，沈红林柔声答应了。有个人陪着他，他也不会那么无聊。林可儿也是知道这点，才厚着脸皮留了下来。正好咱们可以聊一聊明天的事，你可别到时候把我的身份给暴露了，我可还没做好用真实身份面对萧晨的准备呢。沈红林捏着林可儿柔嫩的脸蛋，叮嘱道：要是这妮子不小心暴露了什么，那就全完了。林可儿挣脱了沈红林的魔爪，然后摆摆手：安啦安啦，我林可儿可是向来守口如瓶的。见沈红林还不信，林可儿只能发下毒誓：要是我暴露了你的身份，就让我再也长不大了。他没有明说是哪里长不大，但两人都很明白，所以沈红林就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我信了。然后他才开始跟林可儿商量具体计划，为了以防万一，至少得再来个 Plan B 吧。这边沈红林跟林可儿在热火朝天的讨论着，而此时的萧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安排的明明白白。他现在正在父母的店里跟一位女客户唠嗑。萧哥哥，你说我穿上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呢？挺好看的。行，那我就买了。听萧晨说好看，女客户就直接买了下来，然后就一直盯着萧晨的脸，不停的看。好帅啊，比他看的那些偶像剧里的男主帅多了。他是第一次来这家店，朋友推荐说这家店的店长儿子特别帅，偶尔会来店里帮忙，如果幸运的话，说不定就能碰上。所以他就很好奇，趁下午有空就来店里转转。结果就正好碰上了来帮忙的萧晨，发现对方真的很帅，于是就缠着他询问各种衣服。你喜欢就好，现在店里不忙。萧晨倒也乐得跟这个小妹妹聊几句，而猫在柜台的萧红夫妇则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幕。嘿，我瞅这小姑娘不错，挺主动的。还行吧，自家儿子长得帅，每次来店里都会被小姑娘缠上，他们也早就习惯了，所以也不会阻止，反而希望能找到个儿子喜欢的。不过我还是觉得上次来家里那个好。苏小小脑海里忽然浮现出沈红林的身影，如果要做他儿媳妇的话，他认为沈红林再适合不过了。你说沈红林啊，她确实好。说起沈红林，萧红也认同的点点头，主要是以沈红林的身份，要是真和自己儿子成了，那他们就能放1万个放心，好好出去游玩一番。最近没出去玩，苏小小又蠢蠢欲动了。可惜，太难了。萧红又摇了摇头，觉得并不现实。他们家倒是无所谓，但对方的背景很明显不一般。像沈红林这种家庭，一般讲究的都是门当户对，子女结婚，更偏向于商业联姻的这种，所以萧红认为几率不大。去你的！苏小小没好气的白了自己老公一眼。谈恋爱吗？讲究的是感情，又不是背景，只要两人情投意合就够了。你真别说，我看沈红林那小姑娘对咱家小陈挺有感觉，哪天让她再来家里坐坐，我好好问一问。想到这里，苏小小的眼睛一亮，觉得这可以有，她就稀罕沈红林这样的女孩子，主要是性格，跟身份背景无关。如果真成了，那也能了却她的一桩心事。想到就做。苏小小朝萧晨喊了一声：儿子啊，你过来一下，妈找你说件事。萧晨将客户依依不舍地送走后，正好听到母亲在叫自己，于是便走过来问道：啥事啊？要是问我晚上吃什么，我可不知道哦，每天吃什么都快把他愁死了。不是，妈是想问问你，最近公司忙不？不忙啊。怎么了？那你叫你上次那个朋友再来家里做客呗。第43审总是鱼儿。朋友？哪个朋友？旋即，萧晨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母亲说的是沈红林啊，这不合适吧？您怎么忽然想让红林来家里了？上次是沈红林主动来他家拜访自己父母的，但现在母亲让自己去邀请沈红林。萧晨表示，那还是算了吧。他跟沈红林虽然是朋友，但老是来自己家里像个什么样子？况且人家也不可能同意啊，要是被别人知道了，岂不是得引起误会？哎呀，你先去问一问吗？万一人家就同意了呢？妈还是挺想他的。喂，您只跟总裁可只见了一次面啊，怎么感情就这么好了？萧晨刚想拒绝，却又想起了自己答应沈红林的事情，自己好像还欠沈红林几条鱼来着。
如果沈红林真愿意来的话，倒是可以把这鱼给他做了。至于会不会被别人误会，萧晨觉得就来这最后一次，应该不会被人发现吧。于是他就朝母亲点点头，行吧，那我先去问问吧。咱说好了，人家要是不愿意来的话，那可不能怪我哦。放心吧，你去问就完事了。见儿子答应，苏小小立马喜上眉梢。只要萧晨肯主动，以他对沈红林的了解，肯定会答应的。他看人呀，总错不了。沈红林绝对对萧晨有意思，不然哪家的总裁会去家访一个公司的员工啊？你以为写小说呢？也只有萧晨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才会以为这很正常罢了。那你明天就去问问吧。苏小小让萧晨明天就问问。您这什么节啊？明天是周一，估计会很忙，我看有机会再说吧。萧晨有些无语。你好，有人吗？这时又有一个人从门外进来问道。是来看衣服的。萧晨看了一眼，然后便主动起身走过去。来了，沈红林的事儿先放一边，先把店里的事情解决才是王道，要不然晚上就得加班了。我萧晨在的地方就不可能存在加班。晚上回家的路上，萧晨专门去菜市场看了海鲜，没有买，而是先踩了踩点，毕竟沈红林来不来都不确定呢，等问了以后再买也不迟。回了家，萧红正好做好了饭菜，萧晨洗了洗手，就加入了干饭的行列。今天下午店里把他给忙坏了，晚上可得多吃点。他父亲的手艺虽然不如他，但也比苏小小好多了，让萧晨吃的都撑了。苏小小见状，不禁吐槽道：我做的怎么没见你吃这么多过？萧晨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回答：您要是都做鸡汤的话，我估计比现在还撑。自己母亲对他自己的厨艺看来还不是很清楚啊，除了一道鸡汤，其他的只能用寡淡无味来形容。苏小小小脸一红，狡辩着：我这叫一招鲜，吃遍天，你个小兔崽子懂什么？那这天一定是我爸假扮的。哈哈！一旁的萧红看着母子俩斗嘴，笑出了杠铃般的笑声。笑什么笑？还不快去洗碗！得嘞。然后他俩就被苏小小给赶去洗碗了。就这样收拾完后，萧晨就回了自己的卧室，然后照惯例给小红娘发了张晚上的美食图片。在对方回复气鼓鼓的表情后，淡然一笑，将手机扔在一旁睡觉去了。明天是工作日，得早起才行。萧晨可是立志要做永远不迟到的男人。而另一边，林可儿趴在沈红林身边，好奇地盯着对方手机上的美食 JGP。 这就是那个萧晨做的饭吗？看起来好好吃啊。身为吃货本吃的他，口水差点没流下来。萧晨可能都没想到，自己深夜放毒没毒到小红娘，却毒到了在他家蹭吃蹭住蹭喝的林可儿。笨蛋，他不是都说了是萧叔叔做的吗？沈红林无奈地拍了拍林可儿的脑袋，这妮子一见到吃的，其他的就全看不见了。什么啊？原来是他爸做的呀。林可儿一听，神色变得有些不屑起来。我还以为是萧晨做的呢。唉，也难怪，毕竟这年头会做饭的男生太少了。他对萧晨这种炫耀别人劳动成果的行为很是不感冒。有本事就发自己做的呀，发别人的算什么本事？结果他就被沈红林打脸了。那这就是他做的。沈红林将往日保存下来的照片翻出来给林可儿看，都是萧晨自己做的美食，一张比一张看着好吃，让林可儿看的直接忘记了自己已经被打脸。哇，不行了不行了，我受不了了。他再也忍耐不住恶意，拿出手机就订了一份外卖。先不管这些美食到底是不是萧晨做的，光看这些图片就已经让林可儿看饿了，不吃点东西睡不着的那种。沈红林在一旁看着也没阻止，因为他也看饿了，准备林可儿外卖来的时候顺便吃上一内内。一内内应该不会发胖吧？而林可儿订完外卖后就转过头看着沈红林，一脸不信地问道：你确定是他自己做的，不是网图？那些图片哪怕不吃，林可儿都能看出来非常好吃。一个网瘾少年能有这种厨艺？他不信。然后又被光速打脸，因为沈红林翻出了上次去萧晨家里的图片，那是他亲自拍摄的萧晨做的清蒸鱼的图片。那这是我上次去他家的时候亲眼看他做的鱼，你知道吗？就这个鱼的味道简直绝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那鱼肉入口即化。那说到萧晨的厨艺，沈红林立马化身小迷妹，开始给林可儿描述那条鱼的味道。停，请你不要再说了。林可儿连忙叫停了沈红林，你再说我晚上就要睡不着了。身为资深吃货，光看图片他都能知道
这条鱼好吃，再加上沈红林的评价，让他更加好奇是什么味道了。而且沈红林也没必要骗自己，萧晨的厨艺真的这么厉害？这是林可儿万万没有想到的。好吧，沈红林咂巴了一下嘴，也没有继续说下去。再说下去，他待会可就不止吃一内内了。不过他最后还是提了一嘴，真的没有吃过，是无法形容那种好吃的感觉。看沈红林一脸回味，林可儿只觉得前途一片灰暗。完了，看来总裁陷得很深啊。这个萧晨不会是海王吧？第44，这萧晨就是海王吧？要抓住一个人的心，就要先抓住那人的胃。这句经典名言，苏小小还是很清楚的。现在这个萧晨，很明显已经抓住了总裁的胃，那离抓住他的心还远吗？不行，看来我得好好替总裁把把关才行。林可儿此时也顾不上饿了，要萧晨真是海王，那总裁的感情岂不是就被欺骗了吗？将沈红林视作偶像的他，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对了，红玲，萧晨长什么样子？林可儿将沈红林的脸托起，阻止对方的眼泪从嘴角流下来，然后认真看着他问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首先，他得先判断对方的相貌是否与沈红林般配。这个呀，我好像没有他的照片呢。反正你只要知道他很帅很帅就对了。沈红林想了一下，自己确实没有萧晨的照片，主要是现在萧晨跟他在一同个屋檐下办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所以他就忘记照相了。不过经林可儿这么一提醒，沈红林决定回去偷偷拍几张。这样一来，要是想萧晨的话，自己还能拿出来看看。以前他都是看着那些手办发呆的，现在有了真人，手办们就能休息休息了。很帅吗？林可儿还不知道自家总裁在犯花痴，他喃喃自语着：网恋，厨艺好，人长得又帅，这可不就是海王的标配吗？喂，林可儿心中警铃大作，对萧晨的防范程度又提高了好几个层次。只能等明天了，明天就让我好好会一会这个能俘获我家总裁芳心的男人吧。如果真的是来骗钱骗感情的，那就休怪我无情了。林可儿握着小粉拳，给自己打气。第二天，萧晨刚起床，就看到了沈红林发来的消息：沈红林，萧晨，可以来接我一下吗？萧晨自无不可，好的，我马上过去。反正要还车，正好这次送完之后，以后就可以开自己的车了。沈红林，好，我在门口等你。见萧晨同意，沈红林便拉着林可儿在家门口等待。当萧晨驱车赶到时，萧晨就看到了对方身边还站着一个女人，一个身材较小的女人，并且两人挽在一起的手臂，很显然之间的关系很好。不过萧晨没有多想，将车停在了沈红林的面前，然后打了声招呼：早啊，沈总，有外人在，还是叫沈总好一些。沈红林将林可儿塞进了后座，然后自己坐在了副驾驶，说道：叫我红林就行，可儿不是外人，今天又要麻烦你了。不麻烦，应该的吗？萧晨没有在意的摆了摆手，随后又跟坐在后座的林可儿打了声招呼：你好，我叫萧晨。林可儿回了他一个甜甜的笑容：你好，萧晨，我叫林可儿，是沈总的秘书。还特意在秘书两个字上语调加重了一番，仿佛在强调一样，这让萧晨有些奇怪。不过他没有时间深究，现在时间有些晚，再不走的话就得迟到了。而林可儿也没有再说话，而是通过后视镜默默地观察萧晨。短发有些凌乱，却刚好与脸型相匹配，显得非常自然，没有丝毫违和感，而且五官如刀刻般俊美，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懒散的气息。耷拉的眼皮下，一双眼眸深不见底，让林可儿看得差点陷进去。颜值就打个99分吧。从见到萧晨的那一刻，林可儿心中便开始测评，虽然不想承认，但萧晨确实是他长这么大以来见过最帅气的男人，跟他那些相亲对象完全没得比。总裁不愧是总裁，找个网恋对象都能找到这么帅的吗？林可儿暗自点头，在颜值这方面，萧晨算是过关了。接下来的就是人品等各个方面，这需要日后接触才能慢慢知晓，所以林可儿暂时也不急，有的是机会。而林可儿这般明目张胆的观察，萧晨自然也察觉到了，甚至一直到公司，对方还在一直盯着自己看，这让萧晨心里嘀咕：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大病？不然怎么一直盯着他不放？不知道这样很不礼貌的吗？沈总的秘书就这水平，就这，而且对方娇小的身材和稚嫩的外表，让萧晨以为对方年龄并不大，所以他打算回头就跟沈红林说说，这病啊，
还是得趁早治疗才好。叮！这时电梯来了，三人一同走了进去。萧晨和沈红林在前，林可儿则乖乖地跟在沈红林身后，眼神在萧晨和沈红林之间来回切换，然后对比了一下两者的身高，暗自点头，身高也挺搭配的。如果结婚的话，红林穿个高跟鞋刚刚好，身高过关。而萧晨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结了次婚，他正偏头跟沈红林说话：“沈总，以后你的车还是你拿着吧，我总开也不是个事。”然后萧晨就将迈巴赫的钥匙递给了沈红林。沈红林怪异的看了他一眼，将钥匙推了回来：“我没跟你说过，这辆车以后归你了吗？”他记得自己提过呀，难道记错了？不过记错也没关系，再说一遍就是了。见沈红林直接将车的归属权直接给了萧晨，电梯里两道惊讶的声音便同时响了起来。啊！萧晨拿着钥匙，有些傻眼的问道：“这就给我了？这种级别的车，沈红林说送就送了？”沈红林淡定的摆摆手：“对啊，算是你这几天接送我的奖励吧。这才接送几天，你就奖励一辆几百万的车。”这让萧晨再次见识到了沈红林的慷慨。他知道沈红林不差这一辆车，公司地下车库的那些跑车，随便拿出一辆来都比这辆价值高几倍。所以在萧晨看来，估计是沈红林想要买新车了，这才找个由头把这车送给自己。沈总大气，那萧晨还能说什么呢？只能含泪将车钥匙收了下来。第45沈红林的危机意识，没事，你喜欢就好。沈红林扬了扬头，就像是送出一个玩具一样轻描淡写。见萧晨竟然真的收了，这让后面的林可儿心中更加震惊。你们真是一个敢送，一个敢接啊！跟萧晨不同，他可是知道这辆迈巴赫意味着什么。虽然价值只有100多万，但它代表的意义可是无价的。因为这辆车是沈林送给沈红林的成人礼物，也是父女俩关系缓和的桥梁，对沈红林的意义非凡。这也是为什么沈红林放着那么多好车不开，偏偏开这辆车的原因。在沈红林心目中，这辆车的重要性绝对排在第一位，除了他自己跟林可儿以外，其他人碰都不能碰一下的那种。然而这么重要的一辆车，现在竟然被沈红林亲手送给了萧晨。天哪，这难道就是定情信物吗？林可儿在心中狂呼，他觉得自己得重新衡量沈红林对萧晨的感情了。这哪是在追求，这是直接把对方当老公来对待了吧？这一下林可儿心中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直线拉伸到了首位，比吃饭都重要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就得重新计划一番了。沈红林的身后，林可儿小脸紧绷，活脱脱一副要上战场的样子。秘书可儿，愿为沈总赴汤蹈火。乌拉！林可儿的异样，沈红林通过电梯门的反光看得一清二楚。虽然不知道林可儿在想什么，但沈红林的心里忽然有些不安起来。这臭丫头又在胡思乱想什么呢？不会在想着怎么考验萧晨吧？昨晚林可儿不断地给沈红林灌输关于网恋不好的信息，什么见光死啊，什么麻辣烫啊，就挑坏的一顿说，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打消沈红林追萧晨的心思。沈红林当然没有听进去，而现在林可儿又摆出这样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他心中90%确认林可儿绝对在计划着什么，而且肯定跟萧晨有关。所以为了杜绝意外发生，沈红林便抬手按下了13层的按钮，对萧晨说道：“你先上去吧，我还有些事情要办。可儿跟我来。”等电梯门在13层打开后，沈红林就拉着林可儿出了门。那我就上去了，记得打卡哦，沈总。萧晨虽然有点不明所以，但还是听话的关上了电梯门，独自上了楼。而沈红林则拉着林可儿一路来到了空无一人的走廊里，然后就将其壁咚到了墙上，低下头，眼神略微有些严肃的逼问道：“可儿，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想对萧晨做些什么？”他说的做些什么，两人都懂是什么意思。林可儿被沈红林的眼神盯着，略微有些心虚，自己只是刚计划一下，怎么红林就知道了？他只好偏过头，支支吾吾的说道：“你在说什么吗？我能对他做什么了？再不上去的话，就要迟到了哟。”沈红林不为所动，他挑起林可儿的下巴，让对方与自己对视，说：“不说的话，今年的年终奖我就直接寄给阿姨了。”别，我说还不行吗？听沈红林要对自己的年终奖下手，林可儿顿时就慌了，开始一五一十的讲述自己测试萧晨的计划。我打算先这样，然后再这样，最后不行的话，只能那样了。说到兴头上时，林可儿头顶的呆毛还飙了起来。
怎么样？这个计划完美吧？完美你个头啊！咚！沈红林听到最后，忍无可忍的给了林可儿一个暴力。得亏自己规避风险意识强，提前将林可儿的计划问了出来，不然要是计划实施了，自己跟萧晨最后铁定得闹掰。不说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了，就连话可能都说不上几句，直接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你个死丫头，不是都跟你说别乱来了吗？你还给我瞎想！咚咚！沈红林越想越气，于是又咚了2下，直接将林可儿的呆毛给捶了下去。再气不能！嘤，人家这不是怕你上当吗？林可儿捂着头，可怜兮兮地看着沈红林，她至今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唉，你担心可以，但是乱行动可就不对了。沈红林深深叹了口气，他可算是知道林可儿相亲那么多次，为什么都失败的原因了。这丫头在感情问题上就跟没发育一样，出的全是馊主意。所以为了杜绝林可儿再擅自行动，沈红林只好拿出总裁的架子，冷声吩咐道：林可儿，在。严肃的声音直接让林可儿立正站好。沈红林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以总裁的身份要求你，以后没我的允许，不准做出任何关于萧晨的行动，你只需要安安静静的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就好。如果被我发现，严惩不贷。林可儿弱弱地举起手，那个，我能问问惩罚是什么吗？罚你以后不许在工作时间吃零食。听到不能吃零食，林可儿一双眼睛直接瞪得老大。对于一名吃货而言，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于是在计划与零食两者之间，林可儿犹豫了一下，然后果断选择了零食。林可儿保证完成任务。虽然有些遗憾，自己的计划还没开始就破产了，但计划本来就是附加物，不能实施也没什么损失，大不了以后自己老老实实的，只靠观察应该也能看出不少东西。那就好。沈红林见林可儿答应的坚定，这才放下心来。他相信林可儿还是知道分寸的，不然自己也不会这么器重他。走吧，上楼，该开会了。沈红林当先朝电梯走去，脸上还挂上了一丝笑容。只要林可儿这后院不起火，那他的计划就能开始了。论相公的100种养成计划第46，养成计划第1步，升职。等沈红林跟林可儿上了楼后，早会刚好结束。待在总裁办公室的萧晨此时正在用心做着报表，他没有去参加早会，这是沈红林特许的，觉得他没必要去浪费时间，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对此萧晨表示英雄所见略同，他也就心安理得的不去了。萧晨在吗？沈总让我过来喊你，有个会需要你去参加一下。这时有人敲了敲门，然后通知了萧晨一声，开会？早会不是刚开完吗？怎么又开会了？萧晨有些疑惑的起身，然后跟着来人往小型会议室走去。等他来到会议室后，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已经就座，所有人都用羡慕的眼神看着他，可能是在嫉妒我的帅气吧。萧晨没有在意，他扫了一眼，看在座的都是各部门负责人，这阵仗应该是与自己无关了。于是萧晨就找了个角落坐下，摸起鱼来，而其他人的目光依旧停留在他身上，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就是这个年轻人吧，看样子应该是了，长得倒是一表人才的，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个能力。有的人语气有些酸，身旁的人连忙低声劝道：你不会说话就少说点，要是被沈总听到了，可别说老哥没提醒你。那人连忙闭上了嘴，表情却还有些愤懑。其他的人互相看了看，也没有再继续说什么了。等了一会后，沈红林便推门而入，一身职业套装将他的身材完美勾勒出来。相比之下，他后面那位的身材便有些显得平平无奇。林可儿抱着文件夹，亦步亦趋地跟在沈红林身后，文件夹与身体近乎完美平行，引来众人一阵侧目。看什么看？林可儿眼睛一瞪，众人便赶紧收回了目光。这个小姑奶奶怎么回来了？林可儿，总裁的得力助手，堪称左膀右臂的存在，在沈红林的身边待了几年，业务能力已经超一流，先不谈，在气势这方面，他也是学了个七七八八，认真起来的样子，颇有几分沈红林的影子在其中。所以公司大部分熟悉他的人，一般都不愿意触对方的眉头。人都到齐了吧？沈红林来到首位坐下，环顾了一周后，林可儿站在他旁边，垫着脚数了一下，然后确定的点了点头。沈总，到齐了。很好，那现在就等等。沈红林刚想宣布开始，然后就看到了坐在角落的萧晨。萧晨，你坐那么远干什么？来这边坐。沈红林朝萧晨招了招手，示意他坐在自己旁边。对方可是这次会议的主角，不坐过来，别人看着怪累的。
好的，听沈红林让自己过去，萧晨只好起身，在众多负责人的瞩目下，缓缓坐在了沈红林身边的空位上。这一幕让不少人的眼睛都眯了眯，心中暗自开始盘算：这小子不是刚进公司吗？按照他们查到的资料，萧晨刚来公司不到半年，而且也只是个新人销售，顶多是凭借长相拿了几个销冠而已，凭什么坐在总裁旁边？再加上这次的会议也是沈红林专门为萧晨而开，这就让众人有些吃味了。不过纵然心中思绪顺转，这些公司的老员工却也只是老油条的互相看了一眼，然后就默默低下头，翻开了准备好的记事本。他们可不想触总裁的眉头，既然对方这么做了，那肯定就有他的原因。至于问为什么，他们总裁可没有解释的习惯。于是在一片寂静中，沈红林双手交叉放于桌前，总裁的气场顿时铺满整个会议室。他淡然开口：关于公司的业务拓展会议正式开始，我发给各位的资料，各位应该都看过了吧？在这股气场下，众人呼吸都轻了许多，只是齐齐的点头。很好，那就不用我多说了，直接切重点。由于最近行业问题，公司需要拓展一项新业务，是关于广告策划方面的，而这方面我想让萧晨来负责，谁赞成谁反对，这是众人都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没人表态。沈红林见状，满意的点点头，那事情就我反对。出声的赫然便是坐在沈红林身边的萧晨，他此时脑子里还嗡嗡的，什么意思？自己刚才还在做着报表哼着歌，想着做完摸会鱼来着，结果扭头就成一个业务的负责人了，这跳跃性也太大了吧！而且他见其他人一副早就知情的表情，顿时明白过来，合着这整个屋子里就我不知道呗。于是萧晨果断举手跳反，为什么是我？他只想摸鱼，要是成了业务负责人还怎么摸？那不得每天都忙死。因为我觉得你挺合适，你大学不是学的设计吗？正好专业对口。如果是其他人有意见，沈红林自然无需理会，但是萧晨的话他还是解释了一下。可是沈总，我那学的是服装设计啊。萧晨一个战术后仰，眉头皱起，黑人问号脸 JGP， 看得沈红林差点笑出来。不过最后他还是凭借着惊人的定力憋了回去，现在笑场可就尴了尬了。他保持着严肃继续说道：都是设计，能有什么差别？我说你行，你就行。说完，沈红林还眨了眨眼，偷偷给萧晨使了个眼色，意思很明显，是让他先别说话，等回去自己会跟他解释的。萧晨顾及到沈红林在众人面前的形象，只好将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闷声嗯了一下，便低头不再言语。他倒要看看沈红林葫芦里到底在卖什么药。摆平了萧晨，沈红林也没再问，而是直接宣布道：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办公地点在公司13层，人力资源部和财务部，回头记得跟萧晨对接一下。好了，散会。等众人走后，萧晨便迫不及待地问沈红林：现在你应该告诉我，为什么忽然要让我当负责人了吧？第47这人看着挺帅的，脑子却不好使，你急什么啊？林可儿仰头看着萧晨，没好气地说道，他还从来没见过有会拒绝领导提拔自己的人，萧晨算是第一个。这人看着挺帅的，脑子却不好使，不会有什么大病吧？顿时林可儿看萧晨的目光中多了一丝同情。萧晨瞥了林可儿一眼，没有搭理他。他现在确定了，这小丫头绝对有什么大病，不然这么针对他干什么？自己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而已，怎么就急了？把人刀了也得给人留个说遗言的机会吧。萧晨盯着沈红林，想要一个答案。沈红林却没有直接说，而是带着两人回到了总裁办公室。走吧，回去再说。走啦，还愣着干嘛？见萧晨杵着不动，林可儿便在他后边推了一把。萧晨也不好跟有大病的小孩计较，只好跟了上去。回到总裁办公室后，三人坐在沙发上，沈红林开始慢慢呼不是，开导萧晨。其实萧晨，我观察你已经很久了，上周让你搬到办公室，也是想近距离看看你的人品怎么样。现在你通过了我的考验，我认为你是可以让我委以重任的人才。你不应该只局限在一个区销售的岗位上，你应该拥有更大的舞台，为公司发光发热。沈红林一番话说得热血沸腾，让一旁林可儿听了都忍不住激动起来。他当初就是跟了沈红林，所以现在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现在沈红林很明显是在提拔萧晨，只要不是脑子有泡，一般人肯定会答应，然后借此一步步成长，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想一想还是很完美的。
然而，萧晨却不为所动。沈总，你应该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他拒绝了，他竟然真的拒绝了。这下，林可儿100%确认，这人确实有病了。他连忙嫌弃的往旁边坐了坐，生怕萧晨会传染给自己。沈红林没有理会林可儿这个戏精，而是直直的注视着萧晨。他也没有指望刚才那些话能说服萧晨，只是习惯性的打官腔罢了。接下来要说的话，才是他的杀手锏。如果你去当这个负责人的话，首先，底薪翻倍。嚯，那可就不是一笔小数目了。萧晨的手指动了动，没有说话。其次，这个项目除了我之外，公司没有任何人会打扰你，你可以全权负责这个项目。也就是说，这个项目算是沈红林独家赞助，哪怕他没有做出成绩，也不会有人怪他，别人也没有权利怪他。最后，考虑到你是初次接手，我会派人从旁辅助你，所以你不用担心会碰上不会的事。有什么麻烦的事情，你可以直接交给他来做，你只需要在大方向上做一做决策就行。怎么样？考虑考虑。沈红林说完后，身子往后一靠，胸有成竹地看着萧晨。他一点都不担心萧晨不会答应。作为萧晨的网恋女友，沈红林可以算是除了萧晨父母以外最熟悉他的人了。萧晨想要什么，他也自然知道，无非就是想上班摸鱼嘛。如果接了这个业务，那萧晨可以说是彻底解放了。只要完成工作，那这一下就算他上班玩游戏，都没人会管。这不就是萧晨的终极目标？而正如沈红林所想，听完沈红林的话后，萧晨眼睛一亮，还有这等好事？按照沈红林说的，自己岂不是直接起飞？就算初期会忙一些，也仅仅是忙一些罢了。忙完开头这段时间，以后每天玩游戏，等着下班就好。毫无疑问，萧晨心动了。他也不是什么矫情之人，心动不如行动。既然沈总这么看重我，那我便接下这个业务。萧晨认真地看着沈红林，说道。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忽然整这一出，但人家是总裁，想法肯定跟自己不一样，这么做也肯定有自己的原因，自己只需要躺好，等着起飞就行。至于沈红林会不会图谋不轨什么的，萧晨表示那就想太多了，自己除了长得帅点，还有什么能图谋的？而且就算是这点，人家堂堂绿洲集团总裁什么场面没见过，会贪图自己这点美色？所以萧晨便毫无心理负担的答应了。啪！沈红林一拍手，好，那就这么决定了。见萧晨终于答应，他的脸上也挂上了一抹笑容。这下子，自己的计划也算成功一半。接下来只要按序就班，自己父亲那关，他也就不用担心了。有他这个总裁在，就算萧晨躺着，自己都能带飞他。接着，沈红林又跟萧晨说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以后公司的13层，就是属于你们广告部了。你的办公室我已经叫人收拾好，也在13层。你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而且其他的一些办公设施，明天就能装好，明天你就可以正式开始办公了。萧晨点点头，没有说话。公司13层，他记得已经空出来很久了，这次沈总竟然直接把13层用来当做广告部的办公地点，看起来很重视啊。这样一来的话，萧晨就不好意思上来就摸鱼了，起码得做出1-2个成绩来，才能说得过去。至于怎么做吗？萧晨还得看看沈红林给他安排的助理到底行不行，行的话就不用他多操心，只需要每次做出决策，给点意见就好，剩下的就让辅助选手来。如果助理不行，那他也不怎么担心，不就是广告策划吗？他有的是想法。对了，沈总，你给我安排的助理是谁啊？我需不需要提前认识认识？想到这里，萧晨便问向沈红林，自己以后能不能躺好，还是得看这个助理给不给力，所以提前搞好关系是没错的。不用，其实你们已经认识了，就是你旁边这位。你好，再次认识一下，我叫林可儿，以后就是你的助理了，请多指教。林可儿不情不愿地朝萧晨点点头。什么玩意？你说的助理就是这个有大第48，不能换是吧？那就他了。你说的助理就是这个有大智若愚的小孩。你说谁是小孩？林可儿额头出现几个井号字，咬牙切齿地喊道。萧晨依旧没有搭理他，而是看着沈红林，别了吧，要不沈总你换一个，换谁都行，他担心病会传染。不行，除了他，我其他人都不信任，而且其他人也没能力辅助你。沈红林这次没有同意，直接驳回了萧晨的意见。而且可儿比你还大几个月，就他比我还大。萧晨狐疑地打量了一下林可儿，娃娃脸，平板身材，
长得还没他家衣架子高，难道是小时候没吃好，发育不良？喂，你的眼神也太不礼貌了吧！林可儿气得跺 G.O， 差点就要扑上去跟萧晨 solo， 但被沈红林的无情嫩手镇压。乖，别闹，沈总，我想留在你身边，不想当他的助理。没办法，林可儿只好拉着沈红林的手，央求道。他忽然有些后悔了，这还没说2句话呢，就把自己气成这样。那要是以后每天相处，不得把自己胸都气没了。不行，嘤。见沈红林拒绝自己，林可儿嘴撅得老高，都快能挂醋瓶子了。而萧晨看着小丫头这么生气，反而是来了兴趣。既然如此，那就他了。喜欢针对自己是吧？那就让你尝尝我萧某人的厉害。他倒要看看林可儿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就这样，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明天办公室一布置好，萧晨便能走马上任，直接从一个入职3个月的销售人员变成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这跳跃性恐怕也就独此一家了。聊完了事情，沈红林便让萧晨先忙一下，把手头的工作该交接，准备开始新的工作了。而他自己则跟林可儿一起在电脑面前不知道在捣鼓着什么。于是萧晨便把自己的客户报表统计了一下，然后给邢经理发了过去。老邢，这是我整理的客户资料，都是我筛选过的潜在客户，成功率很高，你要把握住啊。老邢也没有见外，直接收了下来。走啊，下楼抽烟，赔一根。走。萧晨跟沈红林说了一声，然后就下了楼。刚出门，就看到老邢在不远处的凉亭里朝自己招手，于是便走了过去。你小子，这下可算起飞了。邢经理看着萧晨，语气里充满了感慨。他知道萧晨不是池中物，迟早得化龙，但老邢没想到萧晨这么快就被任职新部门负责人了，而且还是沈红林亲自下令，升职简直比坐火箭还快。嗨，那有什么，还不如在你那里做的舒服。萧晨摆摆手，不在意的说道。老邢算是他刚进公司认识的第一个人，也是除沈红林以外关系最好的一个。两人在年龄上虽然相差10多岁，但一见如故，很多地方都聊得来，相谈甚欢。所以萧晨在销售一部的时候，每天过得还是很潇洒的。哈哈，你这个臭小子，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老邢见萧晨还是这么一副佛系姿态，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实话，虽然他跟萧晨相处的时间很短，只有短短3个月而已，但这3个月比其他人处3年都来得有用。当初老邢看到萧晨的第一眼，就觉得这小子一定是能成大事的那种人，而且经过后续的了解，也越发加深老邢的这个想法。很多问题上，萧晨表现得完全不像一个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反而是成熟老道，很多方面都考虑得很细致，甚至有一次还帮助老邢解决了不小的麻烦。从那时起，老邢就明白了，萧晨在销售岗位上绝对待不久，像他这样的人，更大的舞台才适合他发挥。现在机会来了，对方直接当上了广告部的负责人，很显然是沈红林也发现了萧晨的不凡之处，所以直接委以重任。在这一点上，老邢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作为萧晨曾经的上司，萧晨越牛逼，那就越能显得他这个经理牛逼，不牛能带出这样的人才。而作为萧晨的朋友，老邢想看看萧晨到底能走到哪一步。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就让我拭目以待吧。老邢拍了拍萧晨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呀，有能力，但是不争不抢的，这很不好。听老哥一句劝，你得支棱起来。别看你是沈总直接安排的，但暗地里肯定有很多人不服。你要是不做出点成绩来，不仅丢你自己的脸，还丢沈总的脸。所以你小子就别再佛系了，起码得把这些人的嘴堵上。老邢一番话说得很认真，萧晨也都听了进去。放心吧，老邢，这些我自然晓得，自己是来上班摸鱼的，不是来混吃等死，被人背后指指点点的。具体怎么做，他心里都有数，并且也有了初步的计划，明天就能实施。到时候能成功的话，也算是有一番交代了。行，我知道你小子有自己的想法，就不多说了。晚上出去喝2杯啊？不聊，晚上家里有点事。下次吧，下次一定。呸！你小子还欠我2根肠呢，还下次？嘿嘿，明天给你补上还不行吗？等萧晨回到办公室后，林可儿已经不见了踪影，而沈红林还在电脑前看着文件。萧晨等他看完后，轻轻敲了敲桌子：沈总，我有件事想跟说一下。
你说，就是我妈想请你去家里做客，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说着，萧晨微微偏过头，他知道自己忽然提出这个要求，有些冒失，但没办法，母上大人的任务还是得做一做的，不然以后可能就喝不到鸡汤了。当然，如果沈红玲不愿意的话，那就另说了，人家不来，我也没有办法嘛，对吧？萧晨问完后，沈红玲一时竟愣在了那里。你说什么？第49我愿意。沈红玲一双好看的眼睛微微睁大，又问了一遍，你刚才说什么？能不能再说一遍？我说，我妈想请你去家里做客，不知道你愿？我愿意。沈红玲有些急切地打断了萧晨的话，然后又发觉自己有些失态，赶紧拿起水喝了一口。也不怪沈红玲这么激动，她刚还在想，什么时候能再吃一次萧晨做的鱼，那入口即化、入味十足的鱼肉，属实让她念念不忘，回味无穷。沈红玲还打算主动去找萧晨，问问他什么时候把欠的鱼海一海，这次他想换个口味了。然后萧晨就来问他要不要去他家里做客，这不就巧了。于是沈红玲就直接答应了下来，恢复往日的平静后，还装作不在意的问了问，可以，什么时候？今晚。哇，那今晚岂不是就能吃到鱼了？一听到今晚就能去，沈红玲藏在桌下的手都激动地握了起来，然后又强行镇定下来。别慌别慌，沈红玲，你是最棒的，什么大风大浪你没见过，一条鱼而已。接着沈红玲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没问题，不过我要吃鱼，语气不紧不慢的，仿佛只是在找一个理由答应萧晨而已。说完后，他便静静地看着萧晨的眼睛。不过萧晨总觉得沈红玲这副样子像极了他曾经喂过的小猫，对方想吃鱼的时候，好像跟沈总现在差不多。罪过，我怎么能这么想呢？萧晨连忙将那个画面赶出了自己的脑海，然后点点头答应道，好说好说，不就一条鱼吗？要是你想吃的话，我随时可以给你做。真的吗？沈红玲的声音略微提高。当然，毕竟咱们是朋友嘛，对待朋友，萧晨还是很靠谱的。再加上沈红玲在公司给自己的便利，几条鱼而已，算不了什么。那我可记住你说的话喽，到时候可别不算数。萧晨的承诺让沈红玲一时高兴，语气变得有些俏皮起来，差点让萧晨以为是小红娘在说话。再看时，沈红玲已经恢复了淡然的神色。唉，这错觉越来越离谱了。萧晨摇摇头，不敢再想，太像了，以至于他刚才以为自己在游戏里跟小红娘说话呢。两者面貌太过相似，尤其是小红娘在游戏中给萧晨跳舞的时候，萧晨都会下意识的盯着对方游戏角色的脸看，越看就越像沈红玲。有时候他都在怀疑，人的审美竟然真的这么高度相似吗？而沈红玲也意识到自己刚才差点露馅了，赶紧咳嗽一声，那晚上我们就一起走吧，我这边还有点事要处理，你先回去忙吧。哦，好的。萧晨被打断了思路，也就没再继续深想，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现在的重点是得想想明天该怎么办才好。部门刚建立，那起码得有一个计划才行，总不能就他跟大病丫头吧，那也太惨了。萧晨想了想，也没急着跟沈红玲要人，对方既然说不用自己操心，那应该早就准备好了。这样的话，等明天看看再说。人员方面，萧晨放在了一边，剩下的就是关于业务方面的问题了。沈红玲既然任命自己为广告负责人，那自己起码得做出点成绩来才行，指望那个大病丫头就算了，还是得他自己来想想办法。房产广告的话，我想想。萧晨坐在自己位置上，左手撑着脑袋，右手转着笔，进入了全神贯注的思考状态。不一会，林可儿便抱着一大堆文件走了进来，径直走到沈红玲办公桌，然后放了上去。呼，累死我了。沈总，这都是您要的资料，而且我已经帮您筛选过了，基本没什么问题。他拍着小胸脯，自信满满的说道。沈红玲嗯了一声，示意他放在一边就好。然后沈红玲就继续仰脖，偷看着对面的萧晨。林可儿进来，并没有打扰到萧晨的思路，他已经想到了一个好点子，只需要今晚回去问一问就成。如果可行的话，倒也算是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了。沈红玲偷看萧晨的样子，林可儿自然看得一清二楚，顿时有些不忿地看了萧晨一眼。这家伙有什么好的？不就帅了点，高了点吗？怎么就把我家总裁迷成这样了？做饭好不好吃还不一定呢。林可儿小声的碎碎念，
将沈红林的思绪拉了回来。对了，可儿，晚上我不能跟你一起回家了。啊？为什么？因为晚上我要跟萧晨一起去他家，阿姨邀请我去做客。林可儿一脸问号。又去？不是已经去过一次了吗？他撅着嘴，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唉，确实会转移的，对不对？等等，林可儿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将身子直接趴在了书桌上，然后两眼冒光地盯着沈红林。那岂不是说你又能吃到鱼了？沈红林带着笑意点点头，是的，而且萧晨还答应我会给我做不同口味的鱼，一想到晚上又可以吃到萧晨做的鱼，沈红林就心情一片大好。而林可儿的面前已经出现了那张萧晨做的鱼的图，太香了，咕噜！当即林可儿就狠狠咽了一口口水，头顶呆毛biu的一下翘起，用充满希冀的眼神看着沈红林。那红玲，晚上可不可以带上我呀？他可太想尝尝萧晨的手艺了。为了吃的，他愿意少嫌弃萧晨2分钟。如果真那么好吃的话，这个恐怕不行哦。沈红林伸出一根手指，抵住了林可儿越凑越近的小脑袋瓜，然后拒绝了他的请求。毕竟人家只邀请了我，要是我贸然带你去，可能会给叔叔阿姨留下坏印象的。在这一点上，不存在商量的余地。好吧，人家也只是说说而已。林可儿也知道这样不好，但吃货的本能还是让他尝试着问了问。第50，为了沈总的幸福而奋斗。嘤，被果断拒绝后，林可儿犹如煮熟的面条一样，从桌子上滑了下去，整个人的背景都变成了灰白色，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头顶的呆毛也重新回归了大部队，嘴里喃喃道：好吃的木有了。哎呀，你个小笨蛋，别急啊！见林可儿瞬间淹了下去，沈红林哭笑不得地将他拉起，安慰道：现在不行，不代表以后不行呀，你只要好好帮萧晨搞好业务，等你们关系好了，那不就能吃到了吗？放心吧，萧晨对朋友还是很好的。真的吗？林可儿闻言唰的一下抬起脑袋，这样一来的话，那自己就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提高萧晨的好感度了。为了吃的不寒碜，显然林可儿还不知道，在萧晨眼里她已经是个有大病的丫头，如果她直接要求，萧晨估计也会答应的，万一人家就到想吃点啥的地步了呢？沈总，我下午得出去一下，跟客户说一声。就在林可儿跟沈红林偷摸商量萧晨喜欢什么的时候，萧晨却来到沈红林的办公桌前，申请外出。虽然自己的职位变了，但跟客户的约定可没变，该见的客户还是得见一见，买卖不成仁义在。男的女的？男的。去吧。沈红林点点头，同意了。早去早回，下班之后正好一起回去。好的。下午，萧晨离开公司后，先跟自己母亲说了一声沈红林的事。妈，红林答应了，今晚会去家里坐坐。至于升职的事情，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所以萧晨打算晚上再说。知道了。苏小小看着儿子发来的消息，嘿嘿一笑，对着旁边的萧红得意地挑了挑眉，嘿嘿，老公，我说什么来着？那姑娘肯定会同意的。我老婆最聪明了，这次算你赢。说吧，想去哪里玩？萧红宠溺地摸了摸苏小小的头，然后询问道。昨天两人睡觉前打了个赌，赌的就是今天沈红林会不会来家里。本来萧红想选会来的，但是自己老婆先选了，那自己就只能选不会了。没办法，自家媳妇她不宠谁宠。嘻嘻，咱们之前去的公园好像开了，我想去那里玩玩。好，那明天就去那里，回头问问儿子有没有空，咱一起去逛逛。萧晨还不知道自家的店又被父母任性的休假了，他现在正前往跟客户约好的地方，对方上周刚从自己手里买了房，还有些售后需要自己去处理一下，处理完后还可以去把晚上的食材给准备了。虽然说的是尽快回去，但萧晨想着先把食材弄完，这样晚上就可以直接回家，不用绕道了。而且自己昨天跟海鲜店的老板说好了，让他把鱼留2条，早点取回来也好。就这样，萧晨在见完客户之后，顺便去了一趟海鲜市场。等回到公司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左右。办公室里只有沈红林一个人在低头看着什么，很认真的样子，所以萧晨也没有打扰，而是轻声回到了自己位置上，打开公司的微信。果不其然，一大堆信息涌了出来。唉，我就知道。看着这些恭喜的语言，萧晨无奈地叹了口气。中午的时候，公司正式的任职通知就已经发布，
偏偏萧晨的人缘还极好，许多不是销售部门的人都认识他，所以一下子萧晨的微信就爆了，全是来询问他怎么这妖牛逼的，要不就是直接恭喜的，更有甚者还直接问他：萧哥，部门新建，是不是打算招人啊？你瞅我可以不？我瞅你不行。萧晨头皮发麻，果断拒绝了。人员方面，沈红林跟他说了，已经全部安排好，不用萧晨多操心。至于其他的，萧晨倒是一个个回复了一下，人缘好，就是这点麻烦，都是人情世故啊。回复完后，萧晨长长的伸了个懒腰，再抬头时，沈红林也刚好起身，忙完了，那咱们就走吧。他招呼了萧晨一声，然后便直接向外面走去。既然要去萧晨家里，那肯定得回家换身衣服才行。这么早吗？不合适吧？萧晨嘴上说着不合适，身体却麻溜的拿起外套，跟着沈红林就出了公司。依旧是萧晨开车，沈红林坐在副驾驶，给林可儿发了条消息过去，以免对方回公司找不到自己。可儿，我先走一步，你忙完也赶紧回家吧。放心，到时候会给你拍照的。另一边，林可儿撅着嘴戳屏幕，要多拍2张哦。他指的是萧晨做的晚餐，虽然吃不到，但多看2眼还是挺下饭的。等对方回复了一句知道了以后，他就将手机重新揣进了兜里，然后继续整理着文件。为了总裁的幸福，林可儿，你要加油呀。他拆了块糖放进嘴里，给自己打着气。尽管已经到下班点了，但他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如果能帮到沈红林，加班又何妨？想起今天沈红林的笑容，林可儿心中就一阵激动。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沈红林笑得这么开心了。就算上一次在跟京城达成战略合作的那天，沈红林都没这样笑过。然而就因为今天萧晨邀请他去家里，他笑了，而且笑得无比真诚，那眼眸深处的欢喜深深触动了林可儿。为了守护这份笑容，他决定好好努力。他想让沈红林一直这么开心下去。刷刷刷，林可儿眼神里充满干劲，埋下头继续复习着资料。他以前是做广告策划出身的，这也是沈红林会让他辅助萧晨的原因。但有些东西很久不看，以他的记忆力也难免忘了些许，所以需要重新补一补。另一边，萧晨将车停到了沈红林家门口。你在这里等一下，我进去换件衣服。很快，10分钟就好。第51女卫越级者容，不用这么正式吧？那我就这么去。副驾驶，沈红林抬了抬自己的小腿，细纤光滑的腿上包裹着一层薄薄的黑丝，在车里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极为诱人。萧晨看了一眼就没敢再看。好，你去吧，快点。他侧过头看向窗外，然后催促了一声。沈红林见他这副样子，嘴角轻轻勾了一下，知道了，10分钟内。说完后，他就下了车。等沈红林再出来时，身上已经换上了一身温柔的淑女风搭配，裸色毛衣加上网格半裙，再配上那头黑长直的秀发，看得萧晨暗暗啧舌。这已经是他见过沈红林解锁的第4种风格了。第一种是霸道总裁风，第2种是邻家少女风，第3种是华丽女王风，第4种就是眼前的这种温柔淑女风。每一种风格都有独特的风味在其中，完美诠释了什么叫万种风情。怎么样，好看吗？沈红林把手缩在毛衣衣袖里，笑眼盈盈地问萧晨。他可是有看到萧晨的目光，从自己出来后就一直在自己身上，并没有移开过。女为悦己者容，沈红林同样希望得到萧晨的认可，而萧晨从来不是吝啬赞美的人。他果断点头称赞，好看，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好看的女子。小红娘不算，他没见过。除此之外，沈红林确实是萧晨活到现在见过最漂亮的女孩子，尤其是对方笑起来的样子，当真让萧晨感受到了什么叫如沐春风。他暗自惊叹，恐怕也只有沈红林才能驾驭这么多种风格的衣服了吧？是吗？那就好。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后，沈红林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几分。他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跟萧晨的关系又进了一步，虽然只是一小步，但却是沈红林的一大步。很快，萧晨便将车开到了自家楼下。咔嚓，开了门后，萧晨喊了一声，爸，我回来了。无人应答，看起来还没有回来。于是萧晨便让沈红林坐一会，自己去厨房开始准备晚餐。那红林你先坐，我去做饭，冰箱里有饮料。我也要去。哪成想沈红林直接跟了上来，他想跟萧晨一起做饭，任何能跟萧晨增加亲密度的事件他都不想错过。啊，你还会做饭吗？萧晨狐疑地看了眼沈红林，
不是他不相信沈红林会做饭，而是他真的不相信沈红林会做饭。像沈红林这种身份的人，难道还会亲自下厨沾那阳春水？我会。沈红林还以肯定的答复。她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她可是绿洲集团的总裁沈红林，做个饭而已，不是吃不死人就行了吗？别闹！再说你穿这一身也不适合做饭啊。可萧晨还是堵住厨房门口，没让沈红林进来。这要是进来帮倒忙，那晚上可就说不准几点吃饭了。沈红林没有放弃，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他咬着朱唇，抬手指着墙上挂着的2条厨裙，我可以穿这个呀，一条蓝的，一条粉的。沈红林直接拿过粉色的厨裙，直接系在了身上，手法很是娴熟，不像是第一次进厨房。于是萧晨就将信将疑地让开了门口，然后严肃地说道：你想进来可以，不过先说好，打下手就行，其他事情交给我，明白不？这里不是公司，是萧晨的家，而且还是厨房，萧晨的地盘上，所以萧晨等让沈红林知道，在这里谁才是大小王，省得待会给自己添乱。我知道了。沈红林没有在意，兴冲冲的就进了厨房。你先把这些菜切一下。萧晨先让沈红林处理食材，借此看一看他的水平。没想到沈红林撸起袖子，3下2除2就切好了，让一旁的萧晨都看傻眼了。卧槽，还真会做，而且这手法一看就不是第一次做，显然很熟练。这下萧晨算是真的相信沈红林会做饭了。如何呀，萧大厨？沈红林背着手，揶揄地看着萧晨惊讶的表情。他就喜欢看萧晨意外的样子，看起来很可爱。还行吧。萧晨收回表情，淡定地点了点头。沈红林的刀工，他认可了，不过不代表对方就能喧宾夺主。接下来，萧晨给沈红林展示了一番什么叫做刀工，形如流水般的动作，既优雅又随意，看得沈红林暗自吐了吐粉舌。这是真大佬，惹不起。随后，在萧晨的指挥下，沈红林也开始帮忙。足来了，酱油到。做起饭来的萧晨格外认真，使唤起沈红林是丝毫不客气，举手便要，抬手便喊。偏偏沈红林还乐在其中，举着小手一直待在旁边，眼神里萧晨做饭的影子像极了辅助老公做饭的贤惠妻子。而有了沈红林的帮忙，萧晨的效率也有了显著的提高。搞定。做完收工后，萧晨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第一次跟沈红林配合，竟是意外的默契。不错。没想到红林你还有这一手，嘿嘿。那是，也不看看本姑娘是谁。沈红林脸色红润的扬起头，俏脸上写满了得意，点点汗水从她的鬓角流下，却被她毫不在意的抬手擦去。这一刻的沈红林显得极具人间烟火气，也离萧晨的世界更近了一些。一时间，萧晨看着这个得意的女孩，眼神温柔了许多。他轻声道：累了吧？去客厅歇会，剩下的我来就好。沈红林能放下身份，在自己的指挥下东奔西跑，显然是将他当做了真正的朋友。这份真诚让萧晨的心里暖暖的。没事，我还能干，还有什么我能做的吗？沈红林此时还沉浸在帮萧晨忙的成就感里，嚷嚷着要继续帮忙，执着的样子让看得萧晨哭笑不得。他拿过沈红林又举起的菜刀，推着他往厨房外走去。好了，只剩下收尾了，你就在外面乖乖等着吃吧。第52自古蓝粉 CP 多。我不。沈红林抬起脚尖，脚后跟蹭在地板上，不愿意就这么出去，却还是被萧晨有力的臂膀推了出去。不听话的话，等会就不让你吃鱼了。那好吧。沈红林只好撅着嘴被推到了厨房门口，但他没有出去坐着，而是倚在门口，看着萧晨一个人在里面忙活。萧晨也没在意，转身开始下锅炒菜。烟雾缭绕间，饭菜的香味慢慢飘了出来，再配上他那认真帅气的脸庞，让沈红林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秀色可餐。长得帅的人在做美味的佳肴，这不是秀色可餐是什么？这种感觉太香了吧。一直等萧晨将菜装盘，沈红林的眼里还尽是痴迷的神色，他愿意就这么一辈子看着萧晨。咔嚓，这时开门声将沈红林惊醒，意识到是叔叔阿姨回来了，他就连忙上前帮萧晨端菜。我来帮你。等萧红和苏小小来到客厅时，正好看到了沈红林跟萧晨正摆放餐具，两人的身上此时还穿着情侣厨裙，蓝粉色，看起来格外的般配。
这让萧红和苏小小不免对视了一眼，两人脸上的笑容一闪而逝，一切都在不言之中。叔叔阿姨，你们回来了。沈红林放下手中的鱼，抬头甜美一笑，打了声招呼，这让苏小小的心情更加美丽了一些。哎，红林来了，这是帮萧晨做饭了。我打下手。啧，这年头会做饭的女孩子太少了，某人可得珍惜珍惜啊。说完，苏小小还朝萧晨挤眉弄眼，意思不言而喻。妈，你说什么呢？萧晨被母亲的话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地瞥了一眼沈红林，对方没有说话，耳朵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起来。他以为是因为自己母亲的话，让沈红林有些尴尬，于是就赶紧推着苏小小，让她去洗手。快去洗手，不然菜都凉了。不是说好7点回来的吗？现在都7点半了。嗨，这不正好吗？刚回来就能吃饭。苏小小也没坚持，任由儿子推着自己。经过沈红林时，还朝对方调皮的眨眨眼，这让沈红林的脸更红了几分。他明白，苏小小肯定已经看出来自己对萧晨有意思了，所以才会说这种话来助攻。而他之所以会脸红，那是因为激动导致的，来自婆婆的神之助攻，能不让沈红林激动吗？他看着苏小小的背影，心中默默比了个大拇指。阿姨，请务必加大力度。一直到苏小小和萧红洗完手回来，沈红林的脸还是红扑扑的，看起来格外诱人。萧晨见此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好招呼着众人坐下吃饭。餐桌上，萧晨和沈红林坐在一边，因为刚才苏小小的一番话，让两人之间有些小尴尬。而坐在对面的萧红和苏小小却时不时低头耳语几句，然后在自己儿子和沈红林之间来回看了看，然后满意的点点头。接着苏小小便主动给沈红林夹了块鱼肉。来，红林吃块鱼，你应该还没尝过萧晨做的糖醋鱼吧？我跟你说啊，我家小子做的鱼里面，我就好这口。唉，谢谢阿姨。沈红林连忙端起碗，接下了鱼肉，然后朝着苏小小甜甜一笑，给苏小小也夹了一块。阿姨你也吃。好，和睦的样子，让坐在一旁的萧晨很是吃味，怎么就没见自己母亲给自己夹过呢？他端着碗，盯着苏小小，示意对方也给他夹一块。结果沈红林会错了意，他以为萧晨也要自己夹，于是他就夹了一块鱼肉，放在了萧晨的碗里。萧晨沉默了，苏小小和萧红也沉默了。沈红林此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眨了眨眼，看着萧晨。一时间，萧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端着碗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最后只好僵硬的谢了一声：“谢谢。”“不客气。”沈红林眯眼一笑，为自己能投喂到萧晨感到高兴。而对面的苏小小和萧红看着这一幕，却憋笑憋得难受。为了避免笑出声来，苏小小赶紧说道：“那啥，红林你也赶紧吃，别光顾着给我们家呀。”“对，再不吃待会凉了。”“好的。”沈红林这才端起碗吃了起来。其实他早就香得不行了，糖醋鱼比起清蒸鱼味道更浓一些，而且他本身就喜欢这种甜甜的味道。刚吃一口，沈红林脸上就露出幸福的笑容。哇，真好吃！沉醉在糖醋鱼中的沈红林开始了优雅且快速的干饭模式。萧晨看了他一眼，心中笑了笑，这样的沈红林比在公司的时候大不一样，感觉更活泼了一些。没有多想，他也加入了干饭的行列，再不吃可就要被沈红林吃完了。而对面的萧红夫妇看着这俩孩子吃得这么香，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桌下的手也不禁握在了一起。当父母的无非就是希望孩子过得好一些，每顿饭多吃一些，再找一个共度余生的伴侣吗？现在看来，他家儿子前2项已经不用他们操心了。而最后一项，苏小小看着对面沈红林和萧晨此时正瞪着眼，一副比谁吃得多的样子，心中一叹，希望这臭小子能把握住吧。他还是很看好沈红林的，不仅是背景，还是个人。如果自己儿子能跟对方好上，那他跟萧红也就不用再在儿子的感情问题上操心了。哥。吃完后，萧晨和沈红林同时往后一靠，然后又同时打了个嗝。萧晨朝沈红林拱拱手，傲然道：“沈姑娘，承让。”很显然，刚才拼饭是萧晨赢了，已经将沈红林当作真正朋友的他，不介意跟对方皮一下。沈红林也乐呵呵的入戏，他拱手回应：“哎，终究是萧兄更胜一筹啊。”说着，脸上还适时的展露出几分落寞，看得萧晨哈哈大笑起来。跟沈红林接触的越多，他就越能发现这个女孩身上的闪光点。哎呀，完了！忽然，沈红林捂着嘴惊呼，他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53一条鱼，你给我整得热血沸腾的，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鱼刺卡住了？听到沈红玲的叫声，苏小小连忙从厨房探出头来问道，样子很是紧张。没事没事，阿姨，我就是忽然想起有一件事忘做了。沈红玲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歉意地朝苏小小一笑，并且示意自己没有事。萧晨见母亲比自己还担心，一脸无奈地吐槽：妈，我用的鱼都是没有小刺的鱼，怎么可能卡喉咙啊？呸！上次不是还把你骂我给卡住了？见沈红玲真没事，苏小小也没惯着萧晨，直接反驳道：那次是你吃的太快了好吧？我不管，反正就是你的错。老公，你看看，你儿子欺负我。萧晨被说得哑口无言，只能认输。行，那我下次注意点，把刺全挑出来行了吧？哼，这还差不多。苏小小见萧晨认输，得意地哼了一声，然后才缩回了脑袋。噗！一旁的沈红玲听母子俩拌嘴，没忍住笑出了声。萧晨没办法，只是无奈地朝他耸了耸肩。见笑了？不会呢，这只能说明你跟阿姨的感情很好。沈红玲摇摇头，眼底尽是羡慕之意。她已经很久没有跟母亲说过话了。一时间，陷入回忆的沈红玲心情很明显的低落了许多。虽然萧晨很好奇对方的故事，但现在很明显不是时候再让沈红玲想下去。万一哭了怎么办？这要是再让父母看见，自己就算是跳进银河都洗不清了。所以萧晨赶紧转移话题。对了，你刚才说你忘记什么来着？现在还来得及不？需要我帮忙不？听到萧晨的话，沈红玲的眼神逐渐聚焦。她没有萧晨想的那么脆弱，刚才只是触景生情一下而已。回过神后，她愣了愣，忘记什么事情？哦对，我忘记给可儿拍照了。沈红玲猛然想起自己答应林可儿的事，刚才光顾着跟萧晨拼饭，忘记把鱼拍下来了。这要是被对方知道自己忘了，岂不是得烦死自己？一想到可儿叽叽喳喳的声音，沈红玲的头都要大了。万幸，主厨就在自己身旁，让萧晨帮忙应该没问题吧？沈红玲一把按住萧晨的肩膀，表情很是严肃地说道：那个萧晨，我想拜托你件事情。萧晨见他说的认真，还以为是很重要的事情，于是也回以对方严肃的眼神。你放心，只要我能帮上忙的，你尽管说。对待自己认可的朋友，萧晨一向两肋插刀，朋友之间不就是应该互帮互助的吗？更何况沈红玲待他不薄，如果能帮上对方，萧晨也是很乐意的。看着萧晨极为认真的样子，沈红玲心中一暖，柔声说道：我想请你下次做鱼的时候多拍点照片给我。我答应可儿给他拍鱼，结果给忘了。哎，我真是太大意了。说完，沈红玲叹了口气，就一条鱼，你给我整得热血沸腾的。萧晨还以为以沈红玲的身份能让他帮忙的绝对是什么大事，没成想就是给鱼拍个照而已。他面无表情地盯着沈红玲，在考虑对方是不是被那个大病丫头给传染了，搁这犯病呢。怎么了吗？沈红玲被萧晨盯着，还以为自己脸上沾了什么东西，抬起手摸了摸，很光滑，没有异物。然后他就继续用期待的眼神看着萧晨，拜托拜托。见他这副样子，萧晨确认了对方没有开玩笑。他只好深吸了一口气，平复情绪，这才挤出一丝笑容。行，不过就这么一次哦，再有下次他就不给沈红玲做鱼了。嘻嘻，那就麻烦萧兄了。听萧晨同意，沈红玲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同时他搭在萧晨肩膀上的手也开心地摇晃着，带着萧晨也晃来晃去。那个红玲，你先把我放开。萧晨意识到这样不好，想要挣开的时候，苏小小和萧红正好从厨房走了出来，看到了这一幕。苏小小眉头一挑，自己儿子跟红玲的关系看起来很好吗？这都上手了都。萧晨和沈红玲也看到了萧晨父母，一时间四目相对，气氛有些尴尬。此时沈红玲的手还搭在萧晨肩膀上，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他才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妥，但现在解释的话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沈红玲轻轻抬起手，刚想说话，那个好，我忽然记起刚才有个碗没洗，老公快来帮我。然后就被苏小小打断，她带着夸张的笑声拉着萧红重新钻回了厨房。瞬间客厅里只剩下了沈红玲和萧晨，两人大眼瞪小眼，互相看着。渐渐的，一抹嫣红悄悄爬上了沈红玲白皙的脖颈，一直蔓延到耳根。
他被萧晨看得害羞了。沈红林对天发誓，他刚才只是下意识的动作，绝对没有别的意思，顶多就是刚才把萧晨当轻狂书生了。萧晨此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总不能说你刚才非礼我了这种话吧。他挠了挠头，眼睛瞥到了墙上的时钟，已经是晚上8点多，外面的天也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可那个红玲，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吧。萧晨起身说道。好。沈红玲略显慌乱地站了起来，这还是他第一次感觉到有些手足无措。长这么大以来，沈凌灌输给沈红玲的观念就是不论发生什么都要保持时刻的冷静，但此时他确实有些冷静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在面对萧晨的时候，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萧晨的一举一动都能牵动他的心神，无可避免，他也不想避免。第54，勤快的小吃货，这么早就要回去了吗？再待会呗。躲在厨房偷听的苏小小听沈红玲要回去了，连忙跑了出来，出言挽留一下对方。不了，阿姨，时间不早了，我还是早点回去吧。沈红玲微笑着摇了摇头，在面对苏小小时，她又恢复了往日的冷静。再待下去还是尴尬，索性今天就先这样，毕竟来日方长嘛。唉，那好吧。苏小小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然后恨铁不成钢地瞅了萧晨一眼，瞅得萧晨莫名其妙的。接着苏小小走过来，拉着沈红玲的手，那今天阿姨就不留你了，改天再来玩哈。沈红玲看了萧晨一眼，对方并没有什么表示，看来萧晨并不反感自己来家里做客，当下就开心的嗯了一声。没问题的阿姨，那咱们走吧。萧晨确实不介意沈红玲经常来家里，多一个人无非就是多添双筷子，而且看自己母亲挺喜欢沈红玲的，这样也不错。下了楼后，沈红玲的心情格外美丽，不仅吃到了心心念念的鱼，而且还能奉旨蹭饭。最重要的是，她跟萧晨的关系更近了一步，除了忘记给林可儿拍照，今晚可谓是大获丰收。所以沈红玲走起来的脚步都轻灵了许多，一直到停车的地方都显得格外活泼。跟在后面的萧晨看到后不禁闭着眼，摇了摇脑袋，他刚才差点又把对方认错了。要是沈红玲穿着一袭红装，他估计就真的认错了。还好明天开始就不用跟红玲一个屋了，这要是再待下去，保不准哪天他就把沈红玲叫成小红娘，那可就完犊子了。分开的话，还能让自己冷静冷静。呼，萧晨偷偷松了口气，开始期待明天会怎么度过。这还是他在这个世界第一次搞广告策划呢，有那个丫头在，应该不会太忙吧。他想起下午时看到林可儿一副能干的样子，不禁给沈红玲点了个赞。知我者，神总也。沈红玲此时还不知道萧晨有些想躲着自己，他开心的想着，下次再来就让萧晨给自己做白灼虾，而且自己也要跟他一起去。跟相公第一次约会就是逛海鲜市场，想想还真是有趣呢。想到开心处，沈红玲的眼睛就像月牙一样弯了起来。上了车后，萧晨看了一眼沈红玲，不知道对方在那里开心个什么劲，他没有说话，而是直接开着车朝沈红玲家里驶去。路上此时已经有些堵，他们刚好赶上了晚高峰，不是所有人都像两人一样可以准点下班，加班才是这座城市的日常现象。对了，你那个秘书他很喜欢吃吗？等红绿灯的时候，萧晨忽然问道，他想了解一下林可儿的性格，毕竟按照沈红玲的安排，自己以后就会多个小跟班，提前了解一下，在对方犯病的时候自己也有办法解决。别看可儿长得小，其实她可能吃了，妥妥的一枚小吃货。沈红玲点点头，毫无心理负担地出卖了林可儿。她将林可儿以前为了吃干的一些憨憨事迹都告诉了萧晨，让萧晨暗自发笑的同时，也明白了这丫头就是典型的吃货。这样一来的话，那他心里就有底了。见萧晨问起林可儿，沈红玲也自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于是便接着说道，可儿她其实很好的，你别看她平时大大咧咧的，但做起事来却格外细心，而且只要交给她的事情，她绝对会办到，所以你完全可以把事情放心的交给她，可儿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末了，沈红玲又补了一句，除了有时候喜欢絮叨，当然比起优点来，这点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懂了。听着沈红玲的讲述，萧晨也大致明白了林可儿的性格，总结下来就是一个能干的小吃货。而萧晨可是吃这方面的专家，看我拿不拿捏你就完事了。萧晨心中嘿然一笑。过了一会后，他将沈红玲送到了家门口。那我先回去了。
拜拜。明天见。看着沈红林进了家门，屋里的灯亮起后，萧晨才启程回家。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电脑打开，然后登上了自己的邮箱，找到永杰官方发给自己的邮件。联系人是这个对吧？萧晨照着上面的联系方式，然后添加了对方。本来他不打算接这个广告的，但现在忽然成了公司的广告策划负责人，那萧晨不介意去跟永杰官方谈一谈，个人合作多没意思啊！我现在不仅代表着天榜第一，还是绿洲集团的人，这双重身份加起来，想来这个合作的方式就应该换一换了吧。添加完毕后，萧晨就将电脑关闭。邮件里说了会在工作时间内同意，那他也不用多等，等明天办公室整理好，再跟官方谈也不迟。至于对方会不会答应合作，那就得看对方这次活动想不想做大了。接着，萧晨又将手机拿出来，给小红娘发了条消息过去：睡了没？没呢。对方秒回：是不是想我了？比昨天多一点吧。其实是有件事想问你一下。西西什么事啊？相公但说无妨。记得我今天收到的那个邮件吗？永杰官方的。沈红林想了想，是广告那个吗？对，我刚加了对方。啊嘞，那相公是准备去拍广告了。第55用2只手帮萧晨站起来。沈红林拿着手机，脸上有些意外。萧晨一向是不喜欢参加这种活动的，更不用说接广告了。旋即他就想到了现在萧晨的工作，一瞬间沈红林就明白了萧晨打算做什么。相公是想以公司的名义跟先锋集团合作吗？他眨了眨眼，思维迅速运转，开始思考这个合作的可行性。如果是个人的话还好说，但要是以公司的名义，那就有很多东西需要思考了。这时萧晨又发来消息：不是，这件事说起来有点复杂，说来话长，我就长话短说了。我现在这个公司在广告这块要进行业务拓展，我成了负责人，所以我想以公司的名义跟永杰官方进行一波合作。现在是想问问你，愿不愿意参与进来？萧晨想将小红娘也拉进来，既然是拍广告，那情侣的应该会更有吸引力吧。沈红林瞪大眼睛看着萧晨的最后一句话，整个人有些懵。萧晨想要邀请自己一起去拍广告，自己堂堂绿洲集团总裁，魔都商业界大佬，去拍广告？开什么玩笑？沈红林没有犹豫，直接回复：没问题啊。什么时候？明天吗？我随时有空哦。这么有趣的事情，自己怎么能不参与一下呢？而且还是跟萧晨一起，简直太棒了。这一刻，沈红林没有再去考虑什么得失，天塌下来还有自己顶着，他现在只想陪萧晨一起去经历这些有趣的事情。别急，我这还没加上人家呢。萧晨见小红娘秒同意，心里一暖，然后就让他别着急，自家这小红娘啥都好，就是性子有些急，这个计划没定下呢，明天还得跟总裁请示一下。萧晨又提前给小红娘打了针预防针，避免到时候不通过，让对方失望了。没事，他肯定会通过的，语气很是肯定，仿佛自己就是那个人一样。萧晨一乐，希望如此吧。好了，赶紧去睡觉吧，有消息我会告诉你的。相公晚安。沈红林关上手机，却没有丝毫困意。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好久，然后再次打开手机，给林可儿发了条消息过去：可儿，睡了没？没，等你的照片呢。对方秒回，很显然早已等候多时。沈红林脸一红，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但现在有正事，照片的事明天再跟他掰扯。嗨，照片明天给你，我现在有件事想要你帮我做一下。另一边，林可儿使劲嗦了一口螺蛳粉，他等半天鱼的照片了，也没等到。很显然是沈红林又忘了，刚打算跟沈红林说道，结果对方就先发来了消息：有事要我帮忙。林可儿眼睛一亮，直接将碗推到一边，然后打字回复：您说。沈红林也没有客气，直接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我想让你明天有空的时候联系一下尖峰科技那边的人，就说我这边有件事想要跟对方的负责人谈谈。对，以私人的名义。第二天，萧晨习惯性的开着车接到了沈红林，司机的服务是越来越到位了。刚公司的人跟我说，你办公室装修好了，东西什么的也已经配齐了，所以你今天就可以直接搬进去。上了车后，沈红林便翻看了一下手机，跟萧晨说了一声，至于业务的事情他并没有提。新上任最起码得给萧晨一个缓冲的时间，先熟悉具体的操作。好嘞。萧晨精神一振，对于工作他倒是无所谓，
主要是办公的环境的好一些，不然会大大降低工作的效率。沈红林这么一说，他开始期待能装修成什么样子了。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有一次不小心跑到过13层一次，用百废待兴来形容会很合适。13楼以前好像是什么项目组的，结果项目没成功，公司就将13楼空闲了出来。至于为什么没有再利用，那萧晨就不得而知了。萧晨对那些不感兴趣，他只关心以后会怎么样。办公室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吧。当然，从今天起，13层就是你的了，只要你不把它拆了，想怎么装修都无所谓。沈红林无所谓的耸了耸肩，他还有句话没说出来，怕吓到萧晨。就是他们公司旁边的那栋楼，也是他们的。沈红林刚开始是想把那栋楼给萧晨，让萧晨来办公的，起码有5层的空余空间吧。结果想到对方刚起步，基本的框架还没搭建起来，一口也吃不成一个胖子，所以就先拿1层来试试水。如果做起来的话，那沈红林就能顺理成的给萧晨换个地方了。至于萧晨行不行，沈红林则表示肯定行，就算不行，他也能用2只手帮萧晨站起来。作为堂堂绿洲集团的总裁，这点能力对沈红林来说绰绰有余。沈总牛逼！萧晨听沈红林直接同意，不禁朝沈红林比出了大拇指，给对方点了个赞。不愧是做地产的，就是财大气粗。去你的！你给我专心开车！沈红林一把拍掉萧晨的手，然后白了对方一眼。第56小红娘上线。随着沈红林用总裁的身份跟萧晨接触的越久，其内心小红娘的本质就越发明显。这要是以前，他绝对不会做出拍萧晨手的举动，而萧晨也会觉得这样做不合适。但现在2人私下的关系得到突破，已经进化成了饭友，所以一些朋友间的举动，2人做起来也很自然。对了，还有一件事。沈红林让萧晨专心开车，然后继续说道，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会很忙，有时候可能不会及时回复你，所以你有什么事的话可以跟可儿说，他会负责转达的。说这些话的时候，沈红林其实有些心虚，因为做到他这个位置，基本没什么事情需要亲自下场，只要国家稳定，那公司就稳定，更别谈什么忙得没时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要忙的不是总裁，而是小红娘。昨天沈红林用小红娘的身份答应了萧晨陪他拍广告，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小红娘绝对会很忙，再加上沈红林得在公司操作，一边要用心跟萧晨沟通，一边又要防着萧晨忽然进办公室一心二用什么的，太考验微操了。万一哪天露出了破绽，暴露了身份，那可就白费了之前那么多心思，甚至萧晨还可能会因此讨厌自己。所以沈红林就直接让总裁在萧晨那里忙起来，忙到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别去打扰他，这样才能保证小红娘的安全性。想到这里，沈红林暗自佩服自己简直太细心了，不愧是你啊，沈红林。而萧晨一边开着车，一边听着沈红林说自己接下来会忙，理解的点点头，我懂，毕竟 Q4 了嘛，忙一些应该的，年底冲业绩，懂得都懂。很显然，此时的萧晨还没意识到以沈红林的身份是不需要什么业绩的，那些问题都是其他人需要考虑的问题，他只是下意识的将自己带入了进去。毕竟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最忙的时候，身为总裁起个模范带头作用，更忙一些也很合理吧。不过也别为了工作累坏了身子，现在很多人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用命换钱，老了拿钱换命，所以红林还是多注意身体啊。说起忙，萧晨忽然想起了前世的007，就下意识的唠叨了几句。如果是以前，他不会多说，但现在2人成了朋友，萧晨还是免不了关心一下。我会注意的。几句关心的话让沈红林的眼神温柔了下来，他忍不住偏头看着萧晨，视线充满了暖意。一时间萧晨竟分不清到底是他暖还是外面的阳光更暖了。良久，沈红林还是保持着左看的姿势，这让萧晨有些绷不住了，刚想趁红绿灯的功夫转头说一句再看自己就要害羞了，结果一转头却看到了沈红林轻轻闭合的双眸，长长的睫毛，粉嫩的脸蛋，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恬静，没有一丝瑕疵，嘴角微微勾起的弧度让萧晨莫名想到了天使的笑容，温柔又迷人。看得出来沈红林此时睡得很安心，整个人都散发着慵懒的意味，这是人在极度具有安全感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一种气息。原来对方是睡着了，并不是如萧晨所想一直在盯着自己看。萧晨老脸一红，在心里狠狠给了自己一下，
咋这么自恋呢？你就……然后，萧晨又忍不住看了沈红玲一眼，这一眼就让他差点沦陷，太美了，美到让萧晨的心都狠狠跳动了一下。看着眼前的睡美人，萧晨的心里忽地蹦出一个念头：要是红玲真是小红娘就好了。红玲，红玲，醒醒，到公司了。公司地下车库，萧晨将沈红玲轻轻唤醒。沈红玲嘤咛一声，然后缓缓睁开了眼睛，那双如碧波般清澈的眼神朦胧地看向萧晨。萧晨，到了吗？猛了不到 0.5 秒，沈红玲瞬间清醒，接着硬生生把后面的话给挽救了回来。他刚才差点就要把相公叫出口了。到了，咱们上去吧。所幸像和萧两个字的发音差不多，连起来读的话，萧晨也没发现不对。他点了点头，然后就下了车。沈红玲看着萧晨毫无异样的表情，心里一阵后怕，得亏他反应快，这反应没谁了。他在车里平复了一下心情，然后在心中怒赞了自己一波后，才下了车，进了电梯。沈红玲和萧晨同时按下了13层的按钮，双指相碰的刹那，一丝丝电流从指尖瞬间传到了沈红玲的心房。死！沈红玲瞬间收回了手，耳尖有些泛红，因为刚才车里的事情，她现在还是有些走神，没有注意到萧晨也在按电梯。不过萧晨却没有什么表示，按电梯碰个手而已，多正常的事啊。确认按下按钮后，萧晨才把手放下，同时暗地里瞥了一眼沈红玲。刚才的接触让他知道沈红玲的手很冷，现在虽然是深秋，但外部的温度不是很低。沈红玲手冷，应该是体质的问题，有的人天生手就是冰凉的。所以萧晨心里想着，要不要买个暖宝宝给对方。叮，没等萧晨多想，电梯就到了。第57，我跟沈总的关系。沈红玲当先走了出去，萧晨跟在后面，低头在手机上操作了一番后，才抬起了头，然后他就被13层的新景象给震惊了。嚯，这变化也太快了吧！原本昏暗的13层，此时改得极为整洁，南北通透的大落地窗帘也已经被全部拉开，初晨的阳光照射进来，将整个楼层都照得特别亮堂。此时，整个办公区域的南边横摆着2排桌子，桌子上是几台最新款的白色显示器，上面的保鲜膜都还没撕，很显然是新配的。角落里摆放着沙发以及茶几，是休息的区域，中间则很空旷。由于是新建立的部门，所以人并没有那么多，沈红玲也就没有摆太多陈设，让萧晨自己发挥。而北边则是单独的一个区域，被透明玻璃隔着，是萧晨的办公室，还有几个单间是用来开会用的。除此之外，就剩下落地窗前的几盆郁郁葱葱的盆栽，这就是现在13层的全部东西。很干净，很宽敞。萧晨站在门外，简单的扫了一圈，心里暗自满意。很难想象这是他上次看到的那个荒废的13层，而且这空间也有些太宽敞了。萧晨依稀记得，办公区域南北是被隔开的，现在那隔断却没了，很显然是被沈红玲直接取消了。大手笔啊！萧晨心里暗自感叹。不过这样一来，倒也方便自己大刀阔斧的改造一番了。沈总，您来了。沈红玲刚带着萧晨走进办公区域，林可儿就哒哒哒的跑了过来，然后又朝里面喊了一声：“大家先别忙了，沈总来了。”顿时，又有5个人从一间会议室里陆续走了出来，3男2女。萧晨不用猜都知道，这就是沈红玲给他找的帮手。沈总好，萧总好，不用这么拘束，咱们去那边聊。这些都是林可儿挑选出来的人，所以沈红玲也很放心，带着众人来到休息的区域。坐下后，萧晨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忽然被人叫做萧总，这种感觉还蛮怪的。不过他没有说话，而是等着沈红玲安排。基本情况你们都了解了吧？沈红玲扫视了众人一眼，是，了解了。被这位总裁盯着，5人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杆，正襟危坐。能够加入总裁特例的业务部门工作，对几人而言都是一次机遇，所以他们都倍感珍惜。我都跟他们说了。林可儿也在一旁点头。行，那我就不废话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们的工作全由萧晨负责，细节方面，可儿应该也跟你们说了，直接跟他反馈就好。还有，今天就这样，剩下的你们看着来，我先回去了。沈红玲好好叮嘱了几人一番，最后很是认真地看了他们一眼，包括萧晨在内，然后给了林可儿一个眼神后，就起身离开了。那你们先彼此熟悉熟悉，我去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办齐。林可儿也起身离去。
剩下沙发上的几人互相看了看，一个外表看起来格外活泼的女孩子率先发声，她朝萧晨眯眼笑了笑，然后伸出手：“萧总你好，我叫林冉冉，负责设计的部分。”有人打头，其他的人也连忙跟上：“萧总你好，我叫……你们好。”萧晨笑着一一打了声招呼，然后他摆了摆手：“大家叫我萧晨就行，不用那么拘束的，都是同龄人。”他还是不习惯别人叫他什么萧总。五人互相看了一眼，倒也没有坚持。好的，萧哥。唉，这就舒服多了。萧晨抚掌一笑，欣慰的点点头。哈哈，搞怪的样子让众人都笑了起来，一下子就将严肃的气氛冲淡了许多。而这才是萧晨希望看到的氛围。工作嘛，当然要开开心心的，这样子工作效率才能提高。要是每个人都苦大深仇的，那只能叫坐牢。萧晨本身就是个洒脱的性子，他不喜欢那些墨守成规的束缚，所以他一上来没有说其他的，先把自己的工作理念说了一遍。工作的时候用心工作，工作完以后你们就想干嘛干嘛，摸鱼也行，打游戏也行，在我这没有那么多规矩，当然别让沈总看见就行。说完还特意眨了眨眼。哈哈，众人再一次笑了起来，这次的笑容更加真切，毕竟谁能拒绝一个如此开明的老板呢？而且还长得如此帅气。短短时间里，萧晨就把气氛热了起来，彼此间的关系也都拉近了许多。忽然，林冉冉举着手提问：“萧哥，你跟沈总是什么关系啊？”他眼睛里闪着浓浓的八卦气息。众人也兴致勃勃地看着萧晨，他们还是很好奇萧晨跟总裁的关系的。刚才两人坐在一起，看起来太般配了，像是情侣一样，这让他们不免心里暗自猜测，不会真有人把沈总拿下吧？嗨，这个嘛，萧晨咳嗽了一声，然后让众人围过来，满脸神秘地说道：“我告诉你们，你们可别告诉其他人啊。其实我跟沈总的关系是上下级。”切！众人一脸嫌弃的战术后仰，他们还以为萧晨要说什么内部消息呢，原来只是诓他们的。偏偏萧晨还无辜地摊了摊手：“真的，你们不信的话，可以去问沈总啊。”哦，第58 CPA， 冰山一角罢了。众人不说话了，只是默默地盯着萧晨。见状，萧晨也不好再皮，他拍了拍手，表情也正经起来。好了，该聊正事了。是，众人也跟着进入工作状态。你们背后应该都有团队吧？什么时候过来？刚才众人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了自己负责哪个部分，而这些部分很显然不是一个人就能搞定的。例如设计部，这要是一个人来设计，那得设计到猴年马月。所以萧晨推测后续肯定还会有人。有的，不过有些东西需要交接，这周的话会陆陆续续过来。第一个回答的还是林冉冉。萧晨点点头，看来这个姑娘不仅外表活泼，性格也挺活跃的。接着其他人也陆续开始说明自己的情况。果然如萧晨所想，手底下都是有团队的人，而眼前这5个人就是各个部分的组长。林冉冉是设计部的，手底下有20几个人，全是负责搞设计的。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咱们部门一共就有70几号人了，应该是这样的。萧晨暗自啧舌，我的乖乖，我这就成70几号人的头头了。红林这也太看得起我了吧。虽然不知道沈红林从哪里凑出来这一支团队，但这足以说明沈红林很看重萧晨。他看了一眼分工明确的5个人，销售、创意、策划、媒介、广告策划需要的部门都齐活了。这很显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团队。如果以这种阵容为起点，还做不出成绩的话，那他萧晨也就枉为这第2条命了。萧晨直起腰，表情认真。那我们就别浪费时间了，先来初步制定一个小目标吧，挣他个1000万。众人眼睛一亮，正所谓兵耸耸一个，将熊熊一窝。如果连老板都没野心，那手底下的人自然会瞧不起他。现在听到萧晨的小目标，众人顿时来了兴趣，这是位要搞事情的老板啊。兴奋的同时，他们内心也极为好奇，萧晨是怎么敢定这个小目标的。通过林可儿的介绍，他们可是知道萧晨以前从来没干过这方面的工作，隔行如隔山。他们倒想听听，到底是什么让萧晨这么有底气。聊什么呢？这么认真。就在这时，林可儿抱着文件走了进来，头顶的呆毛随着步伐一跳一跳的，看起来心情很不错。见萧晨跟众人相处融洽，就问了一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嘿，还正好有件事，需要你去请示一下沈总。”萧晨见林可儿来了，当即就招了招手：“丫头。”“谁是丫头？”林可儿小脸一板：“
要不是惦记着萧晨做的美食，他今天非得让萧晨看看花儿为何那样红。什么事啊？他没好气地坐到萧晨旁边，然后拿出笔记本。小事而已，不用这么正式吧？见林可儿连传个话都要记录下来，萧晨嘴角抽了抽。当然得这么正式了，你赶紧说吧。林可儿打开笔记本，然后催促道：对待工作，他是非常认真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事情记录下来才最保险。好吧好吧，是关于我们部门财务的事情，见拗不过他。萧晨只好如实说道。财务。林可儿刚写2个字就停了下来，接着就挺了挺平板，傲然地说道：这件事就不用说了，财务我来负责。你？萧晨狐疑的上下打量了一下对方，林可儿不是沈红林的秘书吗？怎么连会计都有涉猎？结果这眼神果不其然的让林可儿瞬间就炸毛了。你那眼神是啥意思啊？本姑娘可是有 CPA 证书的好伐？ CPA 证书？这一下屋里的所有人眼睛都亮了起来，在座的都知道 CPA 证书的含金量。简单来说，光凭这一个证书就够一个人在1线城市过得很是滋润了。所以知道林可儿有 CPA， 他们还是挺稀罕的。萧晨更是轻疑了一声，现在当秘书要求这么高吗？哼，知道本姑娘的厉害了吧？见众人满脸吃惊，林可儿傲娇地扬起了头，配合着萝莉的外表，样子有些滑稽。萧晨和其他人对视了一眼，忍住了没笑，不然这个脾气暴躁的小姑奶奶绝对饶不了他们。丫头牛逼，那以后有什么事我就直接找你了，必须的，不找我找谁？沈总可是专门吩咐过了，要自己一直跟在萧晨身边。CPA 只是他众多优点中的一个罢了。为了完成沈红林的任务以及美食的诱惑，林可儿决定拿出点真本事来，不能让人觉得能当沈红林的秘书是什么浪得虚名之辈。那就好说了，我正好有个想法，永杰你们知道吧？萧晨拍了拍手，将众人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自己身上，然后就见众人一起点了点头。永杰作为当下最火的一款 MMORPG 网游，他们想不知道都难，其中甚至还有永杰的重度发烧友，但他们不知道萧晨忽然提起这件事是要干什么。那你们应该听过永杰第一人的传说吧？萧哥，你说的不会是那个软饭王轻狂书生吧？林冉冉兴奋地往前坐了一下，他就是那个永杰发烧友。这次轮到萧晨懵逼了，什么软饭王？怎么就软饭王了？第59，软饭王？自己什么时候成了软饭王了？萧晨眼睛一瞪，看向林冉冉。林冉冉此时浑然不知危险来临，他正掰着手指兴冲冲地介绍，有一次吧，拍卖行出了一件神器，折合现金几万吧，大概。然后小红娘二话不说，直接将它秒了下来，神器扭头就出现在了轻狂书生手里，就是他现在用的那把剑。还有，林冉冉巴拉巴拉一番，听得众人不住点头。这么一说，这轻狂书生看起来胃口不好啊。他们没有林冉冉玩的那么仔细，但也听说过这榜1榜2的 CP 档，一时间脸上都写满了羡慕。我要有这样的 CP， 我也能榜1。噗呲，坐在一旁的林可儿实在忍不住，不小心笑出了声。跟众人不同，他可是知道轻狂书生是谁的，这种当着当事人的面疯狂爆料的行为，属实让他有些绷不住了。不过为了不引起萧晨的怀疑，林可儿只能赶紧捂住了嘴。他扭头看向萧晨，想要知道对方是什么反应，结果就看到萧晨一脸黑线，眯着眼面无表情地听众人讨论。看到这一幕，林可儿的肩膀就忍不住耸动起来。哈哈哈，太好玩了，萧晨是软饭王。哈哈哈，林可儿的内心此时早已乐得满地打滚。他没想到萧晨第1天上任就被下属疯狂爆黑料，还是当着面爆那种，属实是没谁了。他悄悄将这件事记了下来，准备回头给沈红林汇报一下。又犯病了。萧晨瞥了一眼林可儿，然后抬手制止了林冉冉继续叨叨。行了，别说了。接着他面色淡然地自报了身份，我就是轻狂书生，不过我可不是软饭王。空气瞬间凝固，林冉冉原本兴奋的脸色直接僵在了那里，张着嘴，目光空洞地看向萧晨。其余的人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谁能想到他们乐半天的人竟然就坐在自己对面，还是自己的新上司。我的天啊，还有比这更尴尬的事情吗？啊，最后他们一起看向了林冉冉。如果要治罪，他们顶多是帮凶，林冉冉才是主谋。而林冉冉此时已经尴尬到快用脚趾抠出个30亿听来了。哈哈，
原来萧哥就是那个阮，天榜第一大帅哥呀！求生欲望极强的林冉冉瞬间改口，然后秒切表情，直接换上了一副崇拜的目光，看向萧晨。偶像，求签名，求签名！狂热的神色很是逼真。这波演技，萧晨给他99分。如果不是刚才就在现场，可能会真以为林冉冉是自己的粉丝。可惜，没有如果。萧晨无语的看了他一眼，玩尬的是吧？玩得很好，下次别玩了。再皮，今晚留下来洗厕所。好的，萧哥。林冉冉果断从心，然后双腿并拢，手叠放于腿上，样子要多乖有多乖。这件事恐怕会成为他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其他人也悄悄坐直了身体，没有人怀疑萧晨的话是真是假，对方不可能拿这种事来开玩笑，所以一时间大家都噤若寒蝉。好了，聊正事。萧晨收回目光，没有去追究什么，清者自清，这种不存在的事情没必要去解释。至于林冉冉，萧晨也没那么小气，软饭王什么的也不是他传出来的，都是些贴吧论坛上莫须有的东西，是那些网友酸出来的，所以萧晨就更没放在心上。他拿出一个记事本，然后开始慢慢讲述自己的计划。最近永杰的官方找到我，想要跟轻狂书生合作拍个广告，我这边呢又正好接手新工作，所以我就寻思能不能用公司的名义来跟永杰合作，你们说呢？萧晨环顾四周，想要听听众人的意见。我觉得可以，萧哥我支持你。林冉冉直接表达了肯定，他现在极力想挽回自己在萧晨心目中的形象。我也觉得能行，其他人也纷纷跟上。如果萧晨真的是轻狂书生，那这次合作完全可以试试。永杰所在的先锋科技集团可不是什么小公司，是国内屈指可数的游戏大厂，不然也做不出永杰这样现象级的大型网游。强强联合之下带来的可是1+1大于2的收益，所以没有人反对。林可儿作为知情人更没有意见了。行，那大家就去准备一下吧。萧晨点点头，等对方跟我联系了，我们再进一步讨论接下来该干什么。现在的话还得麻烦各位一下，帮我把办公室的电脑搬出来，我以后在外面跟你们一起办公。萧晨站起身往自己原定的办公室走去，他决定把自己办公的地点搬出来，跟大伙一起工作，这样的工作效率会更高一些。等以后稳定下来了再搬进去也不迟。萧哥，放着我来。林冉冉二话不说，直接跟着萧晨进了办公室。我来，这个你搬不动，我来吧。不，我能行。你是说萧晨不用办公室，要在外面跟其他人一起办公？是的，也好，这样能更好的促进团队磨合。沈红林抿了抿嘴唇，对萧晨的做法很是赞同。换做一般人的话，肯定不会放弃那个舒服的办公室吧？不愧是你看中的人啊。沈红林心里暗自得意了一番。沈红林继续听着林可儿汇报，还有一点事。噗呲，林可儿还没说完，就先自顾自地笑了起来。在萧晨面前他还能忍住，但在沈红林面前他就实在忍不住了。哈哈，哎呀，你先别笑了，先说是。沈红林等了半天，对方还在笑，忍无可忍的他直接伸手往林可儿嘴里塞了颗糖。阿呜，第60不就是广告吗？我门儿清，轻狂书生，软饭王。林可儿一边笑一边将事情给沈红林说了一遍。对，而且那个设计部的姑娘还是当着萧晨的面说的，您不知道萧晨当时的那个表情，哈哈，太精彩了。沈红林脑补了一下那个画面，顿时也忍不住轻笑起来。他总算知道林可儿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了，要是他在现场估计也会忍不住笑起来。还有呢，还有什么黑料？沈红林追问林可儿。他一般只关注游戏活动，不会去逛游戏的论坛或者贴吧，所以对于游戏里的这些八卦并不清楚。还有，林可儿兴冲冲地将刚才听来的八卦说了一遍。还没说完，沈红林也笑了起来。哈哈，太有趣了，没想到那些人是这么看我和相公的啊。对啊，而且我还去查了，都是真的。林可儿将自己查到的相应资料放到了沈红林的面前。是吗？我看看。沈红林眉眼带笑的拿了过来。论软饭王是如何炼成的，事实证明技术好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富婆看着这一个个标题党，沈红林也算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八卦了。无他，就因为两人在游戏里的行为太特立独行，不是在秀恩爱，就是在秀恩爱的路上，偏偏还霸榜第1、第2，打又打不过，
所以那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就眼红了，直接上论坛开始一顿贱来。再加上萧晨和沈红林都不看论坛，这些谣言一时间就被那些吃瓜群众当真了，不反驳不就是默认喽？于是这些八卦就开始各种传播，只是没传到萧晨和沈红林耳中罢了。甚至有人还给他跟萧晨编了个小故事，文笔还挺好，让沈红林看了都忍不住摇头感叹，不去写小说屈才了，低情商，真是闲得蛋疼。看了一会后，沈红林便觉得索然无味，全是些毫无营养的东西，笑一笑也就算了，这可不能惯着。你先去萧晨那边看着吧，有啥事直接跟我说就好。他让林可儿回去帮萧晨，自己则等办公室无人后，活动了一下手指，割了。沈红林眼神逐渐变得犀利，敢说相公吃软饭，我才是躺赢的那个好吧？只要你能 C， 我把自家防御塔都拆了给你拿经济，这难道不是常识吗？他打开永杰官网，然后登上了自己的超级账号，在键盘上噼里啪啦一顿操作。半个小时后，沈红林才满意的扭了扭肩膀，说我可以，说我相公，息内吧你。打完收工，沈红林便起身搭了件外套朝外面走去。自此永杰论坛就再也看不到关于萧晨和小红娘的八卦了。至于为什么，官方表示你猜。上午10点左右，永杰官方的人联系到了萧晨，并且表示已经派人乘坐专机赶到了绿洲集团的总部，将在这里跟萧晨进行线下讨论双方的合作内容，可谓是诚意满满。11点的飞机，12点多能到我这，那还挺快的。行，到时候大家正好一起吃个饭，吃完好好商量一下。萧晨打字回复了对方，对方随后就将来谈合作的负责人电话告诉了萧晨，并且直接表示来人可以全权代表永杰。好的，我知道了。萧晨关上手机，然后将部门的人召集起来，待会永杰的人会过来一趟，大家准备一下，有什么问题你们都记下来，到时候现场问就好。知道了萧哥。敲定好合作时间后，众人便开始忙碌起来，查资料的查资料，准备档案的准备档案。毕竟是跟对方第一次合作，需要了解的东西有些多，时间上虽然有些仓促，但对萧晨来说刚刚好，正好以此来摸一下部门众人的底，明白了他们的能力上限所在，以后工作起来也更好沟通一些。这时林可儿走了过来，见萧晨悠哉悠哉的样子，不禁好奇地看了他一眼。萧晨，你不准备一下吗？虽然这只是初步接触，不是什么太正式的商务会谈，但起码得认真对待一下吧。不用，广告合作吗？我门儿清。萧晨靠在椅子上，双手枕在脑后，脸上也泛起浅笑。虽然这辈子他不曾踏足这个领域，但上辈子他已经算是这个领域的老油条了，巅峰时期可是跟马老板谈合作的人，这点小场面洒水了。萧晨脸上自信又迷人的笑容，再搭配上那种胜券在握的气度，让林可儿愣了愣。这就是沈总喜欢他的原因吗？林可儿心想，长得又帅还有能力的男性，对任何女性来说都相当于行走的荷尔蒙。如果这次合作成功，那毫无疑问证明了萧晨不是什么绣花枕头，那对方离沈红林也就更近了一步，就怕你到时候紧张的连话都说不出来。林可儿嘟囔了一句，然后转身走了，只剩下萧晨一个人待在窗户旁边，眯着眼睛晒太阳，脑海中泛起的全是关于前世的记忆。没想到又要抄起老本行了吗？不过这一次萧晨可不打算再那么累了，这回合我说了算。忙碌之中，时间悄然而逝。好了，该出发了。萧晨看了眼永杰官方的人发的消息，然后带领了众人下了楼，步行来到了公司旁边的2.5星级饭店。没错，店名就叫2.5星级。虽然门面看着小，但里面却别有洞天，装修之豪华，不输于一般的5星级饭店，是附近商业区会客的不二之选。跟着服务员来到顶楼，在一个挂着卧龙居牌子的房间门前停下。萧晨当先推门而入，房间的角落里正坐着2男1女。当先的一人在看到萧晨的一瞬间，眼睛顿时一亮，这张脸他认得。你好，我是先锋集团 CEO 秦明。第61，萧总跟某某女性握手 2S。 你好，我叫萧晨，是这次合作的负责人。虽然感觉对方的眼神有些奇怪，但萧晨还是友好的跟他们握了握手。除了秦明外，其余2人则是他带来的秘书，负责记录此次合作内容。双方各自介绍了一番后，便都入了座。秦明坐在萧晨的左手边，右手是尽职尽责的林可儿。此时林可儿正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萧晨看了一眼，顿时嘴角抽了抽，
喂，这种跟女星握手多少秒就不用记了吧？肖总，请不要在乎这些细节。林可儿没有管他，这都是要跟沈红林汇报的东西。嘿，你这笨丫头！萧晨刚想跟对方掰扯谁是大小王，就听旁边的秦明略带熟络的声音响起：“你就是轻狂书生吧？”“你听过我的故事？”萧晨顿时诧异的看了对方一眼。秦明微微一笑，推了一下自己的眼镜，整个人显得温文尔雅。何止是听过，简直是听过。萧晨眼神一凝，回道：“听君一席话，胜听一席话啊！”哈哈。秦明哈哈一笑，觉得萧晨更有意思了，当下便又伸出右手，介绍道：“秦明，永劫游戏的总策划兼负责人。”“哦，原来如此。我说怎么听着有点熟悉呢？原来是你呀，狗策划。”萧晨这才恍然大悟，然后略带嫌弃的跟对方握了握手。“我上次提的那个意见，怎么现在还没出呢？”“嗨，饭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啊，不然容易扯着蛋。”秦明无奈的耸了耸肩，对着萧晨一阵大吐苦水。“我还没说你呢，打副本能不能收着点？那伤害不怕我给你来一刀？来就来呗，我有超能力，我怕谁？平衡懂吗？平衡？你有本事关了充值系统啊？”“我错了。”这虽然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却丝毫没有生疏感，仿佛已经见过很多次面一样。“可儿姐，你确定他们俩不认识？”林然然悄咪咪戳了一下林可儿，然后低声问道。林可儿此时也有些傻眼：“我也不知道啊，资料上说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而且他们刚才的反应也确实符合首次见面的情况，那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聊得这么嗨了？可能这就是男人奇怪的友谊，跟陪一根扶一把一样，最能拉近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感情。除了烟和厕所里的互帮互助，可能就只有游戏才能这么快，让两个男人见面不到5分钟就聊得火热了吧？真没想到萧先生现实里也这么帅。”“是啊，而且还这么年轻就成为了绿洲集团的管理层。”秦明带来的2个秘书此时也低头交流着，并且频频对萧晨投去惊艳的目光。他们没想到萧晨竟然真的这么帅气，比游戏里还多出了几分真实感，让人有种破次元的感觉。至于秦明为什么和萧晨这么快就熟悉，他们却并不感到疑惑。毕竟这虽然是两人的第一次线下见面，但线上两人可不止一次对过线了。玩家与策划，天生的死对头。不过你小子还真把你现实的脸捏出来了，牛逼啊！秦明打量着萧晨完美比例的脸庞，啧啧称奇。这也是他刚才一眼就认出萧晨的原因，这么帅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了。萧晨不屑的一笑：“不捏我捏谁？捏那些男团明星吗？别逗了，没一个能打的。也是，你要是出道，估计就没他们什么事了。”秦明认可的点点头。聊到最近的娱乐圈现状，两人都心照不宣的呸了一声。话说，这次你们是要有什么大动作了吗？还要特意跟我合作？萧晨倒了2杯水，然后喝了一口后问道。闲聊完毕，该谈正事了。谢谢。秦明也不客气，直接一饮而尽，豪迈的样子让人以为是在喝酒。他敲了敲桌子，也进入了工作状态。没错，你去年提的那个意见已经通过了最终提案，所以需要一个代言人出来站台。作为天榜第一，还捏得这么好看，舍你其谁？不过我倒是没想到你是代表绿洲集团来跟我谈的。秦明确实没想到萧晨竟然能跟绿洲集团挂上钩。记得之前聊天时，萧晨说自己是个兴趣使然的打工人来着。嗨，这个嘛，是个意外，以后有机会告诉你。再说了，这也是件好事，毕竟投广告嘛，肯定注资越多越好。萧晨摆摆手，没有在身份上过多讨论，而是直接开始跟秦明聊起了合作的内容。秦明倒也没有多问，顺着萧晨的话说了下去。林可儿在一旁记录着，像极了国际会议上的记录员。在秦明问到萧晨能拿出多少预算来时，萧晨看向林可儿：“财务助理，该你出场了。”诺。林可儿直接从包里拿出一张空白支票，然后很是淡定地推给了萧晨。沈总说了，你想要多少就填多少，一句话表明了沈红林的态度。萧晨看了看支票，又看了看林可儿，嘴巴渐渐地长大了些许。再看旁边的秦明，也被沈红林的大手笔给震惊了，同时不免地多看了萧晨2眼。长得帅就算了，还深得公司信任，而且听这个小秘书的话，好像都是那位总裁的意思。听说绿洲集团那位当家的还是单身。再回想起昨晚沈红林以个人名义联系自己的事情，瞬间秦明仿佛明白了一切。他看了看萧晨，又看了看那张支票，
觉得自己掌握了成功的密码，下辈子一定得捏个好脸。而此时的萧晨也从沈红林的大方中回过了神，然后小心翼翼地问林可儿：“我填个9位数是不是也行？”“当然。”“算了，多了写的手累。”萧晨倒吸一口凉气，然后将支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新放到了林可儿手里。“丫头拿好，别丢了。”接着他缓缓转身，面向秦明：“懂。”第62铁打的欧皇，流水的酋长，有了足够的预算，接下来的谈话就更加顺利了。不到一会，内容就推进到了更进一步的合作。那初步的计划就这样。行，我回头你个合同，到时候再过来一趟。没问题。谈话间，各式各样的美食便陆续端上了餐桌，众人不再聊工作，而是专心开始吃饭。萧晨给秦明介绍着魔都的特色美食，并且都一一点评了一番，这让秦明记起了萧晨的厨艺。对了，话说你做饭是不是也很好吃啊？你又听说过我的故事？萧晨一拧眉，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失忆了？不是你深夜给我撒毒的时候了？秦明瞥了萧晨一眼，回想起对方发的那些美食图片，觉得眼前这些菜肯定没萧晨做的好吃。哦，记起来了，嘿嘿，那不是为了分享快乐吗？萧晨这时候才记起，之前跟狗策划对线时，大半夜的往群里发过几次图来着。玩游戏的基本都是夜猫子，所以每次都能激起千层浪。但萧晨没想到狗策划竟然真的看到了。听秦明说起，他老脸一红，赶紧夹了几口菜掩饰尴尬。秦明也没追究，反而问起了小红娘的事。对了，你那个 CP 怎么样了？你不是说要拍情侣档吗？他同意了。秦明对狐妖小红娘的存在也是充满了好奇，毕竟这位的超能力已经达到星月30的层次，绝对的大主顾，不然自己也不会给对方发超级账号用来维护贴吧了。可惜对方一次都没上过。他呀，当然同意了。听秦明说起小红娘，萧晨的语气很明显温柔了下来。对于这个一直陪伴自己的 CP， 他格外珍惜，并不是谁都能在游戏里碰到一个这么懂事的女孩。萧晨觉得自己以前玩游戏那么飞，就是把运气全用来邂逅小红娘了，不然无法解释长得这么帅却是个非洲酋长的事实。没看到遇到小红娘以后，他的运气就急速漂白，前几天更是把永劫里唯一一件仙级时装给爆出来了，而时装的爆率官方一直没有公布，只知道现在全服就出了小红娘身上的那件。想到这里，萧晨就按耐不住好奇心，暗戳戳对了一下秦明。秦明，你给我透个底呗，你们那件广袖流仙裙爆率到底是多少啊？这种事一般属于商业机密，但萧晨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口，毕竟这种在线下逮着策划的机会可不多。他想知道小红娘的运气到底有多离谱，才能在带着自己的情况下把时装给爆出来。秦明嗦了一口阳春面，然后无奈地看了眼萧晨。你还是叫我狗策划吧，狗秦明也太过分了。哈哈，口误，叫习惯了。呸，我看你就是故意的。最后秦明耐不住萧晨的追问，还是悄悄将爆率告诉了萧晨。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啊，你可别给我传出去。那件仙级时装的爆率是 0.001。 卧槽，这么低！听到爆率，萧晨忍不住爆了声粗口，这不是坑爹吗？旁边的林可儿白了他一眼，嘟囔着这人一点风度都不懂。不过见秦明都没有在意，他也就没多说什么了。嘘，秦明也被萧晨吓了一跳，连忙让他低调点。萧晨这才恢复了平静，然后满怀恶意地看着秦明。狗策划，这分明就没想让玩家爆出来啊！这么低的爆率出现在副本里面，可以说是丧心病狂了。要知道这个副本可是有等级限制的，只有第一梯队的玩家才能打，而且还难打，一般团队没个40几分钟都打不过，就算以萧晨的游戏技术，也得拉个大奶过来才能通关。这么苛刻的条件下，竟然设置这么低的爆率，很明显官方是没想让先装出事啊。废话，本来就没想让人爆出来，这就是作为一个噱头，提高在线率而已。说到这里，秦明有些幽怨地看向萧晨，这下你知道你们俩有多欧了吧？简直是不拿命当命。你俩修仙的是吗？萧晨摇摇头，我是嫡传的酋长，小红娘才是真欧。他现在算是见识到小红娘的欧气了，也就幸运女神本人的水平吧。听萧晨说了一番，秦明才知道原来是小红娘的功劳。一时间，两个飞球一起叹了口气，能比吗？不能比。于是秦明又重新把话题转移到了合作上。既然狐妖小红娘同意的话，那你确保能随时联系到她吗？毕竟合作起来以后，
肯定得一直在的。这个啊，你等等。萧晨拿出手机，当场给小红娘发了条消息过去，轻狂书生给娘娘请安了，狐妖小红娘免安3红心。对方不到5秒就秒回。看到如此效率，秦明倒也直接同意了萧晨的提议。行，那到时候这边就靠你来沟通了。没问题。萧晨点点头，然后跟小红娘午安后才将手机放了回去。等他扭过头的时候，就见秦明有些揶揄地看着自己，还挑了挑眉说道：没想到现在的年轻人玩得这么花。他指的是刚才萧晨和小红娘的对话内容。萧晨却不动声色地夹了口菜，某些人想花也花不起来啊。这狗粮吃的猝不及防，让秦明瞬间觉得眼前的阳春面有些寡然无味。呵呵，有的人啊，越缺啥就越会炫耀啥。没错，可惜人家是有才能炫耀，有的人想炫耀都没法炫耀。短短几个回合下来，萧晨完胜，最终还是秦明的秘书帮秦明扳回一城。他凑过来悠悠地说道：秦总，嫂子让我提醒你，中午吃完记得喝药。噗呲，林可儿的笑声。第63，挥斥方遒萧沉沉。吃完饭后，一行人就来到公司的会议室，开始正式的商量合同事宜。这次就轮到其他人发挥了。秦总，这是我们这边初步定制的策划。策划部的组长将自己准备的东西给秦明介绍了一番，其他人也将自己匆忙准备的文件都拿了出来。萧晨和秦明都各自查看了一下，发现非常全面，细节上面也处理得很好，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早上就准备好的东西。这让萧晨心里对他们的能力有了底。秦明看了以后也暗自点头，看来对方还是很重视这次合作的。创意这方面，我们公司的设计部会跟你们对接，到时候主角还是萧晨和小红娘，需要围绕这两人来设计。听完之后，秦明朝萧晨说道：毕竟是广告合作，代言人这方面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宣传。你没一个好的噱头在，就算铺天盖地的宣传，也没人会买账。本来这部分是林冉冉来负责的，可他只是拿出了以往的一些案例，并没有新的想法。萧晨也没有怪他，毕竟创意需要灵感，短短一个上午的时间，一般人确实想不出来。然而萧晨不属于一般人，他接过林冉冉的话头，然后将自己的 PPT 给展示在了大屏幕上。这点策划大大放心，俺早有准备。众人抬头看去，屏幕上一条条建议和想法井然有序地排列着，从人物互动到人物之间的表情，都各自列出了10几条例子。这些想法，众人光看着就来了兴趣。再往后翻，就连人物的表情，萧晨都做成了 GIF 图，展现了出来，让秦明看得眼睛不断的发亮。他没想到，自家专业的游戏创意部门都没搞出来的东西，竟然被萧晨搞出来了，而且每一条想法都具有可执行性。别让这个城市留下了你的青春，却留不下你。牛逼啊！萧晨，你想的？秦明指着其中一条广告词，饶有兴趣地问萧晨：这个广告词很有韵味，用在这里非常合适。舍我其谁？萧晨毫无心理负担地应了下来。请你不要质疑我的才华。哈哈，可以可以。再来看这个。看着萧晨跟秦明侃侃而谈，其余的人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萧晨是从哪掏出的这个 PPT， 明明没见他做过啊。尤其是林冉冉，看着萧晨的眼神直接就闪闪发亮起来，跟看着偶像一样。真偶像，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座的除了秦明，就只有他才能看出来萧晨做的这个 PPT 的含金量了。作为清然广告创意多年的精英，林冉冉觉得萧晨的这些想法每一条都很经典，任何一条都能让公司当做主推的主题来做，尤其是那些广告词更是朗朗上口。钢铁从林中得绿洲，自然从容，好生活。林冉冉听着萧晨口中还在不断的蹦出来新鲜的广告词，顿时对这位新上司惊为天人。他好奇萧晨脑子里哪来的这么多创意，跟不要钱一样的哐哐往出蹦。而且他说的这些创意市场上都没有出现过，很明显都是萧晨自己的想法。但是对方明明是上周才上任的，短短几天时间就想出来这么多创意，我的天啊，太有才了吧！渐渐的，林冉冉看向萧晨的目光逐渐变得崇拜，其他人心中也对萧晨产生了认同感。都说老板选员工，员工何尝不是在选老板呢？一个好老板起到的作用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而接下来的时间全然变成了萧晨的个人时间。他运用前世的经验理论，再结合着自己对永杰的了解，站在大屏幕前挥斥方遒，脸上洋溢的笑容，自信且从容。
感染着会议室内的所有人，就连林可儿都停下了手中的笔，呆呆地看着前方的萧晨。这还是那个咸鱼销售吗？他忽然明白沈红林评价萧晨的一句话：相信他吧，天生就该登上更大的舞台。金陵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此刻林可儿信了，像萧晨这种人，成功与否可能都在他一念之间吧。好了，我想说的就这些，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萧晨微微鞠躬，示意自己讲完了，等待他的却是极为热烈的掌声。啪啪啪，秦明鼓着掌，脸上写满了惊喜。他觉得自己找轻狂书生合作的事，简直是他近年来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不是什么人都能把一个 PPT 跟演讲一样的讲出来，而且还全程无尿点，一个个灵感铺天盖地的从秦明脑海涌出。要不是不合适，他都想拉着萧晨彻夜长谈了。好好好，我已经能够预想到咱们的这次合作会有多么成功。秦明激动地拍了拍桌子，情绪波动之大让他的两个秘书很是诧异，他们已经很久没见自己老板这么激动过了，哪怕深夜跟玩家对线都显得淡定从容，游刃有余。看来这次老板是遇到知音了。两人相视一笑，对这次的合作更加有信心了。很快会议就接近尾声，双方相谈甚欢。不用送了，我得马上回去跟设计部聊一聊，剩下的事情以后咱们线上保持联系就好，有需要的话还会再过来的。秦明跟萧晨握了握手，然后就风风火火地往回去了，正如他匆匆而来。等秦明走后，萧晨抹了一把莫须有的汗水，好久没这么认真过了，竟然还有点小累。萧哥，你那些创意是怎么想出来的？对啊，萧哥，你刚才好帅。众人围了上来，兴奋地拉着萧晨问这问那。而林可儿此时已经拿着记录好的本子，找到了沈红林，跟他汇报了一番。合作进行得很顺利，而且全程的节奏都是被萧晨带着走的。沈红林听完他的汇报后，脸上露出了意外的表情。第64鱼缸还要台球桌？你是说来的人是永杰总策划秦明？是的。林可儿点头，他手里还有对方留下的名片，当下就拿出来递给了沈红林。沈红林看着名片，眉头一皱，颇有些惋惜地叹了口气：唉，早知道我也去了。听到沈红林的话，林可儿嘴角抽了抽，他知道沈红林为什么这么想去，因为当年跟狗策划对线时，沈红林也是主力之一，甚至有时候还会让他来帮忙，那噼里啪啦敲键盘的样子全然不符现实里高冷的总裁风度。您就不怕对方认出您来？林可儿见沈红林一副跃跃欲试，想要将对方叫回来的样子，只好提醒了一下。好像也是。一句话让沈红林瞬间冷静了下来，也不再纠结这件事，而是询问林可儿关于萧晨广告词的事。你把萧晨说的那些广告词再给我说一遍吧。好的，别让这座城市。等林可儿说完后，沈红林陷入了沉思。这些广告词确实经典，说实话就连沈红林都不知道萧晨对广告这方面这么了解。他原定的计划是让林可儿全权来辅助萧晨，把萧晨引上自己已经铺好的路，这样一步步走下来，就算萧晨什么也不干也能有所成就。然而没想到对方给了他这么大一个惊喜，竟然全凭自己一己之力就谈下了跟永杰的合作，让这个新部门直接来了个开门红。虽然也让沈红林准备的后手全都失去了作用，但他觉得这是好事。既然萧晨自己能行，那他要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他，帮助他走得更远，这才是一个贤内助该做的事情。念已至此，沈红林便让林可儿继续回去看着，他自己则拟了一份通知，告诉公司各部门在各个方面上给予萧晨最大力度的支持。发完通知后，沈红林踱步走到大落地窗前，背着手看着底下道路两旁金黄的树叶，喃喃道：已经深秋了吗？想到刚才林可儿聊起萧晨时对方眼中的一丝丝崇拜，沈红林露出一丝浅笑。能得到他这个秘书的承认，看来萧晨远比他想象的优秀。相公啊，相公，你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萧晨的带领下，整个广告部门开始步入正轨，只需要等待剩下的人陆续到岗后，就可以正式启动合作计划。而林可儿也跟萧晨说了，办公室剩下的设施明天的时候都会到位，到时候13层也重新有了一个办公场所的样子。13层的休息区域，萧晨坐在沙发上，对面则坐着林可儿。所以你这么正式叫我来，是要干什么？林可儿看着萧晨认真的脸色，不知为何竟有些紧张。萧晨表情严肃的将一张清单
缓缓推给了对方。这些，不知道你能不能搞到？什么东西啊？林可儿伸手接过，拿起一看后，脸都差点气绿了。你这么严肃，就是为了跟我申请这些东西？他指着清单上的东西，差点就当场破防。台球桌、鱼缸，你是要把办公室当成家里吗？林可儿呆毛倍儿气，显得有些激动。明明刚把合作谈下来，萧晨就让自己去准备这些娱乐设施，真的是一点点紧迫感都没有。安了安了，萧晨摆摆手，往沙发上一靠，整个人散发出慵懒的气息。他示意林可儿稍安勿躁，这可是沈总说的，这里的装修我来管，你只需要帮我准备这些东西就好了。不行，放鱼缸还好，算是室内水景，那你放的台球桌也太过分了吧？林可儿据理抗争，说什么也不同意加个台球桌，这不就是玩物丧志吗？这不是玩物丧志，这叫劳逸结合。我可不像我的员工一休息就窝在那里玩手机。万万没想到，萧晨最后还是说服了林可儿，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去找沈总，他应该会支持我的。萧晨将沈红林搬了出来，这下林可儿没话说了，只是瞪着他看。以沈红林对萧晨的纵容程度，就算对方把办公室装成电竞房也不会管吧。无奈，林可儿只好接过萧晨的清单，然后去准备东西。去吧去吧，自己动哦。萧晨对着林可儿的背影挥了挥手，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必须得让这丫头忙起来才行，省得她把自己的黑料全记在本子上，什么都要记，真是闲得慌。打发走了林可儿，萧晨又无所事事起来。接下来该干点什么呢？装饰办公室的任务，他交给了林可儿，应该没什么问题。工作上的事情，也得等下周人全部到齐，才能正式开始。要不，刷会短视频。萧晨看了眼正专心工作的其他人，刚要准备拿出手机刷视频，结果一条消息就先跳了出来。儿子啊，你明天忙不？我跟你爸准备明天出去放放风。一起啊？去哪呀？枫叶公园，这不就是自己一直想去的地方吗？萧晨妈撒了一下下巴，直接就答应了下来。没问题，我这边正好有调休，那明天中午见吧。回复完后，他就将手机重新揣进兜里，然后起身往外面走去。萧晨可以想象到，接下来一段时间自己将会很忙，所以趁着现在有空，多陪陪父母也好。于是他就上楼，想要找沈红林申请调休。沈总，我想申请调休，明天下午。来到总裁办公室，沈红林正坐在沙发上喝茶，于是萧晨便直接说明了来意。好啊，沈红林也没问为什么，直接同意了萧晨。正好他明天下午也要出去一趟。谢谢沈总。得到同意后，萧晨便径直离开了。沈红林则继续品着茶。咦，可儿怎么还没回来？快到下班点时，沈红林也没见林可儿回来。一般下班点的时候，对方都会来跟自己汇报才对。等不到他，沈红林就只好给他发了条消息过去。可儿，明天下午去公园，你可要多穿点，天气冷了，得注意保暖。我就先回去了。第65那一袭红装。第二天上午，萧晨将部门的人召集了过来。我下午有点事，需要出去一趟。萧哥你去吧。对，其他的交给我们。林然然拍拍胸脯，示意放着他来。自从昨天听完萧晨的那些想法之后，林然然就灵感迸发，已经开始着手设计那些表情，想要好好在萧晨面前表现一把。行，暂时先不用太忙，等下周有你们忙的。萧晨点了点头。昨天突击准备的东西，已经让萧晨明白了这些人的能力，可以说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只要自己给下去任务，对方基本都是不用自己多操心就能完成，所以萧晨也对他们很放心。当下又叮嘱了一番后，便开着车回了家。苏小小和萧红早已等候多时。来来来，天冷了，把这身穿上。苏小小将厚一些的卫衣拿了出来，给萧晨套了上去。一家人就这么出发了。Go go go！ 由于是工作日，所以路上的车很少，一路开到郊外的枫叶公园，行人都是零零散散的。将车停好后，苏小小便挽着孩子他爸和萧晨，溜溜达达的走了进去。哇哦！刚进门，就宛如进入了一个红色的世界，赤红的枫叶遍地都是，还有不少的枫叶飘散下来。唯美的景色让苏小小忍不住惊呼了一声。萧红和萧晨也对视一眼，眼中均是惊艳。红枫似火照山中，寒冷秋风袭树丛，昼夜瞬时别致去，来年满岭又分红。这番美景，属实称得上一句人间难得。哗啦哗啦，漫步在红枫铺就的夜路上，一脚下去，
满是秋天的气息。呜呼！苏小小捏着2片形状完美的枫叶，将它们的字别到了萧晨和萧红的鬓角。别动，别动。然后他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看着照片笑得很是开心。萧晨和萧红倒也任由他玩闹，毕竟自家老妈、老婆，他们不惯谁惯呢？倒是很久没见过这美景了。萧红看着前方蹦蹦跳跳的苏小小，有些感慨地说道。萧晨认同的点点头，他看着这漫山遍野的红枫，不禁想到了游戏中的那片枫林，虽然不像游戏中那般完美，却胜在真实。萧晨捏起一片红枫，摩挲上面的生命脉络，感受着指尖传来细腻的触感。在抬头眺望时，眼里闪过一丝希冀。景色虽美，却总觉得差了点什么。要是小红娘在就好了，要是相公在就好了。公园的东门大道上，一身红装的沈红林正挽着林可儿漫步在林荫小道中。他看着眼前的火红，心不在焉地想着某人。如此良辰美景，不与卿共度，属实有些遗憾。奈何自己答应了林可儿，今天陪她来公园，不然他都想拉着萧晨来的。哇哇哇！红林，你快看，那边那一片都好红啊！还有这棵树，长得好奇怪啊！一旁的林可儿叽叽喳喳地叫着，将沈红林的思绪拉了回来。他站在那里，看着可儿抱起一堆红枫，然后抛向空中，配上萝莉的外表，真跟个小学生似的，不禁让沈红林捂嘴轻笑了起来。人要珍惜当下，这次就当踩点了，下次再跟相公一起来吧。来日方长。沈红林走过去，拍了拍林可儿的头。好啦，再闹衣服就脏了，全是露水。林可儿调皮的朝他吐了吐舌头。知道了，再等我一下下。随后林可儿抱腿蹲了下来，在地上挑了一枚完整的枫叶拿起，夹在了自己的记事本中。他就喜欢收集这些大自然的痕迹。等再抬头时，沈红林已经独自往前走着。林可儿连忙收起笔记本，然后追了上去。唉，红林，等等我。两人并肩往前走着，一个活泼，一个文静，而且都是颜值很高，平常见不到的那种美女。在这独特的枫叶公园中，形容了一道独有的风景线。嘻嘻，什么味道这么香呢？走到一半，林可儿忽然抬起头，耸了耸鼻子，像极了发现美食的小松鼠。啊，我知道了。便别了一会儿后，林可儿头顶的呆毛立起，像是接收到了什么信号一样，瞬间朝前方看去，眼睛亮闪闪的，是红薯的味道。红薯可食用，口味极甜，刚出炉的时候拿在手里有些烫手，但也是味道极佳的时候。在这渐冷的深秋，能吃上一口简直人间美味。快，红玲，咱们去前面，我发现红薯了啊！林可儿着急的想拉着沈红玲往前走。吃货的本性暴露无遗，沈红玲无奈的点了点他光洁的脑门。你个小吃货，你去吧，我在前面等你。好嘞。林可儿屁颠屁颠的往前跑去，沈红玲则慢悠悠的走着。等他来到十字路口的时候，路边果然有个小推车，推车上正矗立着一个火炉，火炉边早已挤满了人。沈红玲依稀能从中看到林可儿的身影，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挤进去的。沈红玲服了，这难道就是吃货的力量？他走到一棵树下，然后静静地等待着对方凯旋。另一边，萧晨一个人溜溜达达地往这边走来。唉，父母才是真爱，我果然是意外。他叹了口气，刚才苏小小嫌萧晨走得太慢，所以把他丢下，自己跟孩子他爸先行往山上去了。没办法，萧晨只好手插兜，晃悠悠地掉在后面，偶尔还会拍2张照片，打算回去以后给小红娘发过去。这个角度不错。他发现2棵枫树的树枝在半空中竟然形成了一个心形，当下便兴致勃勃地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可以，很美。拍完后，萧晨满意的点了点头，接着又四处找类似的景点。忽然，他的眼神定格在了一个背影上，那是一道红色的背影，哪怕这漫天的红枫都遮挡不住那人的艳丽。北方有佳人，绝世独立。此刻萧晨的注意全然被这道身影所吸引，他往前走了2步，离对方更近了一些。小红娘，第66要鱼缸养鲨鱼吗？萧晨试探性的喊了一声。没办法，这个背影简直跟狐妖小红娘一模一样，一样的红妆，神似的身材，让本就想着小红娘的萧晨不自觉地喊出了声。然而对方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头，萧晨有些失望地停下了脚步，看来在他身上是不会发生这妖巧的事情的。他摇了摇头，将心中的希冀挥散，然后扭头往山上走去。对小红娘的感情还是留在网上吧。就在这时，
一道温柔的声音在萧晨身后响起。萧晨，萧晨闻声回首，便看到在红枫飘零处，那张倾城的容颜。正巧秋风袭来，吹起了那人鬓角的秀发，在这火红世界中，那一抹颈间的雪白美得动人心魄。红菱，萧晨有些诧异地看着沈红菱，他没想到这个背影神似小红娘的人竟然是沈红菱，难怪看着这么眼熟。沈红菱此时也很意外，刚才她在发呆，所以在萧晨喊小红娘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等他回过神，转头看去时，就看到了一道挺拔的身影，像是自己心心念念的人儿。于是沈红菱就试探性地喊了一句，没想到对方真的是萧晨。一时间惊喜和感动的情绪在沈红菱眼底闪耀着，惊喜萧晨的出现，感动命运的垂青。好巧啊，你也来逛公园。萧晨挠了挠头，走到沈红菱身边，表情有些不自然。他没想到调休出来偷个懒都能碰到沈红菱。是啊，好巧啊。沈红菱却满心欢喜的嫣然一笑，让整片公园都仿佛注入了一股生命力，变得鲜活起来，也让萧晨的心跳加快了些许。一袭红妆，一身白衣，在命运的推动下再一次纠缠不清，宛如那年那天在虚拟世界的初遇。一个人？萧晨轻问。沈红菱顿了顿，然后嗯了一声，那一起走走吧。好，他发起邀请，他选择接受。于是两人便肩并肩往山上走去，一股旋风卷着些许枫叶绕着他们转了一圈，然后悠悠然飞上高空。话说萧晨，你说的事情原来就是逛公园啊？我这不是有调休吗？主要是我父母要来，所以我就跟着来了。叔叔阿姨也来了吗？沈红菱前后看了看，却没发现那两道恩爱的身影。萧晨有些无奈地摊了摊手，解释道：没办法，我妈嫌我走得慢，就先走了，说在山上等我。啊，阿姨嫌你慢？沈红菱呆了呆，表情有些可爱。她没想到萧晨被丢下，原因是嫌他慢。随后沈红菱就捂嘴偷笑起来，慢点好，慢点好。男人快了可不行。他还想跟萧晨多待一会呢。听到沈红菱的话，萧晨不禁侧头看了他一眼，总觉得对方在开车，但自己却没有证据，只好开口问道：那红菱你呢？不是说这段时间会很忙吗？怎么有空来公园了？语气有些揶揄，仿佛抓住了这位女强人的把柄。再忙也得停下来歇歇吧，而且不是你说的要劳逸结合吗？沈红菱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那一眼的风情万种，正好被萧晨看在眼里，麻在心里。这特么谁受得了？萧晨连忙转移话题，那小丫头跟你说我要装修办公室的事了？何止是说了，还跟我好一通诉苦。想起今天早晨林可儿拉着自己吐槽，沈红菱就无奈的一扶额，说什么台球桌的商家太抠，买台球桌连巧粉都不送一箱，还有鱼缸也不说送一条鲨鱼什么的，咖啡机还不保修10年。沈红菱掰着玉指一件一件跟萧晨说着，让萧晨听的是嘴角直抽，连忙打断了他。红菱你先等等，台球桌这个就算了，买鱼缸为什么要送鲨鱼啊？我又不是要养鲨鱼。你买那么大的缸难道不是要养鲨鱼吗？沈红菱一歪头奇怪地问道。可儿告诉他萧晨要的鱼缸很大，一看就是要养鲨鱼，难道是可儿猜错了？废话，我在办公室养鲨鱼，我疯了吗？我只是想搞个小型水族生态圈而已。说着萧晨就拿出手机，将别人做的生态圈给沈红菱看。沈红菱好奇地捧着手机看了一会，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种啊，真好看，像一个水底森林一样。看完后沈红菱将手机还给了萧晨，原本有些温热的手机变得有些冰凉，让萧晨不免看了一眼沈红菱的手。他还是低估了沈红菱手冷的程度，不过还好，他订的暖手宝应该快到了。萧晨有一个大学朋友，家里专门做这个的，所以私人定制款马上就能给沈红菱安排上，将这件事放在心底。萧晨继续吐槽林可儿的种种行为。我听你说，这丫头不会跑去实体店买了吧？直接在网上订购多省事啊。沈红菱却摇摇头，你别看可儿外表大大咧咧的，其实她做起事来非常认真，像这种买东西的活，她都是亲自去现场看，必须做到质量上的保证，这样在可儿看来才算完成任务。也是这份认真和负责，让林可儿深得沈红菱的信任。萧晨听后也不免跟着点点头，他虽然不是这种凡事都亲力亲为的人，但不妨碍他对这类人的佩服，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活法，林可儿只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方式而已。
不过这么一来，萧晨倒也不好再继续吐槽。他看了一眼沈红玲，问道：“那这次这丫头怎么没跟过来啊？”一般情况下，林可儿都是沈红玲的小跟屁虫，沈红玲去哪，林可儿就在哪。但这次萧晨却没听到对方叽叽喳喳的声音。这种出来逛公园的趣事儿，那个活泼的丫头应该不会错过才对。第67，我那么大个，沈总不见了。啊，可儿啊。沈红玲不自然地撩了撩刘海，她还在给你置办办公室的那些东西，所以这次我就自己来了。原来如此，那倒是辛苦她了。萧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决定回去以后对这懂事的宫丫头好点。这要是累坏了，那就太可惜了。两人一边聊一边走，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半山腰处，而山脚处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林可儿却懵逼了。她举着2个大号的红薯，站在路口左顾右盼。啊嘞，我那么大个沈总呢？刚才还在这的啊？难道走丢了？焦急的样子，像极了跟家长走失的孩子。于是就有好心人过来问他，是不是找不到父母了？这可把林可儿憋得脸都红了。但人家一番好意，他又不好发作，只能摇摇头，说自己是在等人。结果林可儿在原地等了半天，也不见沈红玲出现。眼见红薯都要凉了，他只好咬了一口自己的那个。啊呜，好刺！浓浓的甜味瞬间包裹住了林可儿，让他的眼神迷离了一瞬。旋即他又想到沈红玲不见了，立马恢复了焦急的状态。林可儿啊，林可儿，沈总都不见了，你还有心思吃红薯？吃货吧你！叮铃，忽然林可儿的手机响了一下，关心则乱的他这才记起还有手机这个东西，笨死你算了。抱怨了自己一句后，林可儿赶紧手忙脚乱的拿出了手机，果然是沈红玲发来的。可儿，我刚才碰到了相公，所以跟他一起上山了，你先自己逛一会哦。林可儿看完后直接宕机在了原地，原来走丢的人是他自己。这一刻，火红的世界中多了一抹惨白的灰色，那是林可儿支离破碎的影子。叮铃，沈红玲又发来一条消息。对了，你3个月的零食已经在路上了。3个月的零食，星号星号。一句话顿时让林可儿重新恢复了活力。那就勉强原谅你了。哼！林可儿收起手机，看了眼手里的2个红薯，心里还是有些芥蒂，于是就愤愤的咬了一口原本是沈红玲的那个红薯。让你不带我一个，这个就当利息喽。塞。山腰处，沈红玲看着林可儿的回复，脸上闪过一丝笑意。吃货还得吃得智，他算是把林可儿拿捏得死死的。坐在他旁边的萧晨看了他一眼，问道：什么事这么开心啊？没什么，就是觉得这里好美啊。沈红玲将手揣在肚子前，看向远方感叹。此时两人正坐在半山腰处的一棵枫树下，欣赏着下面一片红色海洋。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2月花。看着眼前的美景，萧晨仿佛也能体会到古人那肆意的诗情，要不是水平不够，不然他都想吟诗一首了。飒，两人没有再说话，而是静静体会着大自然的美好。一阵风吹过，将沈红玲的长发吹起，露出了精致但微红的耳垂。萧晨一愣，才反应过来应该是被冻的。上了山后，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温度下降了许多，这要是冻感冒了可就不好了。于是萧晨犹豫了一下后，从身上掏出了一条淡灰色的围巾，这是苏小小给萧晨准备的。结果萧晨觉得没必要，就没有围上，而是揣在了怀里。是不是有点冷了？把这个围上吧。他将围巾递给了沈红玲，沈红玲有些愣愣地接过围巾，感受着上面暖暖的温度，倒也没问萧晨是从哪掏出来的。谢谢。道了一声谢后，他便将围巾裹在了自己的脖颈处。虽然颜色跟他的红装不搭，但沈红玲心里却格外温暖。没事。萧晨见对方没有拒绝，也是微微一笑。那我们继续上山吧。两人重新启程，并肩往山上走去。只不过这一次，沈红玲悄悄地往萧晨靠近了一些，这样就像情侣了呢。见萧晨没有发现自己的小动作，沈红玲心里偷偷一笑，将自己的脸埋在围巾里，感受着身与心的温暖。上山的途中，风景愈发迷人，林间时不时还有小松鼠从中忽然窜过，惹得沈红玲娇笑连连。等他们2个来到山顶处的凉亭时，就正好碰到了在这里等待的萧红夫妇。咦，红玲你怎么来了？看到萧晨不是一个人，苏小小原来说儿子走太慢的话也憋了回去。他一脸好奇地看着沈红玲问道：你是专门来找萧晨的吗？叔叔阿姨好，我跟萧晨是路上碰到的，然后就一起上来了。沈红玲乖巧地打了声招呼后，解释了一下。
自己和萧晨只是偶遇而已。哦，原来是巧合呀。苏小小看着沈红玲围着的围巾，语气有些奇怪，这可是她亲自给儿子织的，现在却到了沈红玲身上，所以这里面什么成分，她不用猜都能知道。巧合？哪有那么多巧合？萧红在一旁也是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二老的目光让沈红玲的脸蛋红了又红。萧晨这时候站了出来，给沈红玲解围，真的是偶遇，红玲她是一个人来的，我碰上了就邀请她一起上来了。嗨，我懂。苏小小摆摆手，一副过来人的样子，朝萧晨挤了挤眉，这让萧晨一阵无奈，却也没有再解释，而是拉着沈红玲往凉亭另一边走去。走吧，我们去那边，不要在这当电灯泡了。哎，这合适吗？沈红玲眨眨眼，萧红和苏小小很明显在等萧晨，结果一上来就要分开，这不合适吧？苏小小明白年轻人脸皮薄，于是也没点破，她朝沈红玲挥了挥手，脸色和蔼地叮嘱了一声：去吧，小心点。好吧，那叔叔阿姨待会见。没办法，沈红玲只能被萧晨拉着往一边走去。峰山虽然不算太高的山，但在这块地段也算独一份高了，所以两人坐在亭边，放眼望去竟是连绵不绝的红色。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时此刻，两人内心都变得极为平静。沈红玲趁萧晨沉醉在美景当中，又往他那边挪了一丢丢。第68，无情镇压。你干嘛？不过这次沈红玲的小动作却被萧晨发现了，他奇怪地看向沈红玲，才发现两人之间的距离有些太过近了些。我有些冷，靠近一些会暖和一点。慌乱之中，沈红玲眨着大眼睛看向萧晨，企图蒙混过关。你不会介意吧？他脚尖点着地，不安地问道。萧晨当然不介意，他只是怕别人误会而已，尤其是暗戳戳看着这边的那两位。但天气确实有些冷，再加上人家一个女孩子都不介意，那萧晨也不好多说什么了。既然对方觉得这样暖和一些，那就这么待着吧。他重新抬起头看风景，没有动身。没事，我不介意。嘻嘻。见萧晨不反感，沈红玲笑了笑，安心地往萧晨那边又凑了些许。这一下，两人的外套便靠在了一起，而围在沈红玲脖子上的围巾也让萧晨感受到了一丝暖意。萧晨还是没有动，他现在也无暇再去观看美景，满脑子都是刚才沈红玲卖萌的样子。绿洲总裁卖萌？萧晨怀疑自己刚才看到的是错觉，堂堂绿洲集团的总裁怎么可能对自己卖萌呢？绝对是因为山太高缺氧导致的幻觉。他摇了摇头，将心中的想法挥去，然后又忍不住看了沈红玲一眼。对方正垫着脚，揣着手，围巾露出来一双桃花眼，正笑眯眯地看着远方。光看他左右摇晃的身躯，就知道此人心情极好，不然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嘶！萧晨忍不住吸了一口凉气。沈红玲这副姿态让他莫名想到了小红娘，因为以他对小红娘的性格了解，天冷的时候他在户外难免就是这样一副姿态。一时间萧晨也不敢多想，身体绷直，开始神游天外。在他们身后，苏小小戳了戳萧红的肚子。老公，你看他们俩像不像咱们年轻的时候？啧，都快抱一起了。萧红认同的点点头。你看那围巾，红玲那姑娘恨不得跟萧晨一起戴，这臭小子还说跟沈红玲只是朋友关系。唉，年轻人脸皮薄，不好意思说出来也能理解。苏小小将自己的手重新放进萧红兜里，语重心长地说道：你还别说，我真觉得红玲这丫头跟儿子般配，不管是外表还是性格上，只是儿子不想承认罢了。嘿嘿，孩子他爸，你说咱要不要想想办法，给他们个助攻，让红玲直接把儿子拿下算了，省得咱们多操心。苏小小眼睛一转，鬼点子突突往出冒。萧红见状，直接伸出大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你呀，还是多想想晚上回去吃啥。至于他们年轻人的事，他看了一眼坐在一起的沈红玲和萧晨，还是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在这种事上，父母能做的只有建议，而不是尝试着去操控，不然很容易让子女反感。好吗？听你的撒。苏小小被大手无情镇压，脑子里顿时空空如也，只好抱着萧红的胳膊，继续看着前面还没走到一起的那一对，以及那漫山遍野的红色。深秋气候，夜晚来的难免更快一些。没等萧晨和沈红玲多欣赏，天色便逐渐暗了下来。远处即将下山的落日，余晖将整座峰山照得惊红，室外的温度也开始急剧下降。
萧晨看了眼沈红林被冻红的鼻子，便建议道：“走吧，该下山了。再待下去，他怕沈红林真的要感冒了。”啊，这么快吗？沈红林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已经这么晚了吗？可他还没跟萧晨待够呢。是啊，再不下山待会就要看不见了。此时，苏小小和萧红也走了过来，于是沈红林也不好再多待，一行人便慢悠悠下了山。等到山脚处的时候，沈红林便依依不舍地跟萧晨道别：“我车停在东门，那我就先走了。”萧晨，去吧，路上小心点，拜拜，叔叔阿姨改日再见。阿姨路上慢点哦。苏小小笑眯眯地跟他道别，这可是他看好的儿媳妇，以后得多来往才行。跟沈红林道别后，萧晨一家往北门走去。路上，苏小小念叨着让萧晨多关心一下沈红林，哪怕作为朋友的角度考虑也行。多条朋友多条路吗？最后被念叨的有点烦，萧晨只好把自己给沈红林买暖手宝的事情说了出来。苏小小这才满意的搓了搓手，他还以为自己儿子不知道关心人呢，没想到是自己格局小了。对了，你是怎么知道红林手冷的？另一边，回到停车处的沈红林掏出车钥匙，然后就看到了林可儿在副驾驶睡得正香，车里很暖和，所以沈红林倒也不担心林可儿会感冒，反倒是对方怀里抱着几串糖葫芦，让他有些哭笑不得。这小吃货，睡觉都不忘抱着吃的。看了眼林可儿熟睡的小脸，沈红林还是有些内疚的，毕竟自己算是不辞而别，对林可儿难免会有些不公平。当下就温柔地推了推林可儿：“可儿，醒醒，咱们该回家了。”沈总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呢。林可儿见沈红林回来了，张开手臂就要抱抱，糖葫芦咕噜咕噜滚到了他的腿上。我怎么会不要你呢？傻丫头。沈红林抱了抱林可儿，然后宠溺地刮了下他的小鼻子。走吧，今晚去我家，沈总亲自给你做饭。为了弥补林可儿，沈红林决定今晚亲自下厨，区区3个月的零食可不够。哇，沈总万岁！一时间，林可儿感动的泪水差点从嘴角流出来。她也不打算追究刚才的事了，被抛弃什么的，哪有好吃的重要。第69，跨行业入职。你是说，红林他拓展了广告业务，并且还让萧晨当了部门负责人？是的，沈总。电话里，沈林沉默了一会，才继续说道：“行，我知道了，辛苦。”挂断电话后，沈林沉思良久，女儿忽然建立个新部门，还是个广告部，但公司并不缺广告宣传，并且体系已经很完善了，建立个新的很明显多此一举。那么唯一的解释，那就是因为某个人。萧晨是吗？沈林又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看来红林对这个萧晨很是满意啊。这才多久，竟然开始为对方铺路了。此时老沈头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他看来，这只是女儿的又一次人才投资而已。倒是萧晨的能力让沈林产生了一些兴趣。老李，麻烦帮我跑一趟，去总公司把一个叫萧晨的员工资料拿回来。他倒想看看这个2度出现在自己耳边的人究竟有多优秀，值得女儿如此下功夫栽培。好的，沈总。第2天，沈林坐在书房，面前摆着的是萧晨的各种资料、入职、员工以及业绩报表。他看完资料后，脸上露出了饶有兴趣的笑容。有趣，这小子太有趣了。沈林原本以为萧晨的简历会极为华丽，不然也不会通过面试。要知道他们集团的门槛可是很高的，但没想到萧晨的简历却异常简洁，而且资料显示他以前从来没当过销售，第一次就给了他们绿洲集团。而萧晨之所以会入职，是因为在面试的时候征服了面试官，也就是销售一部的邢经理，所以对方将他破格录取。最有趣的地方来了，萧晨刚刚入职仅半个月，就已经熟练掌握了所有的话术，并且凭借着出色的外表和能力，直接拿下了一笔价值不菲的单子。从此以后就跟开挂了一样，连拿几个月的销冠，跨行业入职，竟然还能这么优秀。沈林看着资料上萧晨的免官照，很帅，笑容也很干净。如此有能力的人，沈林表示他已经很久没遇到过了。不仅如此，老李还告诉他，萧晨虽然很优秀，但性格却极为佛系，属于那种赚够一单就想各种办法偷懒的人。是因为有能力，所以有恃无恐吗？沈林手指点了点桌子，喃喃道：“身为绿洲集团的前董事长，他的眼光向来毒辣。萧晨绝对是个难得的人才，硬要形容的话，那就是学霸和学神之间的区别。一个考100分，是因为他只能考100分，而另一个考100分，是因为
满分只有100分。而萧晨很显然属于后者。沈凌虽然没亲眼见过萧晨，却能从照片上对方的眼睛中可以看出，对方很自信，是那种超脱常人的自信，仿佛发生什么事他都能淡然面对一样。红菱这次算捡到的宝了。沈凌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将萧晨的资料合上，也不打算去多干涉沈红菱的判断。沈红菱是他亲手培养起来的，对这个女儿，沈凌还是很有信心的。对方想做，那就让他放手去做吧，反正天塌下来也有他这个老父亲顶着。上次西城区商业街收购的事，就是他在背后帮沈红菱压下来的，否则公司的那帮老骨头恐怕没那么容易息事宁人。老李，备车，先去林家走一趟，然后再帮我订一下明晚飞首都的机票。沈凌没再多想，而是吩咐秘书准备。最近上头貌似要对电竞行业开刀了，通知各行业巨头去首都开会，所以他需要提前去布局一番，拉几个战友才行。希望是好事吧。绿洲集团总公司13层，萧晨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引起了老董事长的关注。他正站在办公室的鱼缸前，上下打量着。哇，萧哥，你订这么大的鱼缸，是要养鲨鱼吗？林冉冉在他旁边发出惊呼。去，你们怎么都说我要养鲨鱼？我这是要弄个生态圈，你懂吗？萧晨无语地敲了一下林冉冉的头，见对方还赖在这里不走，直接赶人。我看你挺闲啊，你跟永杰那边沟通完了？嘿嘿，他们那边还在准备更新用的服务器，所以暂时用不到咱。林冉冉厚着脸皮一笑，还想继续跟着萧晨。萧晨直接推着他回到了工位。既然如此，那你就先设计一下广告标语吧，不许偷懒啊！下班前我要看到一款让我满意的设计。好嘞，您就瞧好吧。萧晨亲自下的命令，让林冉冉干劲十足，直接就忙了起来。其他人也是各忙各的，准备着下周的接洽工作。这时，林可儿拿着清单走了过来。萧总，你要的东西已经全部到位了，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都到了吗？这么快？萧晨有些诧异，他刚来就被大鱼缸给吸引，还没注意其他的东西。再看办公室，发现除了鱼缸外，他的药台球桌也已经就位，摆放在办公室的正中央，将东西2片办公区域给隔开。而原本休息区的沙发，也按萧晨的要求摆放到了台球桌的周围，成为了新的休息区域。这样员工就能一边打台球一边休息了。至于咖啡机等东西也已经摆放到位，整个办公室里已经有了萧晨想要的那么一丝丝味道。嚯，意外的能干啊，丫头！萧晨满意的拍了拍林可儿的肩膀，前天刚提的要求，今天就已经全部到位。这工作效率，不愧是能当沈红菱秘书的人。看来萧总很满意了。满意，相当满意。萧晨的夸奖让林可儿小脑袋忍不住向后扬了扬，也没有其他表示。那没其他事的话，我就先去跟沈总汇报了。去吧。萧晨看着林可儿离开的背影，暗自一乐。嘿，这丫头还挺傲娇。他摇摇头，继续观察着鱼缸。水草是肯定要的，黑金沙也得多来点。要不要添点螺蛳呢？晚上饿了，在办公室还可以做螺蛳粉。第70，亲戚来了。萧哥，中午去餐厅吃啊？听说今天师傅做了锅包肉。中午的时候，林冉冉等人过来邀请萧晨。好啊，走，今天萧公子买单。芜湖，那我今天可得多吃点，多吃的从下个月工资里扣啊。卧槽无情。萧晨一行人簇拥着往门口走去，然后就被拦了下来。萧晨，沈总想邀请你共进午餐。林可儿抱着文件夹，奶凶的挡住了萧晨。啊！萧晨有些为难的摊了摊手，可我已经答应大家伙一起去餐厅了。哎呀，没事，萧哥你快去吧，我们不在意的。林冉冉给其他人使了个眼色，大家就一起劝起了萧晨。没办法，萧晨只好应了下来。行，那咱们下次再一起去吧，我先上去一趟。说完，他就跟着林可儿上了楼。望着2人离去的背影，林冉冉双手环胸，宛如侦探附体一般地点点头。看来萧哥跟沈总有故事啊，这副破案了的姿态，难免让人以为他知道些什么。有人就问他怎么看出来的，林冉冉白了对方一眼。我怎么知道？那你说个嘚儿啊，老阿姨就别中2了好吗？众人切了一声。嘿你个老白，皮痒了是不是？站住，别跑！一行人打闹着往餐厅走去，而萧晨也跟着林可儿来到了总裁办公室。推开熟悉的玻璃门后，沈红菱已经坐在茶几处等候。萧晨看了一眼，今天依旧是最美的总裁。
来了。来了。办公室里没有外人，所以萧晨也没见外的坐在了沈红林对面，而林可儿则坐在了沈红林的身旁。桌子上摆放着几个便当盒，看起来很是精致。那咱们就先吃饭吧。沈红林带着几分期待，将便当盒依次打开，顿时办公室里就充斥着浓郁的香味，让忙了一上午的萧晨味蕾大开。来尝尝我的手艺吧。沈红林将一份饭推给了萧晨。这都是你做的？萧晨有些吃惊，他知道沈红林的厨艺不差，上次在他家他已经见识过了，但没想到会这么好。这些菜看起来就让人充满食欲，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当然，这可是沈总专门为你准备的呢。见萧晨很惊讶，林可儿立马就与有容焉的说道：嗨，那些都不重要。萧晨，你快尝尝味道怎么样吧。沈红林摆摆手，满怀期待地看着萧晨。吃了你做的2次，所以总得让你试试我的手艺吧。他挽了挽鬓角，心里还有些小紧张。萧晨心情复杂地看了沈红林一眼，他是万万没想到，这位总裁竟然亲自下厨给他做饭吃，这种亲密度已经脱离普通的朋友关系了吧。但看着沈红林那张酷似小红娘的容貌，萧晨拒绝的话也说不出口，只好拿起筷子，以美食鉴赏家的心态尝了一口。这肉肥而不腻，打个90分吧。这汤倒是不错，就是胡萝卜腌的时间有些长。萧晨认真的评价着，让对面林可儿脑门的警号子突突的往出冒。这也太嚣张了吧，明明是沈总专心做的食物，萧晨竟然还敢挑3拣4的，有本事也做一份让我来尝尝啊。最后林可儿实在听不下去了，只好看向沈红林，希望对方能发飙，质疑萧晨，别让萧晨太得意忘形了。结果出现在他眼前的是沈红林虚心求教的样子。萧晨说一句，他就跟着点点头，然后用心记了下来。乍一看，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萧晨真的是沈红林的老师。两人正在用心讨论着关于厨艺方面的问题，师傅教的认真，徒弟也都听了进去。但林可儿何曾见过沈红林这副模样，顿时有些欲哭无泪。你还我那个雷厉风行的沈总啊，混蛋！林可儿心中呐喊着，却极有眼力见的没有出声打扰，因为他看得出来，此时的沈红林是幸福的。所以林可儿看了看萧晨，又看了看沈红后，就悄咪咪溜了出去。再待下去，他都感觉自己多余。而沉浸在互动当中的两人都没发现就剩他俩了。你尝尝这个，是不是有点老了？萧晨让沈红林尝尝肉，于是沈红林就夹了一块品了品，发现确实有些老，是有点老了。那该怎么办呢？这是因为你做的时候肉没受热均匀，你可以下锅之前往肉的表面抹一层油，这样做出来的肉不仅表皮酥脆，还能保证肉质。就这样，专心的两人边吃边学，一顿饭的功夫让沈红林受益匪浅，但他总觉得有点奇怪，自己明明是邀请萧晨来吃饭，以此来增进两人关系的，怎么就给交上呢？虽然有点瑕疵，但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萧晨打了个饱嗝，为这次的午餐做了个结尾。看着对方满足的神色，沈红林倒也不再多想，反而顺势邀请道：下次要不去我那里教我做吧？做什么？借合适吗？借不合适。萧晨摸了摸鼻子，没敢接茬。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沈红林越来越大胆了，而且最近的行为也很不符合他的人设。对此，萧晨只能将其归结于对方亲起来了。女人嘛，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好不好？这样我进步的会更快一些，下次就能做更好吃的给你了。沈红林却不打算就这么放过萧晨，继续追问道：再说。萧晨摆摆手，起身收拾了一下，然后准备溜溜球。再待下去，气氛就有点不对劲了要。见萧晨没同意，沈红林虽然有些失望，却没有显露出来。他叫住了萧晨，然后从包里拿出了那条围巾。等等，我有件东西要给你。那还你，昨天谢谢了。没事。萧晨接过围巾，上面还残留着一股淡淡的幽香，沁人心脾。第71光腿神器。对了，我有件东西要送你。萧晨将围巾放好，然后掏出了一个暖手宝。他刚才都差点把这茬给忘了。这是暖手宝，专门给你定制的。我试了一下，还挺好用。萧晨拿到暖手宝的时候，确实试了一下，温度刚刚好。外观配色是萧晨下意识选的绯红色，也不知道沈红林会不会喜欢。好暖啊！沈红林将其接了过来，顿时手上就暖烘烘的，也没有问萧晨为什么会知道他手冷这种低情商的问题。
而是开心地捧着暖手宝，满脸欢喜地向萧晨道谢。没事，你喜欢就好。萧晨见沈红玲爱不释手的样子，顿时觉得自己没有白费功夫，当下心情也好了起来。最近温度会骤降，你可得注意保暖啊。他瞥了一眼沈红玲新换上的光腿神器，加厚的尺寸依旧遮不住那优美的线条，所以萧晨有理由怀疑她的保暖程度。没事可暖和了呢。沈红玲注意到萧晨的视线，当即就抬起脚尖晃了晃。真的？你要不要试试啊？不了，你心里有数就行。奶白的颜色晃得萧晨眼晕，他连忙告辞，离开的背影甚是狼狈。这样的沈红玲，他属实有些招架不住。相公他还真是细心呢。等萧晨走后，沈红玲感受着暖烘烘的手，神色变得极为温柔。她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人注意到她手冷，就连林可儿都不知道。萧晨猜的没错，沈红玲手冷，确实是因为体质原因。不管外部温度多高，她的手依旧冰冷，冬天的时候还会伴随着刺痛。她自己在私下里也看过很多中医，但都说没法根除，只能依托于外部升温工具。沈红玲嫌麻烦，索性就没再去管，区区疼痛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然而，就是在沈红玲没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萧晨不仅细心的发现了，还专门为她定制了一个暖手宝。而且很巧合的是，颜色还是他最喜欢的绯红色。我得多幸运，才能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了你。沈红玲摸着暖手宝外表上沈红玲专属的刺绣，眼前有些朦胧。这一刻，她不但手是暖的，心也比任何时候都要温暖。叮！正当沈红玲感动着的时候，她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是独属于萧晨的特别关心提示音。轻狂书生，红娘在吗？要开始干活了。原来是萧晨那边刚回去，就接到了秦明的电话，通知他虚拟房间已经建好了，随时可以进行广告动作的捕捉。这是永劫官方专门为这次广告宣传所做的准备。在房间里，玩家可以操控自己的游戏角色，做出很多程序员内设的动作，而光学引擎就会捕捉到这些动作，从而导出视频 AI， 最后进行合成，就能得到完整的宣传视频。可以说是结合了最新的虚拟科技，大大缩短了智能 AI 形成的过程。并且由于代言人选择的是萧晨，私自登录玩家账号可是犯法的事情，所以就需要萧晨自己操作账号角色登入房间。只不过在最新达成的协议中，萧晨要求将小红娘带上，所以程序员又给狐妖小红娘也添加了登入权限。现在就需要他们两人一起进入房间，才能正式开启互动。于是萧晨就直接给小红娘发去了消息，邀请对方一起上号玩工作。狐妖小红娘正在登录 in， 回复了萧晨后，沈红玲揣着暖手宝，连饭盒都没来得及收拾，直接就坐到了电脑前，点开了桌面上名叫机密的文件夹，双击一把带云的键的图标后，一个登录界面就弹了出来。Voition， 沈红玲2秒输入密码，并且登录，随后就是一段进入游戏的过场 CG。 趁着这段时间，沈红玲又拿起手机，迅速给林可儿发去了一条消息：可儿，启动战时状态。另一边，还在给盆栽浇花的林可儿收到消息后，直接扔下了水壶，然后就哒哒哒的一路小跑，来到了总裁办公室门前的空位上，横刀立马的坐在了那里。有人想要进去见沈红玲，都被他给直接拦住了。不好意思，总裁正在进行一场很重要的线上会议，任何人不能进去打扰。那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我这边有急事要找沈总，有什么事你直接跟我说就好，我会记录下来的。至于什么时候会结束，等沈总出来就代表结束了。那好吧。听着屋外的谈话，沈红玲心中默默给林可儿点了个赞。这种关键时刻，他这个好秘书就从来没让他失望过。可儿萌大奶，事成之后你余生的零食我包了。至于林可儿为什么会挡住其他人，是因为沈红玲交代过，只要他一发暗号，林可儿就需要守在办公室门前，帮他挡住一切访客。而沈红玲自己则在办公室里开始线上操作，不然要是被别人知道堂堂绿洲集团总裁竟然在办公室里玩游戏，这传出去不得让同行看笑话啊。现在应该没事了吧？确认安全后，沈红玲才给萧晨发去消息：狐妖小红娘，相公，我准备好了。轻狂书生，好，我拉你过来。13层，被众人好奇围住的萧晨，用官方给他的权限，将狐妖小红娘给拉了过来。顿时，沈红玲的屏幕上就出现了正在传送的字样。等了大概有几秒钟，屏幕上的画面直接切换，一袭白衣的轻狂书生就出现在了沈红玲的屏幕上。轻狂书生，拥抱。
然后萧晨操控着角色，直接用刚解锁的动作抱了抱小红娘的角色。轻狂书生，怎么样？好玩吧？狐妖小红娘，笨呢？好玩还有吗？在萧晨的身后，林冉冉等人互相看了看，好像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第72，玩的就是一个西海岸。萧哥，没想到你捏的脸真是你自己。销售部的小王忍不住说道，实在是屏幕里的人跟屏幕外的人属实有些相像。萧晨就仿佛从游戏里穿越出来的一样，这种虚拟现实的交错感让众人感到一阵的不真实。萧晨头也没回的说道，这玩游戏吧，玩的就是一个西海岸，不捏我自己难道还捏其他人吗？众人一听觉得还有点道理。那萧哥，你当初捏的时候花了多久啊？对啊，我听说这种捏脸很费时间，网上都有代练捏脸的，挺赚钱呢。萧哥，你不会就是小戴吧？我闲得代练这个肯定是我自己捏的呀。去，忙你们的去，我这边要跟永杰那边连线了，别在这杵着了。萧晨挥挥手将众人驱散，而他自己则开始跟小红娘开始沟通。轻狂书生，这些是官方发给我的剧本，你看看，拍广告当然不能乱拍一气，自然需要按照你定好的路线走，这样后期的成本也会少一些。永杰官方为了突出这次版本更新后游戏更大的自由度，所以量身为萧晨打造了一套动作，只需要在房间里按着顺序做动作就行。当然现在多了个小红娘，就需要他们2个人来配合。狐妖小红娘，相公我看完了，就这样吗？轻狂书生，是的，咱们先来测试一下。狐妖小红娘，好，这是首次测试，所以肯定有很多 bug 需要修复。萧晨跟小红娘便一边测试一边帮忙测试 bug。 部门里其他的人刚开始还觉得新鲜，会趁着路过来偷看2眼，但新鲜劲过去之后就没再看了，反倒是林冉冉闲来无事，一直待在萧晨身后。他搬了个椅子，眼睛都不眨地盯着萧晨的屏幕。作为永杰发烧友，对于这种类似内测的东西他还是很好奇的。萧哥，看来永杰挺重视这次合作，还专门弄了个地图呢。林冉冉看着风景宜人的地图，有些羡慕地说道，也不算专门弄的吧，其实这个内容就是下个版本会更新到的东西，我们算是提前测试一下。萧晨想了想，还是告诉了林冉冉，这不算什么商业机密，只要对方别外传就行。原来真是内测呀。林冉冉眼睛一亮，有些兴奋地问道，那萧哥，我可不可以操作一下呢？他看着那些新奇的动作和表情，手痒得很，也想体验体验。上班时间还想玩游戏，下个月工资不想要了。萧晨瞥了他一眼，没有同意。死！林冉冉瞪大眼睛指着电脑，那你这不在玩吗？我这叫工作，你操作就是玩，明白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呗。没错。萧晨理所当然地点点头。得，我还是干活去吧我。林冉冉无语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起身回自己工位了，只留下萧晨美滋滋地跟小红娘在游戏里各种互动。而楼上的总裁办公室里，沈红玲也笑眯眯地敲着键盘，时不时的还会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嘻嘻，这个表情真可爱，让坐在门口的林可儿听得心就跟猫挠一样。坐在椅子上的2条小短腿不安分地前后晃荡着，可恶啊，人家也好想看看是什么东西，但现在他还处在战时状态，所以只好嘟着嘴继续守在门口，打算等其他人下班了之后再进去。哎呀，怎么时间过得这么慢呢？1个小时之后，那可儿姐，我就先回去了。明天见。林可儿笑着跟销售小姐姐摆了摆手，然后嘿咻一声从椅子上跳下。应该没人了吧？他踮起脚尖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所有部门的灯已经全部暗了下来。于是林可儿便迫不及待地敲了敲身后的门，噔噔噔。沈总，人已经走光了，安全的。那你进来吧。里面传来沈红玲的声音。好嘞。林可儿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便是沈红玲满是笑意的俏脸，乳白色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精致和迷人，甚至连一丝瑕疵都看不到，直接就让林可儿看呆了。哇，沈总，好羡慕你的皮肤啊。羡慕的只有皮肤吗？沈红玲故意伸了个懒腰，腰间的阴影在灯光照耀下很是巨大。明天不帮你堵门了。嘻嘻，好啦好啦，快过来帮我看看吧。沈红玲嘿嘿一笑，没有再调戏林可儿，示意她先过来。哼，人家只是在发育而已。林可儿瞥了一眼沈红玲胸前，不服气地嘟囔了几句，然后才走到了对方身后。什么事啊？他看向屏幕，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哇，这是新的动作吗？屏幕上，沈红林的角色正被萧晨抱着，而林可儿作为沈红林偶尔的永劫代打，对这个游戏还是挺熟悉的，所以现在沈红林跟萧晨的动作是以前没有的。呢，你看看还有什么改进的意见吗？沈红林点点头，让萧晨抱着自己转了2圈。被抱着能不能做动作呢？林可儿摸了摸下巴，觉得光抱着差点意思，就提议来点互动。这个应该可以有。沈红林就反馈了一番，官方的人将意见都记录了下来。直到晚上7点多，沈红林跟林可儿仍然兴致勃勃地测试着，而萧晨还不知道小红娘那边多了个人。他跟家里说了一声后，就继续陪着小红娘。最近一段时间有些忙，都没有好好陪小红娘，正好可以趁这次工作好好玩一番。9点的时候，萧晨才跟小红娘说了一声，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家，等我回去再玩吧。好的呢。说完，萧晨便起身离开了公司。确认萧晨走后，沈红林也带着林可儿匆匆赶回了家。可儿，我饿了，先拿你零食顶一下哈。第73吃货的默契。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萧晨都沉迷测试不可自拔，而绿洲集团总裁的会议也一直持续着，这让不少人以为公司要有大动作，不然什么会议能让沈总开这么长时间？可惜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到，自家总裁只是在玩游戏而已，狐妖小红娘相公。那今天就先这样了。轻狂书生，辛苦辛苦。萧晨伸了个懒腰，好好活动了一下肩膀，这还是他第一次玩游戏玩累了，接下来应该会轻松一些吧。经过这几天的测试，永劫官方那边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数据，接下来只需要等待就好了。而部门的其他人此时也已经全部就位，各个部门开始按部就班的运作着，该设计设计，该策划策划。林冉冉等人也忙了起来，测试阶段算是告一段落，该进行下一步工作了。对了，萧哥，前台有你的快递，我给你取回来了。谢谢。萧晨抱着箱子来到休息区域，打开后发现是自己网购的鱼缸材料。嘿嘿，巧了吗？这不是。萧晨嘿然一笑，抱着材料就来到了鱼缸处。他这边刚忙完，材料就到了，正好可以开始装饰鱼缸。我看看哈，先铺沙子，这个水草种这里。萧晨按着自己的计划，将鱼缸一步步倒实了起来。忙碌的身影让办公室新来的人一阵侧目。这就是咱的新上司，好帅啊，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你可以去问问，看样子他性格挺好的。话说萧总在干什么？那么大的鱼缸是要养鲨鱼吗？那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台球桌太渴了。老刘，中午来2杆啊。众人低声议论着，对萧晨这个天降的上司很是好奇。不过能让总裁亲自下令把他们从分公司调过来，应该很有本事吧。众人的议论声萧晨也听得到，不过他没急着介绍自己，准备等啥时候有空了开个会，到时候有的是时间互相了解。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他弄着鱼缸唱着歌，然后林可儿就来了。这是你弄的？他好奇地打量着鱼缸，原本空洞的内部已经填满了花花草草，一股生机在鱼缸内油然而生。好看吧？等放了水，开了灯更好看。那水呢？等你去打呢。哼，这时候需要本姑娘了。等我，这就去。林可儿傲娇的一扭头，然后往水房走去。奇怪，这次怎么这么积极了？他原本就是开个玩笑而已，以之前林可儿的性子，估计是不会去的，然后自己就能顺势将其打发走。但没想到，这次林可儿竟然直接就去了。难道是吃多了？萧晨挠了挠头，没有再想，而是拿出手机，联系起了鱼店的老板。喂，鱼老板吗？我萧晨，上次我跟你订的那些小鱼小虾，麻烦你给我送过来吧。对，绿洲集团大厦 A 栋，门口报我名就好，我到时候自己下去取。好嘞，麻烦你了。打完电话后，萧晨就看见了正嘿咻嘿咻提着桶水过来的林可儿，对方的脸上写满了兴奋，这种看着生态圈建起来的成就感让他很是兴奋。之前林可儿查过这种生态圈是什么样子的，但还没见过像萧晨准备的这么大的鱼缸来弄生态圈的，所以他很期待有小鱼小虾在里面游动。水来了，水来了。好，辛苦。萧晨见林可儿这么听话，也没了逗他的兴致，直接拎过水桶就将水倒了进去。来来回回几趟之后，鱼缸里的水也终于达到了水线，接下来就等它慢慢调温就好了。
鱼缸里有加热装置，会自动调温。萧晨拍了拍手，满意的绕着鱼缸转了一圈。加入水之后，原本的水生植物就好像瞬间活了过来，绿色的生命之力充斥在鱼缸中，水草和藻类飘忽忽的摇摆着，看起来很是有趣。原来是这样的吗？林可儿也瞪大了眼睛，观察着鱼缸。他没想到倒入水之后竟然会这么好看，就跟开了美颜似的。而且萧晨准备的鱼缸运行起来没有一点声音，专门做了静音处理，所以看着它就像看着一幅画一样。部门的其他人也忍不住向这边投来了目光。那是什么？好好看，应该是草缸吧？但这么大的草缸，我还是第一次见呢。由于不清楚萧晨的性格，众人也只敢偷偷看一眼。不过，这也让他们对萧晨的好奇心更重了一些。这个新上司，貌似还挺有趣的。待会鱼就到了，到时候才是最美的时候。萧晨没有在意其他人的目光，也没有去制止他们偷看，而是等待着鱼的到来。空闲了，还跟林可儿唠唠嗑。沈总最近忙什么呢？萧晨问。最近忙着线上跟小红娘合作，他这几天都没上楼见沈红玲，也不知道暖手宝好不好用。林可儿盯着水族箱，看得津津有味。听萧晨问到沈红玲，他才收回目光。沈总他最近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所以很忙。哦，萧晨理解的点点头，没有再问。当大 boss 的总会有这些事，忙也是应该的。还好他不一样，等忙完这段时间，剩下的就不需要他操心了，只需要做个幕后黑手，出主意就行。佛系，咸鱼的明天在等待着我。又坐了一会后，鱼老板就带着鱼来到公司，萧晨亲自下楼将鱼取了上来，有小鱼、小虾等生物圈内必备的水生物。咦，这一袋是啥？林可儿指着另一个黑袋子问道。螺丝，是能吃的那个螺丝吗？那岂不是备用口粮？该说不说，林可儿作为一名血统纯正的吃货，还是很合格的，竟然跟萧晨最初的想法一样，都是将螺丝当成了备用口粮。不过萧晨可不会承认，他摇了摇头，螺蛳粉那么有味道，谁会在办公室吃啊？我只是为了保持生物多样性而已。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女声从萧晨背后传来。什么东西有味啊？第74，摧枯拉朽的东风快递，那是就是咱们集团的总裁吧？看起来好美。是啊，比那些见光死的明星漂亮多了。那可不，魔都商界第一美人，跟你开玩笑呢。那总裁下来干什么？是来找萧总的吗？看样子应该是了。沈红玲的出现，又一次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就连几个认真工作的组长都忍不住看了过来。没办法，沈红玲在其他人面前还是需要保持着总裁的人设，那股强势的气场，刚一进门就让办公室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一下就冲散了萧晨刻意营造的温馨氛围。所有人都不自觉地挺直了腰背。见状，萧晨也没有说什么，也是时候让这帮老实分心的家伙好好工作了。看来以后得请沈总多下来坐坐了，他不适合那种强势的人设，所以想请沈红玲来唱这个黑脸。毕竟对方气势浑然天成，就算不说话都给人一种压迫感。每天来萧晨这里溜达溜达，也算帮他提高工作效率了。沈总，会议结束了。萧晨看了一眼沈红玲以及对方随身揣着的暖手宝，所以下来看看。听说你生态圈建起来了。沈红玲点点头，踱步走到了鱼缸面前。这都是你弄的？被鱼缸隔着，其他人也看不到沈红玲的表情，所以他略微放松了一些，问道：今天刚弄好，还需要养一段时间的水，等温度上来了就能放鱼了。哦，那这一袋是什么？螺蛳。听到这个名字，沈红玲恍然大悟，原来你们刚才在聊螺蛳粉啊。也难怪，毕竟有林可儿在，万般不离其词。他扭头敲了敲林可儿的头，办公室可不兴这种有味道的食物哦。林可儿嘟着嘴应了一声，他只是当成备用口粮而已，又没说现在就要吃。沈红玲叮嘱完林可儿后，又围着鱼缸转了2圈，发现就算没有鱼，这个小型水生态都美到不行。不仅是闪烁着绿色荧光的藻类，还是舞动的水草，都美得像童话故事一样。而且更重要的，还数里面各种物件的摆放，左右陈列，很是讲究，看起来就让人赏心悦目。一般没这方面经验的人，肯定做不到这样。所以沈红玲就好奇地问萧晨：你连这个都会吗？他没听萧晨说过会弄这玩意，而且上次去萧晨家里，沈红玲也没见类似的东西。这不是有手就行？萧晨反问。这倒不是他在凡尔赛，而是在强大记忆力的作用下，这种东西确实是他看过一遍之后自己规划出来的。好吧，沈红玲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觉得萧晨还有很多东西没告诉他，准备以后好好挖掘挖掘。看完了鱼缸，沈红玲就跟萧晨来到了会议室。你这边的事还顺利吗？需要我帮忙不？沈红玲明知故问地问了一句。萧晨摇摇头，得益于你上次的全部门通告，所有部门都很配合，没啥大问题。那就好，有事的话你随时告诉我，或者跟可儿说就行。好嘞，多谢沈总。不用，我还得多谢你的暖手宝呢，真的很暖和。沈红玲拖着没离过手的暖手宝，朝萧晨温柔一笑。嗨，这都是做下属的应该做的。笑容杀伤力太大，萧晨抵抗不能，只好赶紧移开了目光，摆摆手说道：当然，朋友更是如此。那朋友之间是不是应该互相关心呢？见萧晨不敢看自己，沈红玲顿时就来了兴致。你现在关心了我，那我总得还回去吧。他托着腮，妩媚地朝萧晨眨了眨眼，这还是他第一次露出这种表情，而且还是很自然地表露了出来。结果就是萧晨直接看呆。这一瞬间，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袭上他的心头，他觉得他这一辈子恐怕都忘不掉这个笑容了。什么叫一笑百媚生？这特么就叫一笑百媚生。就连沈红玲自己都没想到这个笑容的杀伤力有多大，这要是让其他人看到，估计会直接原地化身终极 TG，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的那种。没有人能够扛得住这样的笑容，萧晨自然也不例外。面对着这份独属于他的笑，萧晨的心理防线迅速被突破，尤其是对方眼睛里包含的情愫，更是加快了这个速度。这颗摧枯拉朽的东风快递，最后却忽然停在了一扇门面前，一扇名叫小红娘的门。萧晨自问不是什么多情种子，弱水三千，他只愿娶妻一瓢，所以有小红娘在前，他还是及时踩住了刹车。哪怕他对小红娘的感情是建立在网络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上，但一想起那些个日日夜夜的陪伴，萧晨就不允许自己乱想。他默念剑谱绝学，然后硬生生收回了目光。关心什么的，你下次再做饭给我吃就好了。萧晨丢下一句话后，就起身离开了会议室。他准备去楼下嗦一口螺蛳粉，只有这种强烈的美味，才能压下他此刻心头的悸动。好，那下次我给你做我的拿手好菜。沈红玲此时还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她朝着萧晨的背影喊了一句，然后就心情愉悦地上了楼。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得先抓住他的胃，看来得好好学学做菜了。对于现在的沈红玲来说，拿下萧晨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暴露身份什么的，还是等萧晨喜欢上总裁这个人设再说吧。到时候应该就不是惊吓，而是惊喜了。几分钟之后，萧晨来到楼下的10年螺蛳粉店。老板，来一碗螺蛳粉，多加汤。稍等，萧晨喊了一声，然后就无语地看着身旁的林可儿。我就是饿了下来吃个饭，你怎么也跟来了？我是来做市场调研的，你能不能把你嘴角的口水擦一擦再说话？啊嘞，有吗？林可儿听话地摸了一下嘴角，才发现自己上当了，顿时就气鼓鼓地看着萧晨。玲，哈哈！萧晨忍不住笑了起来。最后，他还是给林可儿也要了一碗螺蛳粉，对方这才作罢。对了，秦明说有事找你，让你有空联系他一下。林可儿嗦了一口粉，智商重新占领高地，这才记起还有件事没跟萧晨说。秦明又有什么事吗？第75双代言 cos 服。吃完螺蛳粉，稳固了一下道心后，萧晨跟林可儿才一起回了公司。刚到会议室，萧晨就给秦明打了个电话过去。秦兄找我何事啊？实不相瞒，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当说不当说。那别说了。好的，事情是这样的，秦明不是第一次跟萧晨打交道，知道对方是什么德行，所以直接无视了他的话，开始诉说事情。原来在永杰官方原定的宣传计划中，是分2个部分代言的，虚拟部以及现实部。虚拟部用来展示他们游戏的实力，所以需要由虚拟人物来负责，也就是萧晨和小红娘。而现实的部分就需要真人来进行代言。之前秦明跟公司的人商量，找个1线明星来拍，他们公司也有这个实力，但是在人选上，众人就产生了分歧。有人说请个当红女星，穿个 cos 服就行，至于是什么 cos 服，懂得都懂，但有的人却觉得这样影响不好，要是被家长举报，游戏就没了。争论之中，秦明却提出了一个人选，萧晨，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帅。而帅确实可以为所欲为。当秦明把萧晨的照片放在大屏幕上时，原本不同意的人顿时哑口无言。秦总，你确定没 P 图？无任何科学添加剂，
甚至本人比这还有气质。而亲眼见过萧晨的2个秘书，此时也坚定地站在秦明这边。萧晨确实够帅，不仅身高上、颜值上适合，就连那内蕴的气质都非常适合当这个代言人。而且萧晨就是轻狂书生，这样甚至都免了培训的时间。会议上，秦明语气坚定，选萧晨当代言人，他并不是一时起意，而是在看到萧晨本人的一瞬间，就有了这个想法。正好人选争执不下，所以就将萧晨推了出来。那名气怎么办呢？经过公司良久的讨论，最后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请明星代言，想要的就是明星自带的庞大粉丝群体，这股流量谁都不能忽视，而且收益很可观，不仅能给游戏带来流量，就连周边也能赚取不少利益。永杰官方刚公测的时候，就请了一个明星代言，效果显而易见，所以就有人担心萧晨没有名气，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对于这个问题，秦明也早有答案。我想诸位恐怕弄错了这次宣传的重点，咱们的游戏已经不需要更大的名气，而是需要推出新的版本。那么作为游戏第一人的萧晨，无疑是对咱们游戏极为了解的人，这一点上起码沟通起来毫无障碍，也能更好的将版本新内容表达出来，非常具有代表性。其次，萧晨是代表绿洲集团来跟我们合作的，你们还担心宣传问题吗？名气不够，那就拿钱来砸。绿洲集团什么体量，应该就不用我多说了吧。秦明一番话下来，从各个角度分析利弊，其中绿洲集团的名号起了很大一部分作用，所以众人便纷纷同意了下来，决定邀请萧晨担任这个代言。如果萧晨同意，那么他就会直接成为永杰的双代言，到时候光代言费就能拿到不少。于是秦明就找到了萧晨，问他的意思：代言人，我不已经是了吗？萧晨有些奇怪，难道自己还不算代言人？你这是小代，现在想请你当个大代，就类似明星代言的那种。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萧晨这才记起之前合同里有说过，这部分由永杰公司负责，他们会请一个一线明星来代言。那你现在啥意思？难道我真实身份暴露了？快醒醒，这还没到睡觉的点呢。秦明有些无语的说了一下具体情况，合着你是把我自荐了呗？他荐，你让我考虑考虑。萧晨沉思片刻，并没有直接答应下来。他虽然没做过代言人，但他清楚其中的一些事情很麻烦，不是一般的麻烦，而且还很浪费时间，所以萧晨并不想答应。他的主职工作并不是出卖色相，他可是靠才华吃饭的。那个，我可能没那么多时间，你们还是请个明星吧。萧晨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秦明没有意外，而是继续说道：官方定制头衔，仙级时装自设计一套。等等，你这是干嘛？我萧某人说不当就不当，你别来这套啊！新版本更新后，神级飞行时装笔翼一套，你跟小红娘都有，作用是非战斗状态，在一起时移动速度提升5倍。萧晨皱了皱眉，都说了不，还会飞？我保证这套时装至少2个月不会出现在市场上。秦明继续加大筹码，他知道像萧晨这类玩家不缺钱，缺的是西海岸。这类玩家玩游戏图的就是独一无二，他相信萧晨也会心动的。果然，萧晨听到官方认证后沉默了一下。你继续。最后还有等身1:1人物手办，以及国际设计师亲手打造的仙级时装 cos 服，官方认证，具有法律效益。听到这个最后的条件，萧晨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承认他心动了，这种东西没一个玩家不会心动的。秦明不愧是狗策划，简直完美 get 到了萧晨的点。而且手办以及 cos 服还都是官方认证的，这就跟你买同样的2本书，一本书上啥也没，另一本上面有作者签名一样，后者的价值 now 一下就上来了。再加上 cos 服是国际设计师打造，以永杰的大手笔，起码不得个顶尖的设计师。这样一来，无疑是大大增强了服装的适用性以及收藏价值，哪怕拿回来不穿，放在那里也养眼啊。你们可真是下血本啊。那你干不干嘛？干了。一想到小红娘可以收到那一身红色的广袖流仙裙，萧晨直接就应了下来。他最近春心萌动，打算跟小红娘更进一步，跨越虚拟和现实的一步。第76奔现准备。这么久以来，萧晨和小红娘都没暴露自己的现实身份，生怕触及到网恋的终极禁忌，最终不欢而散。因为在网上，大家可以肆无忌惮的聊骚，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跟你开黑的好基友是人还是狗。所以有着网络这层屏障，人们都可以展露最真实的自己。而一旦没了网络，人与人之间就肯定会多一层隔阂。
相貌、身份、家庭背景，对方在现实中的一切，都是网恋奔现的重重障碍。你得鼓起勇气，去面对现实中的他，一个算是全新的陌生人。所以，大部分网恋的结局都是治愈的。之前，萧晨正是有着这层顾虑，所以才没有涉及到现实。沈红玲也是有着同样的想法，两人在这件事上都保持着极为的理智。但是，萧晨却不想这么继续下去了，他准备跟小红娘坦诚相见。只要代言完这一次，对方应该就能知道他是谁，到时候自己的样子，小红娘肯定也已经知晓。那本着公平原则，他也得知道小红娘长什么样吧。那么这样一来，网恋见光死的准则就被打破，而且萧晨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不管小红娘长相如何，性格如何，家境如何，他都想跟对方再在现实里续上一段缘，哪怕做朋友也好。并不是每一段网恋都是奔着谈恋爱去的，他们互相带给对方的更多的是一种陪伴。所以萧晨在心中默默做了一个决定，只要等这次代言活动过去，那套广袖流仙裙到手之后，他就给小红娘亲自送去。到时候他打算给对方一个惊喜，想来小红娘应该会很高兴的吧。打定主意后，萧晨便打算亲自去帝都一趟。你什么时候有空？他想去秦明那里，跟他线下好好聊一聊。你要来帝都？算了，你就不用过来了。秦明示意萧晨先别急，他看了一眼行程表后，才继续说道：我下周正好要去魔都，到时候我直接过去找你，不然你还得白跑一趟。萧晨点点头，这样也行，那我就恭候大驾了，这次非得吃到你做的饭不可。哈哈，放心吧，管够。父亲，有什么事吗？红玲啊，你林伯伯今晚要来家里，你要不回来一趟？另一边，沈红玲接到了父亲沈凌的电话，让他晚上过去一趟。沈红玲沉思片刻，并没有答应。我这边有些忙，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就不去了。他需要留在公司看着，万一需要小红娘的时候，他还能及时上线。永杰官方虽然说已经完事，但难免会有意外发生。沈红玲所考虑的就是这些突发情况。如果是平常，沈凌可能就不会再说了。可是这次的事情有些重要，是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问题，要起风了啊！听到沈凌的话后，沈红玲眼神一凝，看来这次确实是大事，不然自己这位早就开始享受生活的父亲，也不会这么来形容了。权衡利弊之后，沈红玲只好答应了下来。行，那我今晚就回去一趟吧。沈凌没有意外，这种大事上面沈红玲向来分得轻重。了一声后，他便挂断了电话，让人开始准备晚膳。而办公室的沈红玲左思右想，还是给萧晨发了条消息过去：狐妖小红娘，相公，我晚上有些事情需要处理。狐妖小红娘，如果有什么急事的话，你给我留言就好。狐妖小红娘，我看到的话会第一时间跟你说的。狐妖小红娘，不好意思啦，人。看到小红娘发来的消息，萧晨宠溺的笑了笑，他这个 CP 总是这么温柔，明明只是一个游戏，却比他还认真。萧晨打字回复：放心吧，永杰那边有什么事的话，我会搞定的，你只管去，剩下的交给我就好。我爱你优相公，爱 L 红心。沈红玲开心的关上了手机，然后拉着刚回来的林可儿就要下楼。可儿本小姐今天高兴，带你去吃螺蛳粉吧。好。听到吃，林可儿带毛瞬间倍儿起，然后才后知后觉得注意到沈红玲要吃什么。螺蛳粉。沈红玲点点头，是啊，今天听你们说起，忽然有些想吃了呢。走吧走吧。说完后，他便当先套了外套往外走去。出发喽，管饱。可是但他的背后，林可儿却伸了伸手，头顶的呆毛开始颤抖。螺蛳粉，那不是自己刚才吃的东西吗？现在还要去？但他已经完全吃不下了呀。刚才林可儿可是逮着螺蛳粉嗦了整整2大碗的。当然最后是萧晨结的账，10几分钟完全消化不了刚才吃的呀。林可儿感觉到了自己的胃隐隐作痛，但还是跟了上去，大不了光要一份螺蛳好了。沈总等等我，真的是第一次见你吃饭不积极呢。难免有那么几天不在状态吗？下班之后，萧晨并没有开车回家，而是叫了个滴滴，因为2辆车都被送去保养了。这是林可儿告诉他的，那辆迈巴赫对沈红玲的意义，还有需要定期保养，所以萧晨就将迈巴赫送去了保养。至于他自己的车，也当作赠品一样被拖走保养了。接到乘客，尾号 XXXX。您好，滴滴司机为您服务。您好。上了车后，
萧晨一眼就被架在驾驶位左上角的手机给吸引。您这是在直播？司机是个爽朗的大叔，大叔豪爽一笑，哈哈，小伙子有眼力，不过你放心，不会让你出镜的。说完后，他便偏头朝镜头挥了挥手，很好，观众朋友们，这次中奖了，乘客是一位非常帅气的帅哥哦，可惜你们看不到。哈哈哈哈！手机的屏幕上，被大叔的一句话给说的弹幕狂飙，吃独食，吃独食。第77网恋奔现，大叔你这样不会犯法吗？萧晨见大叔边直播边开滴滴，有些疑惑地问道。啊，不会的，咱可是有特权的人。等红绿灯的时候，大叔朝萧晨比了个大拇指，牙齿亮的晃眼。接下来，萧晨也没有继续打扰这个大叔，反而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偶尔跟弹幕的互动也都是幽默有趣，惹得弹幕狂飙。直播吗？萧晨心底一笑，他当初也考虑过做直播这个行业，毫不自夸地说，光他这张脸往那一放，完全就是等着收礼物的那种，哪怕不用颜值吃饭，他也能去游戏区。萧晨的反应力和操作都属于顶尖职业的层次。不说别的，光永劫一个游戏，凭萧晨的水平，当个技术主播绰绰有余了。也曾有各大直播平台向他抛来橄榄枝，希望他能来自己的平台直播，但最终都被萧晨拒绝了。因为不管是哪家，直播的合同都非常严厉，每月的直播时长以及房间流水等，都大大的限制了萧晨的自由度。所以在考虑了一下后，萧晨就放弃了这个自由的职业。感谢榜一大哥送的礼物哦，大家给榜一大哥点点举报。就在萧晨沉思的时候，有人给大叔刷了一堆礼物，大叔反手就让谁又给他点举报。这一波操作属实让萧晨大跌眼镜，而且大叔还在不停的说着，你说你刷这些干什么，又取不出来，大家帮榜一大哥点点举报啊。萧晨小心翼翼的问道，大叔您以前是干什么的？哦，我以前抓小偷的。萧晨抹了把汗，点头下了。很好。回到家后，萧晨的父母已经回来了。小晨，快过来喝汤。苏小小知道这几天萧晨有些忙，所以每天晚上都会给他熬汤喝。萧晨回来晚的时候，一般都能在煲锅里发现保温的汤，不仅味道极好，而且还能补充能量，让萧晨一天的疲劳都能一扫而空。咕噜咕噜，两口将汤喝完后，萧晨朝着母亲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报告母上大人，儿臣喝完了。那退下吧。苏小小微微昂首，睨了萧晨一眼。等等，过来。萧晨听话的凑了过去，然后苏小小就抬手，将他嘴角的残留给拭去。这下可以了。一旁的萧红见到这一幕，有些吃醋的说道，老婆，我也想喝，叫我女王大人。好的老婆，没问题老婆。那我的汤呢？待会给你做还不行吗？女王大人万岁。闻着空气中的酸味，萧晨将头凑了过来，爸，要不以后咱俩各论各的。嘿，你个小兔崽子。萧红扭头伸手屈指，朝着萧晨就是一个暴力。咚，快给你爹我做饭去，怠慢了女王大人，网线都给你拔了。得嘞。吃完饭后，萧晨没急着回房间，而是先帮着收拾完餐桌，完事了就拉着父母坐在沙发上。我过几天可能要出去一趟，去帝都拍个广告。听到儿子要拍广告，苏小小一脸惊喜，儿子，你终于要出道了吗？很抱歉让您失望了，只是给游戏做个代言而已。我还以为你终于觉醒了呢。瞬间，苏小小兴致全无，她还以为自己要多个明星儿子呢，到时候家里的服装店就用不着她代言了。反倒是萧红若有所思地问道，代言永劫那个？没错。萧晨点点头。现在绿洲和先锋的宣传部已经开始了宣传，许多游戏的广告已经登上了各大商场的屏幕，尤其是身为本部的魔都和帝都，广告更是随处可见，所以自己父亲知道也挺合理的。接着萧晨就将自己成为双代言的事说了一遍。你是说大屏幕上那个是你的角色？这下苏小小又坐不住了。我说咋看着这么眼熟呢？你是不是把游戏角色捏成你自己了？怎么样，你儿子手艺不错吧？苏小小却话题一转，这么一来，那个女角色就是你 CP 咯？萧晨瞬间语噎，明明是聊他，怎么又扯到女角色上了？不过他想了一下，还是点头承认，没错，她就是我 CP， 叫狐妖小红娘。哟，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 CP 啊！直到如今，苏小小才相信自家儿子确实有女朋友。是吗？
我看看。萧红没注意到还有个女角色，立马打开手机，随便搜了一下，关于永杰的广告就弹了出来。果然是一个男角色，一个女角色，白配红的衣裳，同样出众的相貌，让两者看起来极为般配。就算不玩这个游戏，都能一眼看出这是对 CP。你俩奔现了。萧红看看广告，又看看儿子。作为时尚前端的男人，他自然知道网恋的那些事，所以他并不反对儿子网恋，当然奔现除外。还没有。萧晨想了想，还是没有说出自己打算奔现的事，毕竟这种事说不准，还是等见了面以后再说也不迟。网恋奔现需谨慎啊。萧红没有多说，他这个儿子比他有分寸多了。就是旁边的苏小小表情有些腻歪，他儿子竟然真的有女朋友了。虽说网恋没有好结果，但终究是有了一个。那沈红玲怎么办？苏小小心里想着，她还是很看好儿子跟沈红玲的。沈红玲这丫头不仅长得好看，性格也与自己投缘，背景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对方很明显对萧晨有意思，所以她还是很满意的。只不过既然萧晨有了一个，那她也不便再提。萧晨也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继续，说了句自己多短时间可能会出差后，就上了楼。留在客厅的萧红夫妇对视一眼，均有些无奈。苏小小又看了眼广告里那个女角色，忽然说道：老公，我怎么感觉这个角色跟红玲挺像呢？第78，我的建议是，可儿，你先回去吧，我待会要回家一趟。吃完螺蛳粉后，沈红玲跟林可儿道别。至于哪个家，不用沈红玲说，林可儿也知道。可是今天还没到周五吧？她捧着一杯热果汁，皱了皱眉。作为沈红玲的贴身秘书，她是知道沈红玲每周五才会回家的，其余的时间一般都不会去，除非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念及至此，林可儿便宛如龙吸水一般，两口将果汁给吸完，然后有些担忧的看向沈红玲：需要我跟您一起去吗？有什么事的话我也能帮忙。沈红玲犹豫了一下，接着轻轻点点头：也好，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就跟我回去吧。自己父亲说客人是林家那位，以那位的性子，去哪儿都会带个秘书，那自己把林可儿带上也是合情合理的。时间不早了，咱们直接走吧。于是沈红玲便带着林可儿随便开了一辆跑车就往沈林那边赶去。路上有些堵，花费了一些时间才到达。小姐，您回来了，老爷已经在等您了。在管家的带领下，沈红玲和林可儿穿过巨大的庄园，往房间走去。路过那座喷泉时，林可儿忍不住瞥了几眼。她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但每次来都会觉得这里大得不可思议，简直跟一座城中花园似的。果然，有钱人的快乐普通人根本想象不到。林可儿心中感叹一声，随后就紧紧跟在沈红玲后边，视线同样盯着那道倩影，不再移开。她不喜欢大，她只想追随沈红玲的脚步，一直陪伴着对方。来到客厅后，沈红玲发现除了两道威严的身影，还有一个熟悉的人坐在那里。林真，他怎么来了？带着些许疑惑，沈红玲走上前：爸。然后又看向沈林旁边的一个中年人：林伯伯好，嗨红玲啊，好久不见。中年人爽朗一笑，他便是林真的父亲林云，取自凌云之志。跟沈林一直板着脸不同，凌云看起来就容易相处，亲和力很高。他招呼着沈红玲赶紧坐下。老沈啊，你将公司交给红玲的决定还真是没错。看着出落的愈发亭亭玉立的沈红玲，凌云忍不住感叹道：当初沈林退位，他作为老朋友本来是反对的，因为当时的沈红玲略显稚嫩，凌云担心对方把控不好集团，但沈林最后依旧将公司传给了沈红玲。而事实证明，沈红玲没让沈林失望，短短几年，他就将公司市值翻了好几番，其战略目光之狠辣，目标之精准，在国际上都赫赫有名。通常在别人还没出手时，沈红玲就能先一步抢占先机，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也让作为商业合作伙伴的凌云对沈红玲刮目相看。绿洲集团在沈红玲的手中也成长得愈发庞大。听凌云夸女儿，沈林的脸上难得的露出一丝笑容。他最大的成功不是创造了绿洲集团，而是培养出了沈红玲这个优秀的女儿。他以沈红玲为骄傲。一旁的林真看向沈红玲，点头示意了一下，沈红玲也朝他点了点头。至于林可儿则笔直地站在沈红玲身后，像极了保护公主的骑士。哪怕这个骑士有些较小，但也让林真多看了两眼。好了，红玲啊，这次叫你来是有点事想跟你说。寒暄了几句后，
沈凌和凌云对视一眼，进入了正题。您说。沈红玲眼神一凝，认真起来。我前几天出了趟门，去参加了一次会议，你看一下内容。紧接着，沈凌拿出一个平板，上面详细记录着会议的要点。好，稍等。沈红玲接过来，然后浏览了一番，是关于国内风向标以及今后行业侧重点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起风了，那种站在风口，就算是猪都能上天的风。这种机会，但凡有点想法的人都不会错过。沈红玲一直看到中间，才看到了2个大字：电竞。这让他心中猛地一惊，难道上头要对国内游戏行业开刀了？但他们家并没有涉及到游戏领域啊。沈红玲抬头看了父亲一眼，沈凌却示意他继续看下去。他耐着性子继续往后翻，看到最后，沈红玲才明白了一切。这是要扶持电竞行业啊！随着互联网的光速发展，无数行业也应运而生，新媒体、自媒体、直播等等，直到今日，牵扯到的利益不计其数。所以上头的人也开始重视起来，尤其是电竞行业，像那种世界级的电竞比赛带来的影响力也愈发庞大，这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机会。而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地产大亨，沈凌自然也不会错过这次机会。商人逐利，他只是退位，并没有退休，所以他便行动了，直接联合了另一位巨擘凌云，想要进场试探。凌云，食品制造业的大佬，负责国内大部分食品进口、出口贸易。他跟沈凌，一个管着吃，一个管着住，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这次特意合作，可想而知这股风有多大了。沈红玲看完资料后也没说话，而是等待着他们解释找自己来的原因。见女儿看完，沈凌主动说道：这次找你来，是有一份名单想让你看看，究竟哪个会比较有竞争力。如果说沈红玲是他的骄傲，那他最骄傲的地方无疑就是沈红玲的那双慧眼。这次叫沈红玲过来，也是想问问对方的意见。沈红玲接过名单，扫了2眼后，就发现这都是当下极为热门的游戏，不仅有市场，发展潜力都很大。忽然，他的眼神在一款游戏上面定格。永劫，这个国风仙侠 MMORPG 游戏，也是他现在玩的一款游戏。我的建议，第79，也就天榜第1吧。我的建议是这几款。沈红玲指了指其中的3款游戏，然后抬头朝几人说道：这几款游戏不论是现在的市场占比，还是发展前景，都非常优秀，可以作为备用选项。可儿，他看了一眼身旁的林可儿，林可儿立马会意，直接拿出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示意众人稍等片刻后，便开始在键盘上飞速操作。仅仅5分钟之后，林可儿便将笔记本电脑翻转，一张柱状图以及许多对比鲜明的数据展现在屏幕上，让众人看得非常清楚。这是沈总刚才所说的3款游戏，以及他们近年来的大致数据。我将数据归类总结了一下，大家可以看看。说完后，林可儿紧绷的身躯才微微放松。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就收集到了这么多数据。沈凌看着屏幕，面露感叹，就连一旁的凌云都赞赏地看了一眼林可儿。这丫头看着小，却意外的能干。虽然只是粗略地扫了一眼数据，但其中搜集的难度，凌云还是看得出来的。就算让专业的数据师来，恐怕也未必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做出来。还有沈红玲，凌云又看了一眼沈红玲，对方只扫了一眼游戏列表，就能从中选了3款出来。凭他的眼光，绝不是无的放矢，显然对自己极为自信的人，才能这般果断。让凌云最佩服的是，沈红玲不到10秒钟选出来的3款游戏，跟他事先详细调查的结果一模一样。这3款游戏就是现在最火、最具有市场的游戏。这份眼光让凌云赞叹不已。果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优秀的人身边同样是优秀的。凌云看了一眼林真，看来以后得让儿子多跟沈红玲来往才行。而林真此时却饶有兴致地看着排在第1的那款游戏。永劫吗？这就是萧晨推给我的那款游戏，有趣，看来可以试一试。其他人并不知道林真在想什么，被2位大佬夸奖后，林可儿不卑不亢地点了点头。哪里，都是沈总教的好。私底下，沈红玲悄悄朝林可儿比了个赞，林可儿也俏皮地朝他眨了眨眼。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跟在沈红玲身边这么多年，2人最不缺的就是默契了。一个眼神，林可儿便能知道沈红玲想要什么。像刚才那种情况，简直不要太多。嘿，你这小丫头还挺谦虚。沈凌微微笑了笑，对林可儿很是满意。他女儿不仅在商业上眼光独到，就连看人都一看一个准。
这个小秘书也算是很罕见的人才了。接下来，沈凌跟凌云讨论了一番，决定对这3款游戏的接触同步来进行，不能只盯着第一来搞，广撒网才是王道。林真，这个帝国就交给你了，正好本部在咱们那边。好的，父亲。林真点点头，应了下来。而沈凌也将另外2个游戏安排给了沈红玲，让他安排人去了解一番。沈红玲犹豫了一下后说道：永杰，我这边已经派人接触了，并且已经初步建立了联系，我想可以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跟对方达成战略合作。他想的很简单，既然公司将目标定在了永杰上面，那么对萧晨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机会，他完全可以凭借着代言的先手，成为2者间的沟通桥梁。一旦这次合作成功，那么萧晨必然能够得到自己父亲的认可，到时候就算自己跟萧晨在一起，那他的父亲也不会阻拦了。听到女儿说的话，沈凌眼睛一亮，那正好，永杰这边红玲你全权负责好了，至于剩下那个，我让其他人来做吧，务必做到持续跟进，这次的机会对咱们公司很重要。是。沈红玲答应了下来。众人又聊了一会后，管家进来通知晚餐准备好了，于是几人就坐在一起吃了个饭。沈红玲没吃太多，吃了2口后就带着林可儿出去溜达。林真也在父亲的示意下跟了上去。沈姑娘，3人来到院子的亭子里坐下。林真率先开头问道：不知道小臣子最近在干什么呢？小臣子？沈红玲反应过来林真是在问萧晨，但很奇怪，他为什么叫得这么亲密？你们俩不是只见过1次面吗？怎么关系就这么好了？林真拿出手机摇了摇，有个东西叫线上聊天哦。他虽然只跟萧晨见过1次面，但是互相添加了联系方式，在网上聊得很投机，甚至有些时候林真还会向萧晨请教一些问题。一来二去之下，2人也就成了朋友。只不过最近萧晨有些忙，没空跟林真聊人生聊理想，所以他才会跟沈红玲问萧晨的事。沈红玲闹了个乌龙，脸微微一红，但天色太暗，另外2人倒也没有看见。他轻轻咳了咳，然后才说出了萧晨的近况。他最近在忙业务。是吗？以他的性格还会这么忙？林真沉思了片刻，随即开口问道：不会是关于永杰的吧？你怎么知道的？沈红玲有些诧异看了林真一眼。林真没有解释，而是耸了耸肩：我猜的呀。其实他是通过跟萧晨的对话推理出来的，但解释起来太麻烦，所以就没有解释。在怕麻烦这一点上，他跟萧晨可谓是臭味相投。既然对方没有解释，沈红玲也没有再问。接着林真又开始问沈红玲一些关于永杰的事情，听他说是萧晨推荐给他的，沈红玲这才来了一些聊天的兴致，开始慢慢给林真讲解。永杰是一款国风仙侠类游戏。聊着聊着，林真对永杰产生了一些兴趣，他敏锐地察觉到永杰潜力巨大，准备回去以后好好让萧晨带带自己，只有深入其中才能体会其中的奥秘。对了，萧晨玩这游戏厉害吗？天榜第1吧，也就那样。第80次子日后，必成大器。第2天，天气晴朗，萧晨开着保养好的迈巴赫来到沈红玲家门口，接到了睡眼稀疏的2女。早啊，红玲，丫头。啊，早。沈红玲有气无力地回答了一下。林可儿更是一上车就头一偏，呼呼睡了起来。萧晨看他们困成这样，笑了起来。你俩昨晚挖煤去了？这一大一小2个熊猫眼，看着还挺喜感的。哪有？昨晚啊。沈红玲坐在副驾驶，说着说着就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昨晚有点事而已。昨天在父亲家吃完饭，沈红玲就带着林可儿回了自己的小窝，然后整理了一晚上资料，4点多才睡。我先睡会啊，到了你叫我。说完后，沈红玲也跟着一偏头。不到片刻，她就眼角带着些许泪珠的睡着了，怀里还揣着绯红色的暖手宝。得，又该我展现真正的技术了。萧晨无奈地耸了耸肩，将车子发动，一路毫无颠簸地开到了公司楼下。醒醒，到了。虽有心怜香惜玉，但奈何时间不允许。看着熟睡的2女，萧晨还是一一将她们叫醒，随后将自己在路边买的早餐递给了他们。喏，看你们的样子应该没吃饭吧？吃东西垫垫，应该会精神一些。被叫醒的沈红玲和林可儿还不知道发生什么，嘴里就被塞满了。沈红玲咬了一口包子，浓郁的肉香让她精神一振，眼神也微微清醒了一些。谢谢。而坐在后排的林可儿虽然还是闭着眼，但此时已经在吃第2个包子了，甚至还会抽空吸溜上一口醇香的豆浆，然后小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看得萧晨一阵佩服。好家伙，这是睡着就把饭吃了，吃饭大于睡觉，
果然是吃货本货呀！见他们吃的有些快，萧晨贴心的递上了2张纸巾，然后说道：“别急，时间还是有的，慢慢吃。”得益于萧晨老司机的本领，他的车速又快又稳，所以一顿早餐的时间，他还是给两女腾出来了。哥，林可儿率先宣告战斗结束，整个人也重新恢复了元气满满的状态。今天也是美好的一天呢。那不啊。同时，沈红林也将最后一口包子咽下，接着拿出纸巾，动作优雅地擦了擦嘴角。走吧，该上楼了。随后他便一撩黑长直，当先下了车。嘎嘎 go， 林可儿紧随其后。看样子两人是睡够了，这让萧晨暗自佩服他们的睡眠质量。结果，等萧晨来到办公室之后，沈红林也跟着走了进来。沈总，你不上楼吗？先不上，借你的休息室一用，中午还你。沈红林面色不变地走进萧晨专属的休息室，他打算在里面好好补个觉。没办法，谁让萧晨将休息室装修的这么舒服呢？那你不工作了？没事，我昨晚已经都安排好了。再说还有可儿，放心了。说完后，沈红林无视了萧晨怪异的目光，直接将休息室的门给关上，留下门外的萧晨独自无语。他这休息室刚弄好，自己都没体验过呢，结果就被沈红林拿走了第一次。不行，我也得拿个第一次回来才行。萧晨看着紧闭的门，嘟囔了一句。沈红林最近行事越来越大胆，他都有点看不懂沈红林要干嘛了。没有多想，萧晨又看了一眼休息室后，就回到了自己工位，也就是休息室旁边的位置上，开始忙了起来。答应了秦明的事情，得用点心才行。其他的员工将刚才这一幕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只觉得自家老板跟这位沈总的关系还真是好，想睡就睡了。不愧是沈总一手提拔上来的人，就是受重视。许多萧晨的小迷妹都暗自加油，希望自己也有朝一日能想睡就睡。另一边，林可儿开始整理下午会议所需要的东西。既然老董事长已经决定了公司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势，那么沈红林就决定开一次全体会议，在会议上将这件事先说一下，而且时间就定的今天下午。本来时间不应该这么仓促的，但由于涉及到萧晨，沈红林就想让事情尽早尘埃落定。毕竟这件事可不是以前的小事，这种关乎到公司未来的大事，总有人会跳出来阻拦，到时候免不了一番扯皮。凭萧晨的资历，恐怕不足以跟那些老油条竞争，所以现在沈红林要做的，就是直接快刀斩乱麻，将事情直接敲定。事后这些人再想换人，就没那么容易了。萧晨啊，萧晨，沈总为了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希望你不会负了他吧。林可儿一边整理，一边想着，他还从来没见过沈红林对一个人这么上心过，可能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至于萧晨这个人，林可儿观察至今，心中也有了一些自己的判断。萧晨的长相，自然不用多说，往那里一站，只要不说话，那就是翩翩公子，说一句貌赛潘安都不为过。就是有时候说话有些讨厌，要是不长那张嘴就完美了。性格吗？倒是挺幽默风趣的，而且为人和善细心，很善交谈。除了对他，还有萧晨那份不似同龄人般的成熟，都是加分项。而且从他能挡住沈红林的魅力来看，在感情方面也不是什么花心的人。要知道最近沈红林可主动了不少，能在这样的沈红林面前还能把持得住本心，可见萧晨的剑谱练得不错。当然也不排除萧晨喜欢男的这个可能性，但概率太小，不在林可儿考虑范围之内。除此之外，萧晨带给他的感觉就剩下神秘。萧晨真的很神秘，仿佛什么都懂一些似的，所见所闻所想都跟他的年龄不符，这让林可儿不可避免的对萧晨产生了好奇心，想要去更加了解他。这还是他第一次对异性产生这样的心理。当然这绝不是因为他想尝一尝萧晨厨艺的原因，所以如此这般如此。林可儿对萧晨的评价是，此子日后必成大器。至于有多大，那就得看红绫手有多快了。第81，谁赞成？谁反对？等林可儿一切收拾妥当后，时间已经临近中午12点。他看了眼时间，准备下楼将沈红林叫醒。此时电梯前已经有人排上了队。当林可儿来到13层后，发现萧晨这里的人基本已经走光了，就剩萧晨一个人守在休息室门前办公着。其他人嘞？他走过去问道。萧晨伸了伸懒腰，干完活我就让他们去吃饭了呗，早去早回嘛。林可儿点了点头，没有多说。然后他看向休息室，沈总还在睡吗？睡得老香了，一直没有醒。那沈总应该是睡饱了吧？
也不知道这时候叫醒他会不会有起床气。林可儿站在门前，犹豫了一下后，还是轻轻敲了敲门。噔噔噔，沈总，起床啦！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中传出。片刻后，沈红林揣着暖手宝，将门打开了。萧晨在林可儿身后瞥了他一眼，发现对方精神气饱满，一点都看不出熬夜的样子，看样子睡得很是香甜。这下萧晨对自己弄的休息室效果，心中也有了底，没把我里面弄乱吧？随后，萧晨的视线越过沈红林，往休息室里面看去。沈红林白了他一眼，自己是那种邋遢的人吗？没有理他。沈红林跟着林可儿往外面走去。走吧，先去吃饭。哎，沈总，你不得请我吃一顿吗？萧晨厚着脸皮跟了上去。三人吃过午饭以后，稍作休息，便一起上了楼。待会有个会议，萧晨你也需要参加一下。会议？萧晨抓了抓脸，是沈红林又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吗？没有多想，他也没回自己办公室，而是跟着两女就上了楼，直接在会议室中休息了片刻。1点半左右，陆续有人走进了会议室。嚯，怎么都是大佬呢？萧晨看着这些人，心中暗惊，来的人都是各部门的负责人，甚至还有几位股东在场，这让萧晨察觉到了这次会议的不一般，顿时就正襟危坐。这时，财务部的负责人刘贤笑着走了过来：“萧总，最近工作顺利吗？”“还好还好。”伸手不打笑脸人，更何况对方还是公司重要部门的领导，所以萧晨也乐得跟对方闲聊几句。渐渐的，又有几个人走了过来，加入了客套的行列当中。他们都对这个沈红林看中的男人很是好奇，但平时萧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众人找不到机会接触，趁这次机会，倒也能了解一下。而萧晨本身就善于交谈，众人一时间聊得很是开心。一直到沈红林的出现，他们才散开，各回各位。人都到齐了吧？到齐了，实在到不了的已经开启了远程会议。好，沈红林没有啰嗦，见人到齐后，就开始讲述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公司的发展倾向。未来一段时间，公司会将资源倾向于广告宣传部分，这部分依旧由萧晨来负责。稍后我也会指派几个人去协助萧晨，在与永杰公司的合作上，万不能出现半点差错。沈红林没有将风向的事情说出来，因为这是只在小圈子范围内流传的消息，就算这次会议参与者都是公司的重要人员，但沈红林也保不准其中就有内鬼，所以他只是说了公司未来的资源倾向，并没有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又是这小子？然而能走到这一步的人没有一个傻的，有的人眼睛一眯，觉得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一次也就算了，竟然还来2次。沈红林就算再看好萧晨，也不至于这么培养他吧？绝对有什么事情是他们不知道的。暗地里，有几个人拿出手机，编辑了几条消息发了出去，让手下查查最近到底出了什么事，才能让沈红林这么大动干戈。这些人的小动作，沈红林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让他们查，反正最后也查不到什么东西。毕竟能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基本都是各个顶尖集团的巨头，这些人一个个精得跟猴一样，怎么可能让消息就这么简单的透露出来？闷声发大财才是这些人信奉的商道。反倒是萧晨身处漩涡中心，一脸懵逼，怎么又提他？自己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心中有惑，但他并没有说话，而是默默地坐在那里。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看样子对自己是个好事，毕竟有人要来辅助自己了，那他岂不是离摸鱼打游戏的日子更近了一步？萧晨看了沈红林一眼，对方面无表情，索性他也就没太在意，反正沈红林应该不会害他。其他人小声议论一番后，都没有太大的反应。反正沈红林独断专行也不是1次2次了，这次应该算是对萧晨的又一次培养吧。渐渐的，会议室里便重新安静了下来。见无人说话，沈红林便开口问道：“大家对这件事还有什么意见吗？”虽然问的是所有人，但他的目光却盯着副手位的几人，也就是刚才发消息的人。这几人才是关键，要是阻拦的话，自己开这次会议的真实目的可能就有些困难了。这几人互相看了看，现在情报不明，公然反对沈红林有些不合适，所以他们均摇了摇头，表示没有意见，等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再提意见也不迟。至此，沈红林的目的便算是成功达成。他心底一笑，表情却依旧严肃。好，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接下来要说的是关于……会议继续着，但沈红林却放松了下来。只要萧晨的事通过了，那其他的事都是次要的而已。至于会议剩下的内容，就跟萧晨彻底无关了。
以至于他坐在角落里，没心没肺的打了个哈欠，然后他就被林可戳了戳。萧晨，听说你做的饭不错，做个我尝尝呗。啊，你在想屁吃？第82这俩丫头都挺好。哎呀，就尝尝嘛，又不是让你一直做，你是不是饿了？我给你点外卖吧。小气鬼！林可儿对萧晨做的饭一直很眼馋，所以这次带到机会，就一直缠着他，想要尝一尝究竟有多好吃。但萧晨就是不同意。上次你不是吃过了吗？那次是盒饭，又不是专门的菜，肯定体现不出你的水平啊！求求了！角落里，林可儿拽着萧晨的衣服，做可怜状，可以说是为了吃的，其他什么也不顾了。萧晨看着他一副小猫乞食的样子，心里无奈的叹了口气。最后，他念在林可儿最近帮了自己挺多忙，还是勉强同意了下来。我做什么你就吃什么，懂？我不挑食。见萧晨答应，林可儿抹了把嘴角，脸上很是兴奋，终于能尝到被小红红所承认的美食了。对一名吃货来说，不断的去品尝更多的美食，简直是不要太幸福。嘿嘿嘿，一想到能吃到好吃的，林可儿的表情就有些得意忘形。然后就因为动作太大，被沈红林给看到了。他眼睛一眯，可儿，接下来的方案你来讲解吧。沈红林的话让林可儿脸色一僵。好的，沈总。知道自己暴露后，他只能保持着礼貌的微笑走上前，开始接过沈红林的话茬讲解方案。而沈红林则来到萧晨身边，表面上一副认真听的样子，暗地里已经偷偷在问萧晨刚才是什么情况。于是萧晨果断将林可儿出卖。你家秘书想吃我做的饭，我念在他最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就答应他了。就这。听到萧晨的回答，沈红林悄悄松了口气，随即又像是想到了什么，趁机低声说道：既然如此，那晚上我跟可儿去你家里坐坐呗，正好我也想阿姨了。那行吧，不过待会你要早点下班，让可儿去买菜去。萧晨想了想，这样也好，去家里吃的话，倒是省了自己带饭的功夫，于是就同意了下来。当然，肯定不是白吃的，买菜的任务，他就将其交给沈红林和林可儿两个吃货了。嘻嘻，又能吃到相公做的饭了。沈红林心中一喜，然后不动声色地对萧晨比了个 OK 后，就没再说话了。等会议结束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5点多左右，一个会开了个4个多小时，不可谓不长。完事散场，萧晨就准备先回自己办公室一趟，结果他就被沈红林给拦下了。你去哪？回办公室啊？还有事吗？没有，我就回去看看。那不用回去了，你已经下班了，老板就可以这么任性吗？我喜欢。于是等林可儿收拾了一下东西后，三人便直接下了楼，依旧是老司机萧晨开车。路上，林可儿听到要去萧晨家做客，顿时激动起来，那岂不是意味着能吃到更多的好吃的了？喂，适可而止啊，我家可不是自助餐厅。没事，我胃口小，吃的不多的。林可儿胃口小，萧晨是一脸的不信，也不知道谁昨天吃了2大碗螺蛳粉来着。2大碗螺蛳粉？嗨，往事休要再提。不一会，萧晨就将车开到了菜市场门口。好了，买菜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菜钱就当我的辛苦费，可以吧？稳稳的。林可儿干劲满满的举了举拳头，然后一头就钻进了人头攒动的菜市场。沈红林和萧晨见他这么着急，对视一眼后也跟了上去。等再次返回停车处时，每个人手上都提着2袋食材，太多了吧？看着满满一后备箱的东西，萧晨有些犹豫要不要回去退一些。没事，多的放冰箱里以后吃呗。沈红林不在意的扣上了后备箱。萧晨站在原地想了想，觉得有些道理，自己下厨一次，换一堆食材虽然有些亏，但也不至于血亏。于是他就没再纠结，开着正式沦为买菜车的迈巴赫往家里驶去。一回家，萧晨便开始紧锣密鼓的开始做饭。本来他今晚是想少做一些的，但碍于食材太多，只好把不易于保存地今晚都做了，其他的倒是可以先放一放。我来帮你。我也来。1个小时之后，萧红夫妇下班回来，打开门的一瞬间，就被屋里的香气给弄得肚子咕咕叫。好香！儿子今天回来的这么早吗？苏小小深深吸了一口气，喊道。结果萧晨没出现，林可儿却从厨房探出了头，她带着灿烂的笑容跟2人问好：叔叔阿姨好，我叫林可儿，是红林的秘书，萧哥现在的助理。没吃的叫萧晨，有吃的就叫萧哥了。正在做饭的萧晨听到后，
不屑地撇了撇嘴，这丫头还真是现实啊。不过他倒没有阻止林可儿出去，以对方闹腾的劲儿，想来应该会和自己父母处得很和睦吧。果然，等萧晨跟沈红林端着菜出去之后，苏小小已经跟林可儿凑在一块，开心地聊着什么。沈红林走过去，歉意地笑了笑：“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们了。没事没事，来了好，家里好久没这么热闹了。”苏小小笑得很是开心。萧晨身边又多了个美女，好事啊，那这不就意味着他儿子选择的可能又多了一个。虽然林可儿这丫头看起来小，但胜在性格活泼，容易带动气氛。如果萧晨身边有这样一个女人，生活倒也不会无趣。就在这时，林可儿甜着脸抱住了苏小小的胳膊，撒娇道：“那阿姨，我以后每天来可不可以啊？”她刚才提前试吃了一下萧晨做的菜，简直不要太好吃，所以为了能经常吃到如此美食，林可儿直接发动了卖萌攻势。结果还没奏效，就被沈红林黑着脸拽着耳朵拉走了。啊，疼疼疼！偷懒，快去帮忙端菜了。他都没敢提经常来，可儿倒是先下手了。第83大结局。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萧晨格外的忙碌。从京城拍完广告回来以后，就跟永杰官方达成了进一步的合作，而由萧晨代言的广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绿洲集团也凭借着萧晨作为中间人，正式与永杰官方达成战略协议，成为国内第一个吃蛋糕的集团，又往前迈了一大步。就连老董事长也亲自出面夸奖萧晨，这前无古人的待遇，让整个公司上下震惊。来年3月份，萧晨才总算闲了下来。他坐在专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内，无奈地看着对面这个女人。我说红玲，我知道你体恤下属，但也没必要每天都跑我这里来吧。自从萧晨从京城出差回来，沈红玲就一天到晚往萧晨这里跑，不仅要在他这里办公，还偶尔聊一聊萧晨。那愈发明显的情愫，属实让萧晨欲罢不能。而且沈红玲日渐暴露的真实性格，也让萧晨觉得对方越来越像小红娘，活泼傲娇，这让萧晨差点破防，只好出言挤兑沈红玲，希望对方悬崖勒马。但沈红玲怎么可能会放弃，依旧屈腿窝在沙发里，不肯动地方。直到有一天，永杰官方答应萧晨的衣服到了，于是萧晨就找到沈红玲，想让对方批个假条，他要奔现去了。没想到沈红玲不仅没同意，而且还将萧晨一把按在了办公桌上。闻着自家总裁异常好闻的体香，萧晨的心有点颤动。然后沈红玲便表白了：“萧晨，我喜欢你，做我男朋友吧。”近在咫尺的双眸里满是柔情与喜爱，差点就让萧晨当场缴械，但心底一张俏脸兀地闪出：“小红娘！”萧晨的眼神开始坚定：“对不起红玲，我已经有女朋友了。”他想快刀斩乱麻，谁知沈红玲眼睛更加温柔：“你是说那个网恋女友吗？没事，她不介意的。”你怎么知道她不介意？因为我就是你的小红娘啊。沈红玲就是小红娘。听到这个消息，萧晨当场宕机。随后沈红玲怕萧晨不信，就拉着他登上自己的账号，然后给他证明自己的身份。萧晨依旧懵逼。沈红玲见状，咬咬牙，将独属于两人深夜老司机内容也说了出来。萧晨这才相信。他看向沈红玲，对方满脸通红，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眼神中带着忐忑、期待、害怕。沈红玲继续解释：“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就是怕你不喜欢我真实的身份，所以才……”他慌乱的样子，像头被惊到的小鹿。萧晨原本还有些生气，因为对方骗了自己，但随着沈红玲的解释，他的那些担忧和害怕，跟萧晨之前面对小红娘时不敢奔现的理由一模一样。于是萧晨便释然了，接着就是满心的惊喜。其实我也曾希望你就是小红娘啊。他伸出手抚了抚沈红玲的秀发：“你不生气吗？”感受着头顶的温暖，沈红玲不再颤抖：“我为什么要生气呢？我的红娘大人。”坦白身份后，两人便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他们依偎在沙发上，感受着彼此最真实的触感，诉说着自己的心声。其实我早就怀疑你是小红娘了，那已经不重要了，不是吗？也是。对了，永杰奖励了我一套广袖流仙裙，你要不要试试？也不知道合不合身。当然合身，毕竟我的3围你都知道。但我也没见你这么大呀。那现在呢？我错了。新婚，洞房花烛夜，相公，我也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沈红玲换上大红色的流仙裙，一曲剑舞，跨过虚拟与现实的屏障，真实的展现在了萧晨面前。
真好。萧晨喃喃，眼神朦胧，愈加珍惜着上天赐给他最好的缘分。相公，咱们的孩子要取什么名字好呢？不如就叫小潇潇吧。小，不行！啪！沈红林一把拍掉萧晨已经按在键盘上的手，然后狠狠白了他一眼。这是永杰新推出的宝宝系统。两人听到后，就第一时间上来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结果萧晨起名无能，起了半天都不太行。最后，他只好无奈的用手攀上了沈红林柔软的腹部。唉，我还是留着点脑细胞，给咱家大宝宝起名吧。沈红林怀孕了2个月，那你准备给咱孩子取什么名字嘞？啊，这双胞胎哦。